白话解释，因此如来就对大众宣布说，如果还有众生未能了解的话，就以摇动的名叫做尘，以不能久住的名叫做客。你们观看阿难，他的头自己摇动，他的见性没有任何转动。你们观看我，我的手掌自己开合，见性没有舒展打开与曲卷收合。为什么现在你们错认那生灭变动的作为自己的真身，又错执那生灭变动的作为真实的境界呢？从最初开始到最终尾，念念生灭，遗失了本来真实之性，颠倒本末去造业呢？真性妙心迷失，错认虚幻事物作为真正的自己，而在生死里轮回，因迷惑造业而自取流转不息的苦报。459开悟圣僧云：对境无心了凡尘，无心犹非真修行，无住身心修六度，方为如来接棒人。460开悟圣僧云：一念心迷外境，处处生者是有情，一念心通实相，实相无相即如来。461开悟圣僧云：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心正空即入常寂光，心者有即入五浊恶世，是故世出世间皆为一心作。462开悟祖师云：不作佛见，不落佛边；不作众生见，不落众生边；不作有见，不落有边；不作圣见，不落圣边。但无诸见，即是无边身；不落法尘，若有见处，即名外道；不落诸见，为正相应，冷暖自知。463回光返照自观自，历历分别原来是，识得自家大宝藏，从思受用无穷尽。见色不为色尘染，闻声当知谁闻声，如能认出是何物，成圣成凡尽无言。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楞严经第2卷。开悟祖师云：万法都由心想成，如心化物，物成形，六凡四圣皆心化，诸佛当初也众生。楞严经第2卷大义，佛陀为了使人明白死后的问题，是故提示波斯匿王有关于常与无常之事。开始时是与波斯匿王关于恒流的流水之问答，其次是阿难尊者的发问，有关于真性实相的问题，所谓垂手无为是也。佛陀因此开示所谓八骸辩见，也说明无人无因身心是如何的虚妄，如来藏性是怎样的真实常住。经文：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慧，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成，分别隐士。今日开悟，如师汝儿，呼吁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以及楞严会上的大众听闻了佛陀的指示教诲后，身心都泰然自在。大家都自念无始劫以来，迷失忘却自己本来的真心，妄认一切成缘，分别隐士为真心，今日才开悟，就像遗失乳儿忽然遇到慈母一样，因此合掌礼谢了佛陀。但愿能在听闻如来明显地指出身心里面，何者是虚妄，何者是真实，乃至将现前的生灭与不生灭二种启发明示出自己本性出来。经文：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成诸佛慧敕，见迦旃延，毗罗之子，咸言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盘。我虽执佛经犹狐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的？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白话解释：当时波斯匿王由座位起立，禀白佛陀说：我以前尚未承受佛陀教诲时，曾经遇见外道论师迦旃延与毗罗之子，他们都说这个生命死后性也随之而断灭，名叫做涅盘。我虽然直遇了佛陀，现在内心还是狐疑不定，到底如何发挥，方能正知此心，至于不生灭的境地呢？现在在此会的大众，还有诸烦恼漏失的人，全部都愿意听闻如来的指示教诲。迦旃延是六师外道之一，世尊在世时，在中印度很有势力与名望，是六师外道的代表人物。除了正统波罗门教之外，是当时盛行在一般社会思想系统的代表人物。迦旃是六师外道中排行第5。他认为的水火风空苦乐灵魂等为独立的要素，是无因论的提倡者，也是感觉论的外道。毗罗之是母亲的名，自己的名叫做山奢叶，是六师外道排行第3。对于人知之事，却不认为有普遍的妥当性，因此想依实际修行去的解脱，却不认为有普遍的妥当性，是一种怀疑论的外道。他妄自推测苦乐等报是无因而自然有，是无因无果的邪论者。经文：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之灭？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牵谢，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允王不习，觉知此身当从灭尽。佛言：如是。白话解释：佛陀问波斯匿王说：你的身体现在健在，我再问你，你现在这个肉体到底是同于金刚那样的常住不朽呢，还是会变坏呢？波斯匿王回答说：世尊，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终归会变坏消灭呢。佛陀对大王说：你的身体尚未坏灭，为什么你会明白你的身体将会坏灭呢？波斯匿王回答说：世尊，我这个无常而会变坏之身，虽然尚未坏灭，但是我观察现在身体的情况，念念之都在千变新陈代谢，新旧交替的心念都不停止，像星火烧成灰烬，渐渐消陨。因为允王不习的缘故，决定明我的身体将来一定会灭尽。佛陀说：正是这样，一点也不错呀。古德云：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修？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都是少年人。开悟圣僧云：人生一念受一生，百念受百生，千念受千生，如是念念无量，即受无量生。若当下一念不生，即是如佛。经文：大王，汝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世尊，我昔还如肤凑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于衰貌，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
必充盛之时。白话解释：大王呐，你现在的年龄已经快衰老了，面貌颜色有像童子的时候吗？大王回答说：世尊，我以前孩童如幼的时候，我的皮肤纹理红润光泽，年龄到长大成人，血气旺盛充满，但是现在已经是颓败的年龄，逼近衰老，形貌面色枯干憔悴，精神昏昧不灵，头发灰白而面部起皱纹，也到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怎能相比于血气充沛旺盛的童年时候呢？开悟圣僧云：人生70古来稀，先除年少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凉与烦恼。经文：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王言：世尊，变化密仪，我诚不觉，寒暑迁流见至。于此何以故？我年20虽好年少，颜貌已老出10岁时，30之年又衰20，于今60，又过于2，观50时宛然强壮。白话解释：佛陀说，大王呐，你的形体容貌应该不是顿时突然就变老衰朽的吧？渐渐到了这种的形象，为什么呢？当我年龄20岁的时候，虽然号称年轻少壮，但是颜色容貌几经比当初10岁时更加衰老，到了30岁的年龄，又比20岁时更加衰老。现在已经是60又过2岁，反观50岁的时候，比现在宛然还要强壮。无常经云：无上诸世尊，声闻独觉尘，当舍无常身，何况诸凡夫？经文：世尊，我见密仪虽此除落，其间留意且现10年，若复令我维系思维，其变宁为1纪2纪？时为年变，岂为年变？亦间月化，何直月化？间又日迁，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白话解释：世尊呐，我观看此生维系隐秘的转移变化，虽然这样的俗世衰落，那中间的流转变异，我是暂且以10年为一期限的单位，如果再让我维系观察思维千变之事，那变动迁流不只是12年为1纪，或者是24年为2纪才会有变化，实在是每年都在变化，不只是每年才变迁一次，实在是每月都在变化，何止每月才变化一次，实在是每天都在千变。我沉思谛观，发觉到刹那刹那念念之间都不曾停住变化，所以能摆我的身体终归后会变坏灭亡。1秒有4弹指，1弹指有60刹那，1刹那有900生灭。1秒等于4乘60乘900等于216000个念头。经文：佛告大王，汝千改不停，悟知汝灭，亦于灭时，汝之身中有不灭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不灭性。白话解释：佛陀对波斯匿王说，你观察身体的变化，牵线改变不曾停住，能悟知你的身体将会灭尽，但是你在念念刹那生灭的时候，能明白身中有一个不生灭的真性吗？波斯匿王合掌向佛回答说，我实在是不明白呢。佛陀说，我现在要提示你有关于你身中的不生不灭之真性。楞严经以见性为宗。经文：
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3岁，慈母携我，夜骑鄱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20之时衰于10岁，乃至60，日月岁时，念念千变，则汝3岁见此河时，至年13，其水云何？王言：如3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60，二亦无有异。白话解释：佛陀向波斯匿王说：大王啊，你在几岁的时候看见恒河里的流水呢？大王说：我出生到3岁，慈爱的母后携带我去参拜奇婆长寿天神，经过这个河流，那个时候就明白那是恒河流水。佛陀说：大王啊，像你所说，到20岁的时候，比10岁的时候更衰老，乃至60岁更加衰老，每天每月每年的任何时刻，都一念接一念的牵线变化。就在你3岁时看到恒河的情形，到年龄13岁时再看恒河之流水，到底如何？大王说，13岁所看到的恒河水，与3岁所看到的恒河水，都宛如一样，绝无有异。乃至到现在，年龄已经62岁，所看到的恒河之流水，并无有差别。佛遗教经云：是故当知世皆无常，会必有离，勿怀忧恼，事相如是，当勤精进，早求解脱，以智慧明，灭诸痴暗，事实为粹，无坚牢者。我今的灭，如除恶病，此是应舍之身。罪恶之物，假名未生，没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佛遗教经云：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汝等切止物的赋予，时将欲过，我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诲。经文：佛言：汝今自伤，法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同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同时观何之？见有同貌不？王言：不也，世尊。白话解释：佛陀说，大王啊，你现在自己悲伤，头发苍白而面起皱纹，那面皮必定皱于同年。就你现在的时候，观看这条恒河与以前同年的时候观看恒河，那能见的心性有同年与老年的差别吗？大王说没有差别。世尊。经文：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经，性未曾皱，皱者未变，不皱非变，变者寿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有隐比莫迦离等，都言此生死后全灭。王闻是言，信之身后舍身去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的未曾有。白话解释：佛陀说，大王啊，你的面貌虽然衰老起皱纹，可是无人的见经圆明之性，却未曾有皱纹。会皱纹就是衰变，不会起皱纹就是不会衰变。会衰变的终归会受到灭亡，不会衰变的真性原本就没有生灭可言。为什么在你的身中同受生死呢？同时为什么还引出那些莫迦离不见道等外道所说之邪说，什么无人的身体死后连同心性也都完全断灭呢？波斯匿王听佛陀这些法语后，深信明白身体死亡后，
心性舍离此身，又会去向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而不断灭，因此与诸大众都非常踊跃欢喜，得到未曾有过的法喜。经文：阿难即从坐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明我等辈疑？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心慈悲，喜我成垢。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就从座位起立，礼拜佛陀合掌，长跪向佛陀禀白：世尊，如果这个见性之性必定是不生不灭的话，为什么世尊您说我们这些人遗失真性，是以颠倒本末来做事呢？但愿佛陀大发慈悲心，来洗涤我心里的疑惑与尘垢。经文：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道。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道，而我不知谁正谁道。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道，即世间人将何为正？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佛即竖臂，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疑被沾饰。白话解释：这个时候如来就垂下他的金色手臂，以千佛轮的手下指地面，提示阿难说：你现在看到我文印母陀罗手，到底是正还是道呢？阿难回答说：世间一般人都会认为是道的，但是我不知到底何者是正，何者是道的。佛陀对阿难尊者说：假使世间的人认为这是道的，那么世间人将认为怎样是正呢？阿难尊者回答说：如来您将手臂竖立，将兜罗绵手向上指着虚空的话，大家就会说是正的。佛陀又将手臂竖起，向阿难尊者说：假使世人这样说的话，正是大颠倒了，因为手臂只不过是首尾交换而已。世间人可说是加一倍的仰瞻俯视，也就是加一倍的妄生推理而已。经文：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知，汝等之身好性颠倒。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谓颠倒？于是阿难与诸大众邓蒙瞻佛目睛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白话解释：这样你就明白你的身体与一切如来的清净法身正可相比，类似这样去启发明了佛身名为正确普遍的觉知，你们的凡夫身未成道，叫做颠倒自性。依你详细的观察你的身体与佛陀的身体，所谓正道不同的名目，其原因在那里？在什么地方叫做颠倒呢？这时候阿难与大众听了佛语后，都茫然只是瞻视着佛陀，眼睛一动也不动，不明白身心颠倒的原因在那里。居士言：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我说：你心平了否？心直了否？既不平又不直，怎能不持戒不修禅？若心平心直，即已解脱自在，不用持戒修禅。六祖坛经云：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
冉士德，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六祖慧能大师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经文：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愿法，为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如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任物中迷。白话解释：佛陀兴起大慈悲心，哀悯阿难尊者与诸大众，发出像海潮的佛音，普遍的向法会大众说：诸位善男子们，我时常说，色法与心法诸缘，以及心所趋实处，一切所缘的法，都是妙明的心中所现的现象。你的身心都是由妙明真经的妙心里所显现之物，为什么你们竟然会遗失本妙、本源、本明的宝明妙性，而错认悟性真心内的迷妄幻影是自己的身心呢？发海潮音者，海潮音是即时而发，应机而发，如大海的海潮音，不失其时而发之谓。因为众生迷妄法身，只妄认四大所成的渺小之有漏色身，妄认见闻攀缘色身之性，认贼为主，所以如来道驾慈航发起魔所不缘的大慈悲心，引导愚迷众生明心见性，同登涅槃彼岸。祖弘忍大师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大师回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五祖弘忍大师云：汝是岭南人，又是秣辽，若未堪作佛？慧能大师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秣辽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弘忍大师云：无上菩提，须的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质，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经文：慧昧空，空慧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未生，聚缘内摇，去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白话解释：由无明晦暗而成为一的感觉，而成为明顽的空空洞洞，在顽空晦暗内结合惑业的余暗，而成为形色的万象，以此幻色物理生理所来杂的迷情妄想，因此形成无人之色身，积聚能源的气氛，在内心分别推理摇动不休，而去向外境奔驰纵逸不已。大家就错认这里昏昧扰动的妄相，以为是自己的心性。一旦迷惑为我人的自心，就会决定迷惑以为心在无人的身体内面。因此之故，不知内之色身，外至山河、虚空大地，都是妙明的真心里面所现的幻影现象。经文：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气之，为任一浮偶体目为全潮，穷尽盈薄。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未可怜悯者。白话解释：譬如将澄清的百千大海一气，只认海中一点水泡浮偶之体，
当作全部的海潮，以为已经穷尽盈博的大海一样。你们正是迷中加倍之迷人，与我垂手一样，本来并没有正与道之别。如来说，这样迷惑颠倒的人是最可怜悯的人。黄檗禅师云：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为第一。诸学道人若欲得成佛道，一切法总不用学，但学无求无者，无求即心不生，无者即心不灭，不生不灭便是佛也。经文：阿难成佛悲救生会，垂泣插手而白佛言：我虽成佛，如是妙因，悟妙明心，缘所圆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因，现以圆心允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愿佛哀悯，宣示原因，把我一根归无上道。白话解释：阿难尊者承蒙佛陀悲悯的救度与深切的教诲，一时垂下眼泪哭泣，而合掌向佛陀说：我虽然承受佛陀这样微妙法因的教导，了悟妙明的心性，是自己本来圆满常住真心之体，但是我又了悟佛陀现在演说的法因，还是以现前的圆心去用事，这圆心实在是我所瞻仰的，而不能舍弃的。虽然成佛只是而明白有不动的真心，但是不敢认为是本源常住的心地，唯愿佛陀您哀悯我们，宣示圆满的法因，拔除我们疑惑的根本，使令我们证悟归入无上佛道。经文：佛告阿难：汝等上以圆心听法，此法亦愿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为王师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岂为王指？亦不识明之与暗，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魔所了故，汝亦如是。白话解释：佛陀对阿难尊者说，你们还是用妄想缘虑的心在听法，那么所听的佛法也会变成所缘的虚妄沉静，不是正的万法实性。譬如有一人，他用手指示月亮给人看，那位要看月亮的人，应该从所指的方向去看到月亮。如果只看手指以为是月亮，那么这位想要看月亮的人，不但忘失了月亮的本体，同时也忘失了手指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错将手指的标示作明月的缘故。不只是忘失手指的真相，也已经不认识光明与黑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错将手指之体当作月亮的光明体性来看，这样一来，对光明与黑暗二种性质都没有任何的了知。你也是与这件事情一样呢。开悟圣僧云：因言显道，道显浅言，言若不浅，因言障道。经文：若以分别我所说因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而当庭人都摩所去，名为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则摩所去，云何离？身无分别性。白话解释：如果用分别攀缘心听我说法来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此心自然应该离开身因的分别作用以外，还有能分别的心性存在才对。譬如有客寄住在旅馆暂时停留，事后便会离开，终归了不会常住久留。而掌理旅馆的人自然不会离开，所以名叫做旅馆的主人。
自性真心也是同于这个道理一样，假使是你的真心的话，自然不会变动，但是为什么离开声音之外，就找不到能听声音、能分别声音的性能呢？经文：思则起为声分别心，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谛。离诸法缘无分别性，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白话解释：不只听声音是这样，就是分别我的容貌时，离了眼睛所缘的色相，并没有一个能看、能分别的心性存在，乃至没有第六识的分别作用。甚至在不是形色，也不是空无的禅定中，居舍离等外道，愚昧的错认为是明然难知的众生本源真谛，也是离了心意所愿各种法尘，就没有能分别的心性。像你的心性，攀缘沉静就生有，离了所愿沉静就消失，各种心识都随着所愿沉静有所归还而消失，怎能可以作为主人呢？世尊本意是，即生因而生起的分别心，不但是离生无性，就是即缘光色影像时所生起的分别心，同样也是相有则生，相无则灭。离开被分别的光色影像时，也是没有能分别的自性可言。开悟圣僧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静亦如。六祖慧能大师云：无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界定慧。六祖慧能大师云：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唐朝智澄大师云：五蕴幻生，幻合就尽，回去真如，法还不尽。经文：阿难言：若我心性各有所还，还则如来说妙明圆心云何无还？唯垂哀未泯我宣说。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精明圆，此见虽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应谛听。今当是汝魔所还地。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如果我的心性都各随所愿沉静有所归还而消失，那如来所说妙用明净原本圆满的真心，为什么没有归还消失呢？但愿佛陀垂怜哀悯，为我宣说。佛陀对阿难尊者说，比如你现在看见我，你能见的精灵就是第80精明原本的实心，这能见的精灵虽然还不是微妙精纯明净的真心，但是已经像捏眼睛所看见的第二个月亮，而不是水中的月影。你应该专心听，我现在会提示你有关魔所归还的真心境界。攀缘心有所归还如客人，真心魔所归还如旅馆主人。经文：阿难，此大讲堂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明，则复昏暗。互有之，则复见通；强与之间，则复观庸；分别之处，则复见圆。玩虚之中是空性，欲备之相，则于昏沉。沉寂敛分，又观清净。白话解释：阿难呐，这间大讲堂因为有洞开的门窗，所以太阳由东方升空时，就会有光明照耀，
半夜黑暗没有月亮的时候，云雾晦明笼罩，就昏暗无光。窗户空隙之间，就可以看到通达的空间，墙壁与屋宇的阻塞，就可以看见障碍。有了能分别一切环境的思想作用，就会明白各种现象。渺茫虚无里面是一片的空相，昏蒙沉着的镜像，四周就迂回环绕着玉气灰染。晨雾消散了，视线就看到明朗清净。四对八相都是经所对的境界，离开沉静时还有全性之理。大讲堂譬如妙明圆心不动之体，明譬如智慧，暗譬如为无明，通譬如六根通力，赛譬如为心性至爱，差别譬如为善恶，玩虚譬如为无记，预备譬如为昏沉，沉寂譬如为醒觉。预备之相，则于昏沉的气屯聚叫做欲，灰沙飞扬谓之备，相就是镜像，淤就是环绕。意思就是有了玉屯被阳的镜像环绕时，就会看到昏沉的镜像。沉寂敛分，又观清净。雨后天晴叫做沉寂，敛就是收。在两后天晴，所有的尘分析皆收敛时，是晨雾消散，就会看到万里苍苍，一色清净的现象。开悟祖师云：大元宝镜正安台，众生不了攀缘病，由思障必不心开。妄想真如不易居，迷则真。如是妄想，悟则妄想是真如。经文：阿难，汝闲看此诸变化相，无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名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互有，庸还强语，缘还分别，玩虚还空，预备还成，清明还寂，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思类。白话解释：阿难呐，你所看到的这些变化的现象，我现在要使这些不同景象各归还它原本起因的处所。什么是原本起因呢？阿难呐，这些不同的变化，光明的现象，应该归还太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太阳就没有光明，光明起因属于太阳，所以光明应当归还太阳。昏暗归还于没有月亮的黑夜，通达的现象应归还于门窗。壅塞的现象应当归还于墙宇。种种差别成缘的现象，应当归还于意识分别心。明完无可知的虚无归还于虚空，玉气灰染归还于晨雾，澄清明朗归还于雨季天晴。那么世间上所有一切事物，都不出这八种类的范围。开悟圣僧云：诸法圆成，运处界法，如水上泡，幻化无我，自性不着，涅槃现前。开悟圣僧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10香，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开悟圣僧云：诸佛众生本无异相，只愿迷悟，见有差殊，迷时本体不曾失，悟时本体不曾得。迷悟之间本体亦无增灭，究竟觉时，一切皆无言。经文：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
非汝而谁？白话解释：你能看见上面8种景象，这能看见景象的精灵就是净的心性。试问，心性应当归还哪一种景象呢？这是为实呢？如果心性归还属于光明，当昏暗不明的时候，就无法再看见黑暗。但事实并不是如此，虽然看见明暗以及看见其他各种现象各有不同的差别，但是能见能知的自性本能并不会有差别而有所改变。一切可以归还的现象，自然不是你的自性本能。能见能知的本能并没有归还之处。这无害的见性不是你的自性是什么呢？经文则知汝心本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轮于生死中，常被飘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悯。白话解释：由这种道理推证，就会明白你的真心实性本来就具备妙用、光明、清净，是你自己执迷不悟，致使丧失了自性本源，所以自受沉沦于生死的大海里，永恒被漂流沉溺。因此，如来才说你们是最可怜悯的人。法华经云：于此3界火宅，东西驰走，虽遭大苦，不以为患。悟道禅师云：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惧；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经文：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害，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于初禅的无障碍。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眼摩罗果。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我虽然因为有佛的提示而能认这个见性无处可归还，但是如何才能明白我的真心实性呢？佛陀向阿难尊者说，我现在先问你，你现在虽然尚未的清净无漏的果位，但是可以佛的神通力量到初禅的一切得到魔所障碍。而证到天眼通的阿那律尊者能看见整个娑婆世界的一切，就像观看自己手中的眼摩罗果那么清净。阿那律是佛世7王子出家之一，意味无凭，曾经往昔以1碗白饭供养一尊阿罗汉，感召90亿劫生生世世皆为天上为天王，人间为人王果实，是佛陀之堂弟。每当听经时，皆昏沉入睡，被佛呵责，多。何谓睡？螺丝棒哈泪，一睡1000年，不闻佛名字。因此生大惭愧心，从此精进用功，因为7日7夜不曾休眠，致使双目失明。佛慈悲教授乐见照明金刚三昧的正圆通，成就阿罗汉，是佛10大弟子中天眼第一。经文：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为成清净国土，魔所不主，众生动事，不过分寸。白话解释：诸菩萨的法眼能观看到几百几千的佛陀教化之大千世界，若论十方诸佛，就能看到穷尽为成数量的诸佛清净国土，没有任何看不到的。但是凡夫众生所能洞彻看到的地方，不过是分寸的小范围。经文：阿难，且吾与汝观4天王所住宫殿，中间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今我将汝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象？白话解释：阿难呐，
现在我与你观察四大天王所住的宫殿，在那中间周遍浏览观看，虽然有水里、陆地、天空飞行的，虽然有昏暗光明等种种形象，一切无非是眼前所缘的沉静，由妄心分别留存在意识的作用。你应该在这种作用当中分辨出自心与他们。现在我请你在所见当详细的选择，那一种是你的见性本体，那一种是外物景象。人类的分别性能都是在物象上面升起分别。假使能反观自性，能了知能分别者是谁，不再疑惑无人的见经，见经即是佛性，如是用功，佛道自成。开悟圣僧云：终日去来而未曾去来，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笑而未曾笑，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终日住而未曾住。如是正入不二门，诸佛当初亦如是。唐朝永嘉大师云：正实相无人我，刹那灭却阿鼻业，若将妄语狂众生，自招拔舌成沙劫。经文：阿难，即汝见缘，从日月宫事物非汝，至七金山周地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汝。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现在极力使尽你的见性去看，上自太阳、月亮、星辰，这些都是物理景象，不是你的心性。至于看到须尔山寺周围的双池、池轴、丹木、善见、马耳、象鼻、鱼嘴等七众金山，都周遍的详细观看，虽然有各种光明，也都是物象，不是你的自性。渐渐在静观，那些云盛、鸟飞、风吹动而制成阳，以及树木、山川、草菜、人畜，都是物象，不是你的心性自体。经文：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主，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名，成你见性。白话解释：阿难呐，这些远近高低的种种万物性质，虽然各自差别不同，但是同样是你能见的自性清楚所看见。由此可见，一切万物之类，虽然各有差别不同，但是你的见性功能并没有变异不同。这个见精灵妙光明，确实就是你能见的心性。经文：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无。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无不见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白话解释：如果能见的心身是静物，那么你也就可以看见我能见的心性。如果你我同时共同看见一个物象，就名叫做你从那个物象看见我能见的心性。那么当我闭眼不见物象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不能看见我不再见物的心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能见的心性不去见外物，自然不是那些不去见的物象。如果你不能看见我不见外物的心性在实地方，这看不到的无形心性自然不是外物，为什么这不是你的自性呢？经文：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即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非汝而谁？云何自以汝之真性？性汝不真，
取我求实。白话解释：再者，如果能见的心性就是所见的物象，那么你现在看见静物之时，你既然能看见景物，静物也应该能看见你。那么物体与人性纷乱掺杂不可辨别，你与我以及诸世间万物根本就不会有秩序安立可言。阿难呐，如果你看见万物时，是你自己的能见功能所见，不是我所看见的，你能见的本性是周一切，这如果不是你自己的真性，那么是谁呢？为什么你自己疑惑你自己的真性？为什么不敢认此见性，欲以为这不真心，却反来听取我的言说，以求真实呢？开悟圣僧云：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即不得，得亦不真。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余。我与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为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迦兰清心护堂，但瞻言武。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一界，今在世中为满一世。为复此见缩大为小，为当强与加令断绝。我今不知思义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衍。白话解释：阿难请问佛陀说，世尊啊，如果这个见性是我的真心，而不是其余之物的话，当我与如来观察四天王殊胜藏的宫殿，以及观视太阳、月亮的世界，当时这能见的心性周圆遍满整个娑婆世界的南阎浮提国土，等退回归还到支原精舍，就只看见迦兰寺院的范围，等到清心静坐在讲堂户内，就只看见屋檐五廊。世尊啊，这个见性为实会大会小，其体既然本来就是周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住在室里时，心性也就只遍满一个室内的范围，是这能见的心性收缩广大而成狭小呢？还是无人的见性被墙壁屋宇所截断呢？我现在不明白这种意义如何，唯愿佛陀您垂下大慈悲心，为我讲解这种的意义吧。阿难此时尚未了悟物象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而能见之性，实在并没有大小方圆之理。精明的见性，是物来则现，物去则空，是随着物象而显现隐伏，心性并没有掺杂于物象。经文：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疏缩。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谓复定方，谓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元气，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思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谓在？白话解释：佛陀对阿难尊者说，一切世界大小内外，所有种种事业，都属于眼前所缘的沉静外物，不应该说是这能见的心性有舒展与收缩。譬如四方形器具，眼看四方器具便形成方形的空间，我再问你，在这方形器具里所看到的方形之空，这虚空是固定的方形呢？或者是不固定的方形呢？如果是固定方形的，那么另外立圆形器具在方形的空间时，那固定方形的空间就应该不会变成圆形的空间。
如果不是固定方形的，当在方形器具里，就应该没有方形空间的相状。你说不明白这种义理所在，能见的心性时大时小的义理性质，就正这虚空十方十圆一样，怎能会固定相状所在呢？见性本来不变，不会因外境的有留碍而有了疏缩、断续等事，见性乃是随缘不变的，在大见大，在小见小，非尘境所能阻碍。但是凡于妄见，致使认为有大有小错见。世尊以器具譬如沉香，空譬如见性，相有疏缩，但是见性没有疏缩。物相有大小，见性没有大小。器具有长短方圆，见性没有长短方圆。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二种义理，见性在方则方，在圆则圆。若能了解方形之中就是空，圆形中也是空，虽然方圆有差别等相，而空并没有半点差异，如此一来，便能证得随缘不变之法义。经文：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气方，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若如汝问，入世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时汝其晚见其于日面。若筑墙宇能来见家断，川为小豆，宁无蓄意？是亦不然。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你想要使令虚空进入没有方圆的相状，只要除去方圆的器具就成了。虚空体性本来就没有方圆，你不应说，还要除去虚空方圆的相状所在。如果像你所问，人进入室内之时，就会收缩能见的心性使令狭小，那么仰头观看到太阳之时，你是否也拉长你的见性齐到太阳的边缘？如果认为筑墙壁屋宇就能夹断你的见性，那么将墙宇穿开移动时，为什么你能见的自性与空间，并没有截断与连接的痕迹呢？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虚空本来就没有方圆可言，只因器具才有了方圆的形状，好像有方圆的形态。既然除去方圆器具，那么虚空自然会还归于本体。空本入空，魔所障碍，只要王成，则大小现象自然泯灭，自性自然周遍法界。经文：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能含受十方国土。白话解释：一切有灵性的众生，从无始劫以来，都是迷昧了自己的心性自体，都是失去了本心，被外物所转变，是故在万物之中，见大见小，致使有大小的观念。如果自心能转变万物，就是与佛同证清净法身，身心也自然会进入圆满光明，会到寂然不动的境界，在一根维系毫毛尾端，都能普遍摄受十方一切的佛世界。众生之未能了脱，而沉沦六道中之因由，原来就是迷昧了自己的心性自体。既然迷惑真性，就会成为色心之物，终于认自性为物理。色心既然成形，真性当下自会隐秘。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逐境迁移，动被物碍。不但是观小才叫做为物所转，纵然观大也是为物所转。所谓观念上已经有大有小的缘故，自然会认大认小，致使被外物所引诱，
所转变。毕竟前尘是有相生灭的，见性是无相无生灭的。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无人自性不止不被万物所转，又能转变万物，也就是不被万物所迷惑而造业，又能解脱万物的一切缠缚，善能运用万物。无人的真性是遍满法界的内脱身心，外移世界，妙性圆通，六根互用。开悟圣僧云：深入法性，寂灭真境，一念顿脱，彻了自心，豁然贯通，涅槃现前。于一毛端，能含受十方国土，乍看之下，好像不可思议，但觉悟此境之人，并无大小方圆之障碍，丝毫不夸虚。如一面光镜，能现千里之境，境含千里境，境在境中，足足有余，而大小、小大、远近相融，自在无障碍。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今蔽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蔽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使我心令我今见，见性使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悟能见我。唯垂大慈，开发未悟。白话解释：阿难请问佛陀说，世尊，如果这个能见的精灵，一定是我的妙性自体。现在这个本心自性几经显出在我的眼前。假使这个见精一定是我的真心的话，那么我的身心又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我的身心确实有分别的功能，但是见精却没有分别我身的功能。若见性实是我心，令我现在可以看见，那么见性就实在的我，而无身就不是我了。这样一来，岂不是与如来您在前面责难我时所说的外物能看见自我一样了？但愿佛陀您垂大慈悲，开导启发未开悟的我们。经文：佛告阿难：汝今所言，见在汝前是亦非实，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经既有方所，非无指示。白话解释：佛陀向阿难尊者说，你现在所说见经是你的眼前，这是不对的。如果能见的真心确实是在你的面前，你确实看到它，那么这个见经既然有方位所在可见，自然不是不能指示出。开悟圣僧云：譬如虚空，虽以无量珍宝庄严，终不能住；佛性同虚空，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终不得住，无住而住，如是证的无上菩提。开悟祖师云：佛性天真，本自具足，不从造作，不属见次，体自如如，万德圆满，真空妙有，故称为佛。开悟圣僧云：大丈夫之手拨开生死路，其男子双眉皱裂立明观，若穷尽一心顿破无明梦，我法两空，我是谁，谁是我？经文：且今汝作止，驼铃、观灵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你今于我狮子座前，举手指成是种种香，因者是灵，明者是日，爱者是弊，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止者。若蔽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成何者是见？白话解释：现在我与你坐在指陀园林里，普遍的观察树林、河渠以及大殿讲堂。上面看到日月前面对着恒河，你现今在我的狮子座位前面，
可以举手指点种种的现象，阴暗的是树林，光明的是太阳，隔碍的是墙壁，通达的是虚空。如是乃至一草一木，一纤一毫，大小形状虽然不同，但是只要有形相的，没有不可以指点的。如果你说必定你的见经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应该可以用手确实的指出陈说，到底那一个是你的见性呢？开悟圣僧云：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经文：阿难当知，若空是见，即已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即已是见。何者谓物？汝可为系披包万象，悉出精明，净妙见源，只成是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白话解释：阿难呐，你要明白，如果虚空便是你的见经，那么虚空也已经变成见经，那么什么是虚空的自性呢？如果物象是你的见经，那物象既然变为见经，那么什么是物象的自体呢？你既然可以维系的剖开现象，你也可以分析出精纯明净妙用的能见本源，指点出来给我看，就像在指出净物形相一样，明明白白的指出，使我无有疑惑吧。经文：阿难言：我今于此众阁讲堂，远寄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魔事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出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向前剖出经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我现在坐在这栋众阁的讲堂内，远处看到恒河，上面观察日月，可以用手指出，可以放眼看见，可以指出的都是万物的现象，并没有无人的见性。世尊啊，如佛所说，况且我还是一个有烦恼漏失的初学声闻弟子，即使是没有烦恼的菩萨，也不能在万物的物象之前剖解出精灵的见性，但是离开一切物象，也不能说别有见性可知呢。佛陀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经文：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是物之中魔事见者。今复告汝，汝与如来作指陀灵，更观灵碗，乃至日月种种相殊，必无见经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白话解释：佛陀又对阿难尊者说，如你所讲，无人的见经不可能离开一切物象，另外有一个能见的自性存在，你所指出的诸物象当中又没有这个见经。我现在又要问你，你与如来坐在指陀林内观看外面的灵院，乃至上至日月种种的物象，虽然各异，但是必定没有一个见经在里面使你指出。可是你又怎能证明在这些物象当中，那一种不是见经所显现的呢？经文：阿难言：我实见此指陀灵，不知是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数非见，云何见数？若数即见复云何数？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维，是万象中唯系发明无非见者。佛者：如是，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我观指陀灵园的一切物象，
实在不知这些物象里面哪一种类不是我的见经所显现的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树木不是见经所显现的话，为什么能看到树木呢？但是如果树木就是见经的话，又为什么叫做树木呢？其他的物象也是同样的道理。乃至如虚空若不是见经的显现，为什么能看到虚空呢？但是如果虚空就是见经的话，又为什么叫做虚空呢？因此，我又这样想，在这些万象当中，维系研究发明，没有一项不是见经的显现。佛陀听后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开悟圣僧云：清清净净一灵光，沙沙沉沉不复藏，万万千千都是觉，多多少少浮思量，明明白白无生死，去去来来不断常，是是非非如昨梦，真真实实快成当。毗婆尸佛记云：身从无相中受身，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魔所著。经文：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意中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如来知其魂律变异，心生怜悯，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狂不妄，非末迦离四不死搅乱论。汝地思维，无忝哀慕。白话解释：这个时候，未证到无学果位的人，听佛说此语后，都茫然不知这义理的始终，一时惊惶悚惧，失去个人所遵守的准则。释迦如来明白他们的神魂惊变，忧摄不安，因此发起怜悯的心，安慰了阿难尊者以及大众说：诸善男子，无上的法王都是真实之语，是依佛所证，如理而说，是没有狂言妄语，并不是如末迦离不见道等外道所提倡四种不死，那种不顺理的搅论，没主宰的乱意。你们应该详细研究思维，不要辜负我的哀怜与你们的仰慕。末迦离四种不死，搅乱论义，一义变一恒。2. 一生一灭。3. 一有一无。4. 一增一减。第一位有即是无，第二位无即是有，第三位一有即是一无，第四位一无即是一有。都是外道模棱两可之写法，始终没有决定性，是不顺理的搅论，是没有中心主宰的乱意。经文：是时，闻书师利法王子敏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经见色空，是非是义。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闻书师利菩萨怜悯佛陀四众弟子，所以在大众中就由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向佛陀说：世尊啊！这些广大群众不能领悟如来所启发说明的二种义理，形色境物与虚空，就是能见的精灵，或者不是能见的精灵。经文：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相，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魔所主。而今不知是意所归，故有经部，非是仇习，善根清先，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经，原是何物？于其中间，无是非是。白话解释：世尊啊！如果这些前尘万象，不论是物质或者是虚空，假使都是见经的话，应该可以指出才对。
假使不是见经所显现的话，应该看不到这些物象才对。他们现在因为不明白这一理在那里，所以才会怀疑经部。他们虽然是有漏的人，但并不是像如以前那种善根轻薄仙少可比的。但愿如来您大慈大悲心启发，说明这些静物万象与这能见精灵原本是什么东西。在物象心性对待的中间，魔是见精，无非是见精，到底是一回事呢？维摩诘经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经文：佛告文殊及诸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即圆圆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白话解释：佛陀对文殊菩萨以及大众说，十方如来与大菩萨们在自性寂静大定当中，对能见的见精与所见的万缘万象，以及心理作用、声香等事，都看作如空中的幻化花朵一样，本来就没有实质。这个见精以及万缘万象，原来就是与觉性灵妙清净光明的本性同一体性，为什么在这里面将它分为是、分为非是呢？般若经云：一般若故，非即五蕴，非离五蕴，非即众生，非离众生，非即境界，非离境界，非即行解，非离行解，如是等相，不可思议。三世诸佛入不二门，而成正觉。开悟圣僧云：法身体性不牢看，看则住心变作意，作意还同妄想团。所作意住心，取空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盘，并属虚妄。开悟祖师云：善恶不思即无念，无念无死是涅盘。经文：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谓无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魔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白话解释：文殊菩萨，我现在要问你，像你的名字叫做文殊，除了你这个文殊本人之外，更有一个文殊叫做文殊吗？或者不是文殊呢？文殊菩萨回答说：是呀。世尊，我就是文殊，在我分上并没有那个叫做文殊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的，就有两个文殊了。但是我现在在真实的文殊分上，非没有文殊。在真实的文殊体中，实在无从说为是与说为非的二相那。在真实文之体中，实在无从说是以及说非。在真体上面，实在没有是非之相可言。当然也不可说真体全然无人的见精，以及宇宙万物万等，同出一辙，同是一真，并没有二相。这是譬喻一真无是非，真如体中不胜一法，也不少一法，其源同于太虚，无欠无余。经文：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谓色空即与闻见，如第二月，谁为是月？是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魔是月非月。白话解释：佛陀说，这个能见灵妙光明的见精，以及虚空沉静也与你所说一样，本来都是灵妙光明、无上菩提觉性，是清净圆满的真心。
而虚妄心生出形色虚空，以及能闻能见的相分来。譬如有第二个月亮，便有谁是真月，谁又是假月的问题。文殊菩萨那，只有一个月亮，其中间并没真月假月的问题呀。开悟圣僧云：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经文是以汝今关键语成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事。由是真经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白话解释：因此你们现在能观看的见经与沉静接触有任何种种的发展说明，都是名叫妄想。不能在妄想与现象当中提出那个是本体的功能，那个不是本体的功能，都是由于无人的真心精灵妙觉光明的自信，才能令你超出有所指与魔所指的范围，能返迷归真，了知无人的见经与万物万象原是一真之体时，就能超出是非的圈套之外。如果了悟一真法界，则见相二分皆属空中幻花，万色万物与无人的见性是本来一体，无二无别。能返迷归真，了知无人的见经与万物万象原是一真之体时，就能超出是非的圈套之外。如果了悟一真法界，则见相二分皆属空中幻花，万象万物与无人的见性是本来一体，无二无别。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扁、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与先梵志梭毗迦罗所谈明地及头灰等诸外道种说有真我，满十方有何差别？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请问说：世尊啊，如果确实像法王所说，能缘的觉性真心周遍十方世界是湛然清净常住不变体性，是没有生灭的。但是古来的外道，如梭毗迦罗、黄法等人所谈杰出难知的明地，以及涂灰灌体等各种外道的理论，说有一个真我，遍满十方世界，与佛陀您现在所说的有什么差别呢？经文：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思议，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造离一切妄虚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或真实心妙觉明性？白话解释：世尊您曾在楞伽山与大会菩萨们敷陈演说佛道与外道不同之意。那些外道时常讲说宇宙万有是自然的产生存在的，佛法是说因缘所生起的，是不同外道所说的境界。我现在观察这个觉性本心，也是自然存在的，根本就是不生不灭，是远离一切虚妄颠倒，好像不是因缘，好像是与外道所说的自然存在一样，到底如何？愿佛明白指示，使大家不堕入群邪，而能得到真实的心与灵妙觉悟光明的真性。开悟圣僧云：云何识自心？如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无一相是无，有而不可见故。开悟圣僧云：汝之微笑乃佛性作用，行住坐卧不离汝性，搬柴运水不离自性，施为动作皆是汝性之用，称心如意亦是性之用，忧悲苦恼不离汝性，乃至慈悲喜舍亦不离汝性，
毕竟成魔成佛皆是性运行也。经文：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或未自然。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真名有自然体。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塞为自。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白话解释：佛陀向阿难尊者说，我现在已经这样用尽方便之法，真实的义理指示你，你仍然尚未了悟，还是疑惑自性的本体为自然。阿难啊，如果必定是自然的话，自当必须真审辨明有什么自然固定的体性。你现在观察这个灵妙光明的见性内，是以什么作为自然固定的自体呢？此见性是不是以光明作为自然存在之体呢？或者是以黑暗作自然存在的自己体性呢？或是以空虚作为自然存在的自己体性呢？还是以阻塞作为自然存在的自己体性呢？阿难啊，如果认为光明就是自然存在之体性的话，应该不能看见黑暗才对。如果认为虚空就是自然存在之体性的话，应该不能看到障塞才对。这样乃至认为黑暗就是自然之体的话，那么当光明出现时，无人的见性就会断灭，就会失去了自然存在之体性才对。可是为什么又能看见光明呢？如果以黑暗为自然之体的话，自然不随光明之源。当光明来时，黑暗就消灭，无人的见性也应该随着黑暗的消灭而断灭才对。但是为什么当光明来时，仍然能看到光明？既然暗来见暗，明来见明，那么见性明明是随缘的，那里是自然不变之理呢？开悟圣僧云：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魔是无非，无住无不住。经文：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犹未明，咨询如来是意云何因缘性？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如果这个妙明的见性不是自然的话，我现在认为是因缘所生的。但是内心仍然未明白其中道理，请问佛陀您到底是怎样合于因缘的道理呢？经文：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于明暗。白话解释：佛陀回答说，你说能见的心性是由因缘所生，那么我再问你，你现在因为看见外境，能见的心性才会显现在眼前，这个见性是因为光明才有的呢？还是因黑暗才有的呢？或者是因虚空才有的呢？还是因塞爱才有的呢？阿难啊，如果是因为光明才有能见的心性升起，这心性就应该不能看见光明。像这样乃至因空虚或者因为阻塞才有能见的心性升起，也会相同于光明与黑暗一样，
不能看见相反的一种。阿难尊者误认见性是从因缘所生，有所因，有所缘，都是依他而起的性能。如果外境一旦消灭，那么依他之性也随之消失。这个见性与这种依他起性不同，见性是不变之体，不变之体怎会随着外境的生灭而生灭呢？前面是以真如随缘，以破其自然，本处是以真如不变之意，以破其因缘之说。华严经云：法性本寂无诸相，犹如虚空不分别。若能通达诸法性，于有于无心不动。华严经云：真如离妄恒寂静，无生无灭普周遍，诸佛境界亦复然，体性平等不增减。华严经云：法生恒寂静，清净无二相，为化众生故，是现种种形，于诸蕴处界，未曾有所者。经文：复次阿难，此见又复愿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赛有见。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赛，若缘赛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于空赛。白话解释：再说，阿难呐，这能见的心性又是以光明为助缘才能看见呢？或者是黑暗为助缘才能看见呢？或者是以虚空为助缘才能看见呢？或者是以阻塞的助缘才能看见呢？阿难呐，如果的以虚空为助缘才有能见的心性升起，这心性就应该不能看见阻塞的助缘。如果是以阻塞为助缘才有能见的心性升起，这心性就应该不能看见虚空的助缘。像这样乃至以光明或者以黑暗为助缘，也会同于虚空与阻塞一样，不能看见相反的助缘。开悟圣僧云：佛性究竟空寂，无相无色，非长非短，非大非小，非可称计，假名施舍。经文：当知如是经绝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白话解释：所以应当明白这个真经正觉灵妙光明的见性，既不属于因，也不属于缘，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同时也离不开自然。本来就没有非与不非，或者是与不是可分别，见性是远离不切直相，当体就含宇宙一切万法。经文：汝今云何于中错心，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如以手掌搓磨虚空，知意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捉执？白话解释：你现在为何在于真心实性里面错用心思嫉妒，用各种世间细论与名词相撞，而想要分别测夺出真心呢？这就像用手掌搓磨虚空一样，是徒劳而无益。虚空如何能让你直取捉住呢？因缘自然都是世间上的语言，不论是用什么言辞名相，都是分别心。若论无人的见性，是不许一丝毫的妄念所停留，是自在光明亦灵光的。开悟圣僧云：以相取相，都成幻妄；以真求真，转见不清。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意云何？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请问说：世尊啊，如果这样灵妙正觉自性是非因非缘的话，
尊您为什么时常对比丘们讲说，能见的见性作用必须具有4种缘？所谓因于空虚，因于光明，因于心识，因于眼睛，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如果眼前不因空的话，就不能见，不因光明也不能见，不因心识不能分别，不因眼睛助缘不能观看事物。空、明、心、眼4种因缘凑合，方能完成看见的作用。缺少一缘就不能见之功能。世尊本意是说明空、明、心、眼等4种缘可以生实，但是未曾说过4种缘可以生出妙觉明性。若论妙觉明性，是离开空、明、心、眼，实有不变的真体，只不过是假即4缘而显露见经的作用而已。缘来根、尘、识皆是生灭法，缘会则生，缘散则灭。4缘可以生实，而不能生出妙觉明性，因为妙觉明性自有自体，是不及缘生故。开悟圣僧云：此性本来清净，具足万德，但随染尽2缘而有差别。诸圣悟之，一向净用；凡夫迷之，一向染用。轮回涅槃，其体不二。华严经云：法性无作无变异，犹如虚空本清净，诸佛性净亦如是，本性非性理有无。华严经云：了知诸法性寂灭，如鸟飞空无有机，若人欲知佛境界，当尽其意如虚空。经文：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阿难，吾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阿难言：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明之为见。若复无此3种光明，则不能见。白话解释：佛陀向阿难尊者说，我曾经说过世间一切因缘所生的道理，并不是真实性的第一义谛。阿难啊，我再问你，世间上的人都说我能看见，到底怎样才叫做看见？怎样是不见呢？阿难回答说，世人因为有太阳、月亮、灯火的光明，才能看见种种现象，就名叫做看见。如果没有这3种光明，就不能看见。经文：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2相，俱名不见。白话解释：阿难啊，如果没有光明的时候，就名叫做不能看见，就应该不能看见黑暗。如果确定能看见黑暗的话，这只是没有光明而已，怎能说是没有看见呢？阿难啊，如果在黑暗的时候看不见光明，就名叫做不能看见，那么在光明的时候看不见黑暗，还是一样可以名叫做不能看见。在这2种黑暗光明相撞中不能看见相反的一种，都可以名叫做不能看见。经文：若复2相自相邻夺，非汝见性，于中暂无。如是则知2俱明见，云何不见？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塞之时，见非是塞。白话解释：这是光明与黑暗2种现象，互相变更交替，并不是你的见性在其中间暂时消失。
由此可知，无人自性功能对黑暗光明二种现象都可以名叫做看见，怎么说是不见呢？因此阿难啊，你应该明白，看见光明的时候，能见的心性并不就是光明；看见黑暗的时候，能见的心性并不是黑暗；看见虚空的时候，见性也不是虚空；看见阻塞的时候，能见的心性并不就是阻塞。开悟圣僧云：赵州80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来无一事，使之空废草鞋前。经文：四义成就，汝复应之。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游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即何相？汝等声闻狭劣无实，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会你，当善思维。吾的皮带妙菩提录。白话解释：见经不是明暗空塞四缘所有之意，即成就离缘第一义。你更加要明白，无人能见的本性，在发出能见的作用时是眼识妄见，这能见的真心实性并不是妄见的眼识，能见的真心实性尚且远离妄见的分别执着，这妄见的分别心尚且不能证悟到真心，怎能可以细论是因缘所生与自然而有，以及是何相与不是何相呢？你们这些小乘声闻弟子，心智狭小，智慧下劣，无法多见广识，不能通达证悟清净的心性实相。我现在教诲你们，你们应该好好参悟思考，不可有疲劳懈怠的作风，才能迈向修正微妙菩提之道路。清净实相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清净本然，寸丝不挂，一尘不染。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即与自然，诸何相与不知何，心犹未开，而今更闻见见非见，众增迷闷，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决心明净。作是以悲泪顶礼，承受圣旨。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说：世尊，向佛陀世尊您为我们演说无人的见性，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更加不是和与不和的道理，内心尚未开悟。现在又听到佛说，能见的真心了见妄见的眼识四，真心并不是妄见的眼识，心内更加迷闷。愿佛陀大慈大悲施大智慧的眼目，开示我们关于决心明净之法。阿难尊者将话说完后，悲伤流泪，顶礼佛陀，一心承受佛陀的圣法旨要。开悟圣僧云：云何时自心？如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无一相是无，有而不可见故。开悟圣僧云：无形而行，能超彼岸，如不动，动用无穷。经文：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衍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亦多闻，于奢摩他为密观照，心犹未了。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释迦世尊怜悯阿难尊者以及与会大众，将要演说大总持、三昧正定等微妙修行的道理。佛陀向阿难尊者说：你虽然是博闻强记，但是只增加知识而已，对于修禅定奢摩他的维系深密观照的功夫来说，
心内仍然未能明了，你现在要专心一意听闻，我会为你分别详细开示，也可以使后世未来一切有烦恼漏失的人，能获证菩提佛果。开悟圣僧云：无生生者，则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经文：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白话解释：阿难呐，一切众生旋转轮回在世间，都是由二种颠倒分别的妄想执见，当下在该处发生，当下就受所造的业力牵引去轮转生死受果报。什么是二种幻觉妄见呢？第一就是众生个别的业力所形成的妄见，第二就是众生共同业力所形成的妄见。经文：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省，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于意云何？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谓当见色。白话解释：什么叫做个别业力的妄见呢？阿难呐，犹如世间的人眼睛患着内外障的病症，夜间看到灯光时，灯光周围另外现有圆形的影子，圆形影子是五彩色一重一重叠成的，你的意思怎样呢？这夜间的灯明所显现的圆光，是灯火本身的颜色呢？或者是眼病妄见的颜色呢？经文：阿难，此若灯色，则非审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为审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审人，见图影者，名为何等？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何谤观？屏障几言，有圆影出，离见别有应非眼主，云何审人目见圆影？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认为是灯光的形色的话，那么没有眼病的人为什么不能同样看到这种现象？唯有患眼病的人才能看见呢？假使是能见的功能所生的形色的话，那么这个能见的作用就已变成形色了。那么患眼病的人所看到的圆影又叫做什么呢？再说阿难呐，假使这个圆影离开了灯光，仍然单独存在的话，那么应该看到旁边之物，如屏风、帐幕、几桌、筵席等物，都有圆影出现才对。如果圆影离开了能见的作用，还是依然存在的话，应该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但是为什么有眼病的人，他的眼睛又能看见圆影呢？这是比喻根生器界，不是从见而生。如果从见而生，那么此见已经成为根生器界了，那么要以何物去做能见呢？因此要明白根生器界都是从业时变现出来的，非关键性的问题。开悟圣僧云：大道从来不言误，何有实界依证明？只为众生被业系，四圣六凡犹然生。开悟圣僧云：人人有各真面目，须离知解与见闻，扫却情直入真迹，当于言下悟己灵，从此不落凡尘位，正必一吼绝古今。毗舍浮佛记云：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应尽有，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经文：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并未影，影见俱审，见审非并，终不应言，是灯是见，
于是中有非灯非剑。白话解释，因此应当要明白，光色的显现确实在灯火，能见的眼睛有病才会显现圆影，灯影与见病都是因眼病所引起的，如果能见到眼病，就没有什么疾病可言。所以不应该说这种现象是灯光或者是眼睛所见的作用，也不能说这种现象不是灯光或者不是眼睛所见的作用。这种现象不过是病影，全体并没有实在可言，所以不该指此原影，或是灯所生，是剑所生，或者离开灯、离开剑而仍存在，不管是说即或是说离，都是忘情推理想象而已。开悟圣僧云：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经文：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源是行非行，离见非见。此亦如是，目审所成。今欲明谁？是灯是剑？何况分别，非灯非剑。白话解释，譬喻像按捏眼睛看见月亮傍边的第二个月影，既不是原有的本体，也不是凭空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会看到第二个月亮，就是用手捏住眼睛而成的缘故。凡是有知识的人，就不应该说这种捏住眼睛的根本原因所看见的第二月，就是真月之行，或者不是真月之行。更加不能说捏住眼睛的根本原因所看见的第二个月亮，是离开见能，或者不是离开见能的问题。这灯火的原影也是像这样，并眼所看到的幻影，到底想凭谁而说它是灯的作用，或者是剑的作用呢？何况再去分别它不是灯的作用，或者不是剑的作用呢？经文云：何名为同分妄见？阿难，此言菩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3000洲，正中大洲，东西阔量，大国凡有2300。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见或有300-200国，或1或2，至于30、40、50。白话解释：魔是众生的虚妄执见呢？阿难呐，这个南赡部洲，除4洲大海水以外，大约有了3000个岛屿。正中央的大洲东西南北所包括的邦国数量，大国大概有2300个，其余的小洲在诸海洋内有200-300国，有的只有1国，有的2国，乃至有的30国、40国、50国不等的国家。经文：阿难，若复此中有一小洲之有2国，为1国人同感恶缘，则彼小洲当吐众生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2日，见2月，其中乃至晕视配觉会被飞流，覆耳红泥，种种恶香，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在某一个小岛屿内，只有2个国家，其中只有1国的人民共同感受恶业因缘，那么小洲上这个国家当地的众生就会见一切不吉祥的境界，或者同时看见2个太阳，或者同时看见2个月亮，其中乃至恶气绕日月成晕，黑气蔽日月令时，白气环绕日月相配，或者半环绕相绝，彗星陨落，流星横飞，恶气附于日上，黑气附于日傍相耳，呈现彩虹，目现艳泥，各种恶兆凶相，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看见，
另外一个国家的民众看不到，同时也听不到。经文：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何名？阿难，如彼生别业望见主灯光中所现圆影，虽现四境，终彼见者目审所成。审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审者，终无见就。白话解释：阿难呐，我现在为你们就以个别业力的望见与共同业力的望见二种事情，进退反复的合起来说明。阿难呐，像那些众生个别业力的望见，看见灯光所显的圆影，虽然很像眼前的实在镜像，但是终归了使能见的眼睛有病所造成。有眼病就会看到圆影成劳幻相，不是灯色所造成的。能了见眼病的真心实性，始终都无有望见的错疚。开悟圣僧云：无知之众生，不明世间是一面因果路，是生灭不已，总认为世间诸现象皆是自然有，无因无果而有天生，有不觉不知中犯了无知之大过患，致使迷惑、造业、轮回受苦。开悟圣僧云：有信无智常愚痴，有智无信增邪见。经文：例汝今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见与见缘四现前进，缘我觉明见所愿审，觉见即审，本觉明心，觉缘非审。白话解释：譬如你现在以眼睛所看见的山河国土，以及一切众生等，都是由无始以来由心内虚妄执见的毛病所造成。能见与所见所缘的沉静，很像显现在面前的真实境界。这些现境本来就是自性本觉光明所起的见分所缘的相分的病态。如感觉能见时就已经起毛病，但是本觉光明的心能生感觉所缘的本源仍然没有病症。开悟圣僧云：真如觉性，处于烦恼而不减，正涅槃而不增。四大五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生灭，菩提自性无有生灭。经文：觉所觉审，觉非审中，此时见见。云何复名觉闻之见？是知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审，非见审者。彼见真经，性非审者，故不明见。白话解释：本觉能觉所觉的眼病，这个本觉自然不是在眼病的现象里面，这实在就是能见的功能见到了自己本性。为什么还说真心的觉悟名叫做虚妄的觉闻之见呢？因此你现在看见我与你自己，以及一切世间十类的众生，都是眼病妄见的幻影，不是能照见眼病的真心。那能照见眼病的真心，其体性并不是眼病的妄见，所以不能名叫做妄识妄见。经文：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并目人，同彼一个，彼见缘影，审妄所生。此众同分所见不详，同见业中障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生。白话解释：阿难呐，像那个国家的众生，共同业力所形成的幻有妄见，比例相同于一人个别业力的妄见。一位眼病的人的个别病态，与那一个人共有病态都是一样。个人所见的圆光影像，是眼病所形成的。全国之人共同看见的灾异不祥景象，都是共同业力的恶缘所发生的。
都是无始以来的妄见所生起。经文：立阎浮提3000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谨记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妄生，和妄死。白话解释：譬如这个阎浮提上的3000洲，兼须弥山四面的四大海洋，甚至整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世界诸有漏的国家与诸类众生，都是无人的灵觉光明无漏微妙的心，一念妄动转为见闻觉知，而起虚妄病态，源自缘他，互相和而妄生，相互和而妄死。经文：若能远离诸和缘及不和，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性。白话解释：如果能远离一切互相和的因缘，以及不和的因缘，就能灭除一切生死的本因，而能回归到圆满的正觉菩提，不生不灭的自性本体，得入清净的本心，自性常住的本位。中观论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则入涅盘果。阿含经云：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古德云：夫也空，妻也空，大限来时各西东，母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人生好似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古德诗人云：朝看花开满树红，目观花落树已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异同。开悟圣僧云：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刹七宝塔，宝塔毕竟化未成，一念静心成正觉。经文：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犹未明，如是觉缘，非和生，即不和。白话解释：阿难呐，汝虽然先悟到本觉微妙光明的自性，既不属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体性，但是你仍然未明白这个本觉根源，不是自然界和所生，也不是不和的。开悟圣僧云：众生有生死，就像见到虚空中之花非幻影，不知空花刻成如幻。若悟的本自既然，妙觉性体当下涅盘，圆满普照，如不动。经文：阿难，吾今复以前诚问汝，汝今有以一切世间妄想和诸因缘性而自疑惑，正菩提心何起者？白话解释：阿难呐，我现在在用眼前沉静来问你，你现在还是用一切世间的虚妄思想分别，以为无人自性本体是和的诸因缘性，所以自以猜疑迷惑，以为正悟菩提觉心是与自然界的现象和而生起的。经文：则汝今者妙境见经谓与明和，谓与暗合，谓与通合，谓与赛合。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何形象？白话解释：你现在灵妙清净的见经，究竟是与光明和呢，或者与黑暗和呢？还是与通达和呢？或者与阻塞和呢？如果与光明和的话，就请你观看光明的现象。当光明显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其间何处掺杂你能见的自性呢？如果见性有形相可以辨别的话，掺杂以后又变成什么形相呢？经文：
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何明？若明圆满，不合见何？见必亦明，杂则失彼性名名字，杂失名性，何名非义？彼岸语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白话解释：如果光明不是能见的心，怎么看见光明呢？如果光明就是能见的心，怎能会能见看见自己的能见呢？如果能见的心性确实圆满无缺，就不需要与光明和合；如果光明相圆满无缺，也不需要能见的心性参合。能见的心性与光明相的名字体性必定不同，二种一旦混合，必定变成另外新的相状，而失去那能见的心性与光明相的原本名字，参杂相合，也必失去光明相与能见心性的体性，所以心性参合光明是不合义理的。其他如黑暗通达以及那些阻塞，都是同样的道理。经文复次阿难，又汝今者妙境见经谓与明合，谓与暗合，谓与通合，谓与塞合。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白话解释：其次阿难呐，又你现在灵妙清净的见经，究竟是与光明和合呢？还是与黑暗和合呢？或者是与通达和合呢？还是与阻塞和合呢？如果认为是与光明和合的话，到了黑暗的时候，光明的现象已经消灭，那么无人的见性字就不能再与黑暗和合，怎么再见到黑暗呢？假使看见黑暗的时候，不与黑暗和合，仍然与光明和合的话，就不算是看见光明。既然不是看见光明，为什么与光明和合时了知光明而不是黑暗呢？其他如黑暗、通达以及阻塞等事，都是同样的道理。开悟圣僧云：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来去相，贬十方界，无一为承许，不是自家宝藏，如是习一体三宝常现前。开悟圣僧云：心本觉成何用喜，身中无病祈求医，欲知是佛非身处，明见高悬未照时。开悟圣僧云：未曾死，何用论生？本是无生，今亦无死，当生即是无生，当死即是无死，非离生法说有无生，何以故？生死不二也。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为此妙觉源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说：世尊，照我的思考，这个灵妙正觉的本源与所缘的沉静，以及实心妄念的分别思虑，不能和合的吧？见分相分皆不离自正分，果了物非即、非离、非一、非异等四义，就能了万法实在不出一心，一心能藏万法。合非和合只不过是依他起的分别而生起虚妄的现象。六祖坛经云：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盘，亦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得，去来自由，无智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经文：佛言：汝今又言，言绝非和合。吾复问汝：此妙见今非和合者，谓非明和，谓非暗合，谓非通合，谓非赛合。白话解释：佛陀回答说，你现在又说无人自性本体与自然界的现象不相和合。我再问你，所谓这个灵妙的见经，不与前尘外境和合，到底是不与光明相合呢？或者是不与黑暗相合呢？还是不与通达相合呢？或者是不与阻塞相合呢？经文：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判。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谓判？阿难，若明记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判云何成？彼岸与通，及诸群赛，亦复如是。白话解释：如果见经不与明合的话，那么无人能见的自性与光明，必定有自己的边际界判。你详细的观察，到底什么处所是光明呢？什么处所是能见的心性呢？当见茜与光明接触的时候，两者之间什么地方是两种边际的界判呢？阿难啊，如果光明的边际里必定无有见经的话，那么光明与心性不相连接，自然不能明白光明相状的所在，所谓界判怎能成立呢？其他如黑暗以及通达、阻塞等，都是同样的道理。经文：又妙见经非和合者，谓非明和，谓非暗合，谓非通合，谓非赛合。若非明和，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处，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真明和非合理？彼岸与通，及群赛，亦复如是。白话解释：又无人灵妙的见经，所谓不与前应外境和合，到底是不与光明和合呢？或者是不与黑暗相合？或者不与通达相合？还是不与阻塞相合呢？假使不与光明相合的话，那么能见的见经与光明的现象就会互相违背，各不相干。像耳朵与光明根本就不相处合一一样。能见的见性当且不知光明现象在那里，怎么可以辨别明白合与不合的道理呢？其他如黑暗、通达以及阻塞等，也会像这样不合理。六祖坛经云：迷心外见，修行密佛，为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不能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自性自解脱。开悟圣僧云：一念未生前，本来真面目，即此心之头，观心即观佛。开悟祖师云：本来无佛可念，无禅可参，只要诸执断尽，人法俱空，赤颗颗，光烁落，寸丝不挂，皆不可得，连不可得亦不可得，此即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直见本体，了魔于地。开悟圣僧云：如今作气，气气皆金，似火分灯，灯灯是火。经文：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谓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12处至18界，因缘和合处妄有生，因缘别离，
触妄明灭。白话解释：阿难呐，你还是不明白一切虚浮不实的沉静，诸幻化的现象，随时随地出现，也随时随地灭尽。这种幻化虚妄的现象，形成自然界的种种相，这种幻象之性，它所依的体性真正是灵妙光明的心体。像这样乃至五音、六入、12处、18界，这一切都是由因缘和虚妄生起而有存在，等因缘分别离散，虚妄名相也就消灭。大智度论云：若法因缘生，是法性实空；若此法不空，不从因缘有。五音、色、受、想、行、识；六入：眼、耳、鼻、舌、身、意。12处：眼、耳、鼻、舌、身、意与色、声、香、味、触、法。18界：六根、六尘、六识。五音、六入、12处、18界，都是灵妙正觉光明本体所现之相。经文：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终求于去来，迷悟生生死了魔所得。白话解释：实在不知生灭去来的作用，都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常住灵妙光明，不动周遍圆满，妙真如性的显现变化的。假使在自性真常里，想要探求有什么去来迷悟生死各种变化，终了还是找不到的。开悟圣僧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住虚空，自然不照而照，岂不是省力气？到此之时，无期薄处，即是行诸佛路。经文：阿难，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回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于虚空别见狂华，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应当知，亦复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呐，为何五音就是本来如来藏性妙真如性的功能呢？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用清净的眼睛去观看明朗的天空，自然唯一晴空一片，渺无一物。这个人无缘无故不动眼睛向空中瞪视，瞪一久，眼神经便会变成疲劳，便会在虚空中别见狂乱的幻影光华，又会看到其他一切狂乱不平常的景象。你要明白，色因虚妄的情形也与这种空华一样。五音之相虽然虚妄，但是其性却是本真，如来藏是真心随缘之用，不变而常随缘，随缘而常不变，故曰如来藏。藏是含藏之意，是说明五音的一法皆在藏性里面。如来藏一体具足万法，万法不离一体，一真一切真，五音皆真，一如一切如，五音皆如，全相皆性，故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切众生与一切诸法皆有缘起，不出如来藏性，迷时则有生死去来，悟时则不动妙真如性。经文：阿难，是诸空华非从空来，非从目来。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白话解释：阿难呐，这些空华幻影不是从虚空中来的，也不是从眼睛出来的。阿难呐，如果是从虚空来的话，
既然从虚空来的，也应该还入虚空里。但是虚空如果有内外可出入，就不能成为虚无空洞的虚空了。虚空如果有内外实体不是虚空的，自然不能再融入那些狂华幻影在里面升起与消灭。正像阿难你的身体不能再融入一个阿难一样。开悟祖师云：千经万论，皆是令人离于身心，迫于执着，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只归真空本体。开悟圣僧云：舍本外求远家乡，狂心歇处见娘面，菩提涅盘非外求，回光返照法王现。经文：若目出者，即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华性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去即华空炫何见眼？若无见者，出即亦空炫当意。又见华实目应无一眼，云何晴空号清明眼？是故当知，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白话解释：如果狂华是从眼睛而出来的话，既然从眼睛而出来的，当然也应该还入眼睛才对。这个狂华既然从眼睛而出来的，那么自己当然可以看见。那么自己当然可以看见光华的出处。如果光华有见物的功能，在光华出去时，眼睛之内会归于空境，旋转回归时应当能看见自己的眼睛。如果光华是不能见物的话，光华出去时就会遮蔽虚空，转回来时也应该会遮蔽无人的眼睛。再说，看见光华时，眼睛应该没受到遮蔽，为什么需要晴朗的虚空才能现在清明的眼睛呢？因此之故，应该要明白，色因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本来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是教人了悟性真之理。虽然色因之法，观其相识，知其原妄，若观察它的性时，就发觉为原真。不管是生或者是灭，都不离当处，也不离自心，就像狂华不离虚空一样，华体即为空体。本非因缘，就是说明色因的原性是由如来藏性常住不动、体恒不变而生的缘故。如来性藏妙明周圆，用恒随缘，故说非自然性。经文：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厌安，百骸吊饰，忽如妄生，性无为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于二手中妄生色华、冷热诸相，受应当知。亦复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四肢脚手俨然安静舒服，全身百筋骨调和顺势，忽然忘记身体的存在，此时心性没有违逆与顺势的感受。此人无故用二只手掌在虚空里互相摩擦，因此二只手掌中间产生幻妄色华、冷热的感觉，人生一切感受的因机也正像这样。经文：阿难，是诸幻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应虚空选择来处。白话解释：阿难呐，这此幻妄感受现象，不是由虚空而来，也不是从手掌而出。阿难呐，如果是从虚空出来的，既然能使手掌有所带触，为什么不使身体的其化分同时有所感觉呢？不应该说虚空有意选择手掌来感触呢。经文：
若从长出应非呆合，又长出故合，则长之，离则触入，必万骨髓应亦觉之入实踪迹。必有觉心之出之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时何之要名为处？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白话解释：如果是由手掌所出的话，应该不需要靠手摩擦就已感触才对。既然是由手掌出来，二掌相合摩擦手掌就有感受，那么二掌相离之时，冷热的感触应该就归入手里才是。同时手臂、手腕、筋骨、脑髓等也应该会感觉冷热归入实踪迹所在。如果确实必定心有感觉了知它从手掌出，从手掌入，为什么还要等待二掌相合摩擦才会了知呢？才名叫做感触呢？因此之故，你要明白，一切感受的因机都是真心里面虚妄不实的感觉，本来就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受因从其相来说，属虚妄；从其性观之，受因本来就是妙觉光明的体性，是随缘发现，其性本非生灭之法，亦非自然界的性能。开悟圣僧云：名与无名，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开悟祖师云：悟生死性者，生死是涅槃；迷涅槃性者，涅槃是生死。开悟圣僧云：做佛用佛性，做贼用是贼性，做众生用是众生性，性无形相，随用立名。经文：阿难，譬如有人谈说做梅，口中水出，斯踏悬崖，足心酸涩，想应当知，亦复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人谈说到酸梅，他的口中便会流出嘴涎，想到脚踏悬崖的时候，他的脚底心就会感觉酸软味涩。一切想因虚妄之事，也与这种道理一样。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开悟圣僧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深，风停波上涌，理现念犹轻。经文：阿难，如是作说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眉生者，眉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呆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踏悬崖，与说相类。是故当知，想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白话解释：阿难呐，像这种酸作之说所引起而流口水，既然不是从酸梅所出生，也不是从口入而出。阿难呐，如果酸梅生出的话，酸梅应该自己会说酸，何必等待人谈呢？假使认为口水是从口入而出的话，自然应该是有理听到，何必等待耳朵听后才会流口水呢？如果只有耳朵听闻到，这口水为什么不从耳朵流出来呢？想到脚踏悬崖就觉得脚底心酸软，就与酸梅而流出口水相类似。因此之故，你应当要明白，想因都是真心里面虚幻不实的妄想，本来就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经文：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行应当知，亦复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呐，
譬如一股暴流的洪水，波浪互相连续，前浪与后浪不会互相超越混乱，形因虚妄的现象也是像这样的牵流不断啊。众生自无始以来，常劫轮回，牵流不息，都是受形因所驱使。念念相续不断，刹那无常，念念牵线，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没有休息。是故大圣世尊将形因比喻如暴流一样，生灭未曾间断故。经文：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逆。白话解释：阿难啊，这暴流的性能不是由虚空产生，也不是因为水而有，更加不是水性一定要流，但是也不是离开虚空与水而有。像这样阿难啊，假使水流从空而产生的话，那么十方无尽的虚空里都成为无尽的流水，所有世界自然都受到沉沦淹溺。空是譬喻真如，水是譬喻藏识。第80，暴流譬喻行因。行因虽然不是真如与藏识，但是也不是离开真如与藏识。开悟圣僧云：饱满3000即大千，福缘应不离人天。若知福德缘无性，买的风光不用钱。开悟祖师云：3000七宝虽多，用尽还归生灭。4句经文虽少，悟之直云菩提。开悟祖师云：佛者令人觉，法者令人悟。若不觉不悟，密外佛取外法，即非佛法也。开悟圣僧云：菩萨安住于佛法，心处万境都无染着，亦不舍离万境，不即不离，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心净空寂，清净无畏，佛自现前。经文：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成清实，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白话解释：如果认为暴流是因水自身所具有的话，那么这暴流其自性不是原来能产生的水，暴流应该离水之外，另有处所，另有相状，现在应该个别现于眼前才对。如果认为暴流就是水性的话，那么当水澄清静止不急流之时，就应该不是水的体性了。如果认为暴流是离开虚空与水而独存，但是虚空没有内外，离水以外也不会有暴流。因此之故，应当要明白，行因都是真心里面虚妄不实的幻用，本来就不是实在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这是譬喻行因若因业识而的话，这个行因之性与业识之性应有不同，亦应另有分别的相状。若即水性，则成清实，应非水体。这是譬喻行因并不是业识，行因如果是业识，那么为什么80不动时，虚妄的行因就失去所依，而不生起作用呢？因此行因并不是藏识。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这是譬喻行因虽然是虚妄，不离开80，但无明风若不动时，那么行因并没有可依，此时性海中的水便不兴起，性海自澄清。虚空不生，那么真如就寂静，
所以行因也不离如来藏识而别有其事，此乃明显与事实。世界众生从无始劫来，会受种种生死生灭的痛苦，都是受行因所驱使。众生在迷时，就像大海起波而妄动，就是虚妄的行因作怪；在悟时，就像海波静止，是为不变的真如体中所发出的代用。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取瓶加瓶，塞其两孔，梦中晴空，千里远行，用享他国。时应当知，亦复如是。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拿一个瓶加妙音鸟的瓶子，塞住瓶子的两个孔口，瓶内装满虚空，用手擎拿着，外出远行千里，要用瓶里的虚空去赠送其他国家的人。实因虚妄之事，也与这种道理一样。这是欲显实因，就是如来藏性之理。以瓶外之空譬喻藏性，瓶内之空譬喻为实因，而空性本来并无二样，只因迷执而成为二。性觉真空，本来周扁法界，迷而为心，迷惑为身内，因此被牵流不息，随妄业牵制，狂入六道，妄生妄死。如果能了悟实因缘是为心的种种妄境，觉知了不可得，就会恢复本来面目，成就正觉佛性。经文：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记住空去，于本瓶的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道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实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白话解释：阿难呐，瓶子里的虚空，不是从那边的空间带来，也不是从这个处所的空间装入。像这样，阿难呐，如果是从原来的地方带来，那么这个瓶里既然装了虚空，这个瓶子原本的地方应该会缺少了一瓶的虚空。假使是由这个地方的空间装入的话，打开孔口到瓶子时，应该看见虚空出来。因此之故，应该要明白，实因乃是虚妄，本来就不是实在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真实体性。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实性本来周，本无去来，何有出入之理？只因随缘而有了一称。再因为有赖耶一熟之名，在果地上有无垢眼魔之号，但是其性是同出一辙。若彼方来，则本瓶中记住空去，于本瓶的应少虚空，这是譬喻湛然不动的精明本体，虽然分占他方，但是本来湛明之体，实在没有丝毫的欠少。若此方入，开孔道瓶，应见空出，这是譬喻众生往还于六道，被业行牵着神识而走，出入六道不觉不知，神识出入都是虚生妄死，而原明精湛之体，乃一点点也没有损伤。实因虚妄，实因和妄生，和妄死，生死去来，都是虚妄不实，其性乃是真如。实因本非因，实因虽然流溢奔色奔生，但其性体是一精明不动之体，实在不与外境之声色俱生灭，其性实觉明，不借因缘，不随因缘而生灭也。实因非自然性，实因虽然有不变之体，也有圆照法界之作用，更能识别外境之功能，在了别外境中为物所转，故曰非自然性。开悟圣僧云：反本还原变道家，
亦无玄妙可称夸。不生不灭法王现，堪然一片真如性。清净法身如虚空，迷失皆因一念刹。法语法身昼夜无得失，身在海中修密水，日行山岭莫寻山，头上安头转增迷。万法都由心想成，如心化物，物成形。六凡四圣皆心化，诸佛当初也众生。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楞严经第3卷。1. 开悟圣僧云：六根门头一真人，朝朝暮暮伴随君，可惜诸君不相识，害得永劫受苦轮。2. 楞严经第3卷大义，释迦世尊不但破斥五阴是虚妄，同时也说明六入、12处、18界以及7大等，皆是假有幻化之相。所谓生理、物理、心理、宇宙天地万物万象、时间、空间等，同样都是虚妄暂有的假体，当体即空，原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变现。如来说法至此，不但阿难尊者因此而开悟，同时楞严会上的大众也都个个明白真心满十方的真理。尤其是阿难尊者，他感动的当场赞叹感谢佛陀的恩惠，发起成愿再来的大愿。3. 经文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4. 白话解释其次阿难为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等6种攀缘入处的作用，就是本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呢？5. 六入就是六根，六入之入有2种意义，一为能入，是能入成取境之意。第二位所入，未成所入之处，亦可称为六处。6. 真如是统摄万法，唯是一心，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六入仍然是妙真如性，也是本如来藏性。7. 经文阿难即比目金，邓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于明暗2种妄尘，发见居中，悉此成相，名为见性。此见离比明暗2尘，毕竟无体。8. 白话解释：无人的眼睛瞪视虚空一久，就会发生疲劳，就会看到空中的狂华。这个眼睛与疲劳所见幻相，这2种都是菩提自性所发出的变态。因为在明暗2种妄尘而引发能见的眼识居于眼根器官中，攀缘吸收这些色尘影像，名叫做能见的性能。这能见的眼识离开光明与黑暗2种虚妄尘相的话，毕竟是没有自己实在的体性。9. 经文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经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前主成相，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观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0. 白话解释：因此，阿难，你应该要明白，这个能见的眼识，不是从光明与黑暗而来，也不是从眼根生出来，也不是从虚空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眼识是从光明出来，当黑暗的时候，眼识就会随着光明而消灭，应该不能看见黑暗。如果眼识是从黑暗出来，
当光明的时候，眼识就会随着黑暗而消灭，应该不能看见光明才对。如果是从眼根生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光明与黑暗二种成像时，是不能发生看见的作用。可见这个能见的精灵本来就没有自性，必依外成而起的。如果能见的眼识是从虚空生出来，向前能看见色成万象，归返回来，应当能看见眼根。再说，如果是由虚空而生的话，那么虚空自己在看物，与你的眼识攀缘出入有何相关呢？因此之故，能见的眼识出入是真心里面虚妄不实的幻用，本来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11. 开悟圣僧云：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受，未曾生未曾减，未曾有未曾无，未曾会未曾尽，未曾宣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缘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知识解，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景物会，不可以功用道。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盘性。12. 开悟圣僧云：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来去相，十方界无一为承许，不是自家财宝，如是自心一体三宝常现前。13. 开悟圣僧云：直相心着魔，离相心自在，一切平等观，无取亦无舍。14. 开悟圣僧云：圣者解脱境界，不着三界，不离三界。15. 经文：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击塞其耳，耳根牢固，头中作声，尖耳语劳，同是菩提，顿发劳香，因于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悉此成相，名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16. 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人用两只手指头很快地塞住他的两个耳孔，耳朵塞久了就会发生疲劳，所以头脑里面就会有发出嗡嗡的声音。耳朵与疲劳的作用都是正觉自性内更久所发的疲劳现象。因为有了震动有声与无声寂静二种虚妄生成，引发能听闻的耳识居于耳根器官内，吸收这些生成震动现象，名叫做听闻的性能。这个听闻的耳识如果离开动与静二种现象的话，毕竟是没有自己真正的体性了。17. 经文：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于根来，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于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又空自闻，何观入？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8. 白话解释：因此，阿难呐，你要明白，这个能听闻的耳识，不是从动静的声音而来的，也不是由耳朵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虚空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能听的耳识是从无声的静静而来的话，当听到有声的动静时，闻性应该会消灭，应该不能听到有声的动静。如果能听的耳识是从震动的声音产生出来的，当寂静的时候，
耳石就会随着震动的声音消灭，因该耳朵不能感觉无声的静静。19. 如果是从耳朵产生出来，必定不需要动静二种境界，能听闻作用。因此，就能明白能听闻的体性，本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如果耳石是从虚空产生出来，虚空既然有听闻的性能作用，就不能算是虚空。再说，虚空自己会产生听闻，与你的耳石出入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要明白，耳石攀缘出入是真心内虚妄不实的幻用，本来就不是由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20. 开悟圣僧云：一念净，佛界缘起；一念染，九界生因。凡动一念，即是十界种子。21. 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即触其鼻，触久成劳，则于鼻中闻有冷处，因处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香，因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其中，悉此成相，名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22. 白话解释：阿难那，譬如有一人用力紧缩他的鼻孔，鼻子缩久会发生疲劳，就会在鼻孔内嗅闻到清凉的感触，因为有这种冷处，便会分别出通塞虚实，像这样乃至嗅知各种香臭气味。这鼻子与疲劳作用，都是菩提觉性顿久所发出的劳相。因为有通塞二种现象，无人的嗅觉作用发生在这里面，吸取这种通塞的现象，名叫做嗅觉的性能。这能嗅闻的鼻识，如果离开畅通与阻塞二种现象的话，毕竟是没有一个能嗅的自体。23. 开悟圣僧，世人闻到诸佛皆传心法，将为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密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如是历千万劫中无的日，不如与空相应，当下无心，便是本法。24. 开悟圣僧云：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曾青不曾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内非外，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即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夺，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25. 开悟圣僧云：真如本心，生而不生，灭而不灭，当知有生有灭落于有，不生不灭落于无，都是如来方便对治之妙说。26. 经文：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处？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机，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27. 白话解释：应当要明白，这个能嗅闻的鼻识，不是从通塞产生出来，也不是从鼻根而出来，更加不是从虚空所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能嗅闻的鼻识是从通畅产生出来的话，
那么当鼻子塞住的时候，嗅闻的鼻识就会随着消灭，怎能会感受阻塞呢？如果鼻识是因为鼻息阻塞而有的话，那么当畅通的时候，就不会有能嗅闻的鼻识，为什么还会了解香臭等感触呢？如果鼻识是从鼻根产生出来的，但是在没有通塞二境时，是不能发生嗅闻的作用。照这样就可明白鼻子能嗅的机能本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如果鼻识是从虚空产生出来，这个虚空的嗅觉应当可以回转嗅到你的鼻子，而且虚空自有嗅觉的作用，与你鼻识攀缘出入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之故，应该要明白，鼻识攀缘出入是真心内虚妄不实的幻用，本来不属于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28. 鼻子内外感受的鼻入，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缘生缘灭，生无处所，灭无去处。虽然如是，其性仍然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属因缘所生，也非自然性，本来没有名言。若执着嗅闻之性，是从香臭二尘所生，就堕入因缘；若执为从能嗅的鼻根所生，就堕于自然。其实嗅觉性能本来就没有离开真如之体，因为执着为因缘与自然的二边，所以才会落于能所对立。29. 经文：阿难，譬如有人以舌是吻，熟是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唯有甜处，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但性常在。坚舌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居中，悉此尘相，名之谓性，此之谓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30. 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用舌试自己的嘴唇，久熟而是使疲劳现象。此人身体如果有病，就会感觉所试是苦味；如果身体健康无病，舌头就会稍微有甜味的感觉。因为甜味与苦味的不同，才会显出舌头的感觉作用。舌头不动的时候，那种不甜不苦的淡味就会常在。须知口舌与味道的作用，都使正觉自性所发生变态。因为甜苦与淡二种虚妄的成相，引发出能知味的舌识居于舌根内，吸收这些甜苦等味成镜相，名叫做能了知味觉的性能。这知味的性能，如果离开甜苦与淡二种妄尘的话，毕竟是没有自体可言。31. 开悟圣僧云：观诸法缘起，离却一切细论颠倒，悟入诸法缘起即灭性，这便是中道妙观，就是道地中心。32. 阿含经云：有因有缘世间集，无因无缘世间灭。33. 经文：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知灭，云何知淡？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即与苦尘，思之谓根，本无自性。若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34. 白话解释：
因此，阿难呐，你应当要明白，这能尝知甜苦淡等味的知觉作用，不是由甜苦产生出来，也不是由淡味而有，不是从舌头而出，更加不是从虚空所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舌头尝味的舌识是从甜苦而来的话，在尝到淡味的时候，舌识的知觉就会消灭，怎能还可以了知是淡味呢？假使舌识是从淡味产生的话，当尝到甜味的时候，舌识知觉就会消灭，怎能明白是甜苦二种现象呢？如果舌识是从舌根产生出来的话，如果没有甜淡苦等味成现象时，是不能发生感觉的作用。因此要明白，肠胃舌根舌识本来就没有自性。如果舌识是从虚空产生出来的话，是虚空自己尝知滋味，不是你的口舌尝知。又既然是虚空自己尝知，与你舌识攀缘出入有时关系呢？因此之故，应当要明白，舌识分别攀缘出入本是真心内虚妄不实的幻用，本来不属于因缘，也不属自然界的性能。35. 六入之舌入其境界现象，虽然是虚妄幻化，可是舌入之性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在真如妙性当中，本来并没有能所，是随缘而参杂各种因缘法，实在也不离自心实体。36. 开悟圣僧云：菩萨行者，从缘起之生灭中彻见寂灭性，体证一切法无差别相，从毕竟空寂之观点看一切，三法应即是一时相应。37. 诸佛正法三大原则：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槃寂静。38. 三法应是依缘起之生灭与寂灭而说，法应有三，生灭与不生灭却只有二义。若能彻悟缘起法相之空寂，即与诸佛同一鼻孔出气。39. 维摩诘经云：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的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的一切至宝。40. 经文：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是多热者从冷，若热功甚，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处，显于离之。摄事若成，因于劳处。坚身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成，发觉居中，悉此成相，名之觉性。此之觉体，离彼离合，为顺二成，毕竟无体。41. 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用一只冷手去接触另外一只热手，如果冷手温度过低，热手就会随冷手而下降温度。假使热手的温度高，冷手的温度就会随热手而升高温度。如是这样两手相合，而觉知冷热的感触，显于两手相离时，也有知觉的作用。冷热互相交流，如果成就，时间一久，就会发生感触的疲劳现象。须知身体与感触疲劳的现象，都是正觉菩提心中更久所发生的劳相。由分开与接触二种妄成，引发触觉生实居在身体内，吸收触知这些所缘的成相，名之为知觉的性能。这个知觉的体性，如果离开分开与接触二种或为或顺的感觉作用的话，毕竟是无有自体可言。42.
经文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为顺来，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何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为顺二相亦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为顺四相，则汝生之原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是故当知，深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43白话解释，因此阿难呐，你应该要明白，这个知觉生实的作用，不是由离开与接触来，也不是从违背与随顺才有，不从身体而出，更加不是由虚空而产生。为什么呢？假使是从接触而产生出的话，当相离不处之时就已经消灭，怎能还可以感觉明白相离呢？违逆心意与顺合心意二作用，也与这种道理一样。如果身体的生实是从生根所产生出来的，必定没有相离、相合、违逆顺意等四种所缘的成相就能单独产生，但是事实不然。因此就明白你触觉生实的料知，原来就没有独立的体性。假使是虚空所产生的话，虚空自会有知觉，与你的触觉生实攀缘出入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应当要明白，触觉生实攀缘出入是真心内虚妄不实的幻用，至于其性，就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44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悟，懒沉思意，失意未忘，是其颠倒，生住意灭，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意之根。坚毅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知居中，悉撮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的名觉之性。此觉之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45白话解释，阿难呐，譬如有一个人劳苦疲倦时就要睡眠，睡饱了就会觉醒。看过的事就会记忆，失去了记忆明知忘记，这就是人生的颠倒之相，是生住意灭的人生过程。人类吸收这种习惯，而存留在于心内，不相超越而有次序一般的潜伏着，大家称之为意识知觉作用。须知意识与知觉作用的疲劳现象，都是正觉菩提心中更久而发生的劳相。因为在于生灭二种妄尘当中，内即能知的意识居于心内，吸收撮及心里的万法影相成劳。见闻等功用如果想回转而逆流，也愿不到一根之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知觉的性能。这个知觉的性能，如果离开睡眠、清醒以及生灭等作用的话，毕竟是没有自体可言。46无人知觉性能的溢入，如果离开清醒、睡眠以及生灭等相对的作用时，毕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体。47开悟圣僧云，佛是大幻师，转大法轮，成大幻涅盘，转换生灭的不生不灭，转河沙秽土，成清净法界。48开悟圣僧云，性本清净，不待修成，有修有证，即同增上慢人，真空无质，应用无穷。49华严经云，菩萨忍受一切恶果，对众生心平等而不动摇，
如大地。50. 无论有人非议或者褒奖，能忍受他人毁誉褒贬所影响，而默然地完成自己该做之事，是名充满自信之人，是八风吃不动之人，必可成大器士也。51. 中观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52. 经文：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谓昧？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生开合，离思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华，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之，何关汝入？是故当知，亦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53. 白话解释：因此，阿难呐，你应该要明白，这个能觉知的意识根本不是从清醒与睡眠而来，也不是从所愿影相升起或者所愿影相消灭而有，不是从一根产生出来，也不是从虚空所生。为什么呢？如果意识是从醒悟产生出来的话，到了睡眠的时候就会随着清醒而消灭，将凭什么而睡眠呢？如果意识是由所缘的影相升起才有的话，当所缘的影相消灭之时，意识就如同无，又是谁去了之受灭的现象呢？如果假使是从所愿影相的消灭而有意识升起的话，当所愿影相升起之时，意识就会随着消灭而消灭，谁去了之所升起的万法影相呢？意识如果是从一根生出，但是醒与睡二种现象是随着内心才会发生作用，如果离开醒睡的开合二体的作用时，这个觉知意识作用等于是空中的狂滑，毕竟是无有自性可得。假使意识是从虚空产生的话，自然是虚空自己的觉知，与你的意识攀缘出入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之故，你要明白，意识攀缘出入是真心内虚妄不实的幻用，其性本来不属于因缘，也不属自然的性能。54. 经文：复次阿难，云何12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55. 白话解释：其次，阿难呐，为什么六根与六尘的12处的本能都是本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呢？56. 如果能了悟一处之相本是虚妄暂有的现象，就能破灭一处，达到12处皆破之理。六根中其中一根能解脱，其余5根也会同时解脱，因为六根六尘是相依靠而成12处，一处劫富，统统劫富，一处解脱，全部可解脱。世尊是破处无处所，而融归如来藏性，与7处真心之破，心无处所，正好完成心与处皆空之理。57. 开悟圣僧云：五蕴山中藏真人，六根门头放光明，日夜相处不相识，迷失主人甚可怜。58. 经文：阿难，汝且观此之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眼生色相。59. 白话解释：阿难呐，
你现在展开眼睛，看这个指陀树林以及园里面的泉池等物，在你的意思如何？这些色相是否因为有色相才会生出眼睛看见的性能呢？或者是有眼睛才会生出色相的现象呢？60. 开悟圣僧云：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尤易，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法身堂堂而住。61. 开悟圣僧云：佛说一切法，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62. 开悟圣僧云：本源清净，佛上更不着一物，自信荡荡，沾染不得。譬如虚空，虽以无量珍宝庄严不能住，佛性同虚空，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终不得住，如是无住而住，住而无住。63. 开悟圣僧云：人在生死流转中，一切苦乐、人我、是非、好丑，动乱万千，就在这动乱万千流转当中，当下即是无常、无我，圣者于此速证涅槃之平等寂静解脱。64. 开悟圣僧云：平静不必要在风平浪静之际，就在波涛汹涌动荡不停之际，水的本性还是平静的。65. 经文：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消，消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名空执？空亦如是。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消亡，亡则都无，谁名空色？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66. 白话解释：阿难那，如果是由眼睛而生出色相的现象的话，当眼睛看见虚空时，虚空并没有色质的物象，那么色相的性能应该会消灭，色性既然消灭，就会凡出一切都没有，色相的现象性能既然没有，谁又能明白那个就是虚空呢？由眼根而生出虚空的事，也是同于这个道理。假使是色相生出眼睛看见的性能的话，你看那个虚空，并没有色质的物象，见的性能也应该会消灭，见能既然消灭，那么一切都无，谁又能明白虚空与色质的物象呢？因此之故，当知看见的性能与色相、虚空都没有固定的所在。可见得色相与见能，二者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其性本来不属于因缘所生之法，也非自然界的性能。67. 经文：阿难，汝更听此之陀园中，实半击鼓，众击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于意云何？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深处。68. 白话解释：阿难那，你在听这个支陀园里面，要吃饭时就打鼓，集合众人时就叩钟，钟鼓的声音前后连续，在你的意思如何？这是声音来到你的耳边呢？还是你的耳朵到了声音那边去呢？69. 经文：阿难，若复此声来于耳边，如我起时是罗伐城，在支陀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边。木莲、迦叶、应部俱闻，何况其中1250沙门，一闻钟声，
痛来实处。若复汝耳，往彼身边，如我归住，之驼林中，在是罗城，则无有我。汝闻鼓声，其耳以往击鼓之处，钟声其出，应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若无来往，亦复无闻。其实，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是声音来到耳边的话，就与我为了乞食而到了舍卫城一样，那时在支陀园里就没有我。同样的，这些声音如果必定是来到阿难你的耳边的话，其他的人如目犍连、迦叶等人应该不再听到才对。更何况这里的1250位的出家人应该也不再听到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听到钟声就会同时来到吃饭的地方呢？如果认为你的耳朵到达声音的地方的话，就好像我回到指陀园里时，舍卫城就已经没有了我在彼处一样。你听到鼓声时，你的耳朵已经到了打鼓的地方，在钟声同时响出时，应该不能同时听到才对。更何况同一时间内还有像马牛羊等种种的杂音鸣出，那怎能全部听闻到？如果认为没有来往的话，就不能有所听到了。71. 开悟圣僧云：缘来悟聚，缘去悟流，缘来悟喜，缘去悟悲。72. 开悟圣僧云：念佛修论闲语忙，时时无见使相应，一生唤醒慈悲主，沙沙沉沉是净邦。73. 开悟圣僧云：我心感我佛，我佛即应我，感应非前后，生佛同一体。74. 开悟圣僧云：终日骑牛不见牛，昧了自家忘了牛，千里追寻觅不得，忽而觉知我骑牛。75. 经文：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76. 白话解释：因此之故，当知听觉与音声都没有固定的所在，也就是说，听觉与声音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其性本来不属于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的真实体性。77. 经文：阿难，汝又此炉中旃檀，此香若复燃于一株，是罗伐城40里内，同时闻气，于意云何？此香味复生旃檀木，生于汝鼻，未生于空。78. 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现在在嗅这个炉中所燃的旃檀香气，这种香木如果燃烧一株时，在舍卫城40里内都会嗅到香气，在你的意思如何？这种香气是否生于旃檀香木呢？还是产生在你的鼻子呢？或者产生于虚空呢？79. 鼻子与香气之香都是因缘所生之法，是虚妄暂有。佛陀由香气没有实处来侦破香与鼻子等处乃虚妄之香，以显示出微妙之如来藏性。80. 经文：阿难，若复此香生于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气？称汝闻香，当于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若生于空，空性常恒，相应常住，何及炉中？若此枯木，若生于木，则此香直，应若尘烟。若鼻的闻，何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40里内，
云何以闻？是故当知，相比与闻，俱无处所，即与相，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81。白话解释：阿难，如果这种香气是产生在你的鼻子的话，既然说是鼻子所生，自然的香气应该从鼻子内喷出来才对。鼻子不是旃檀木，为什么鼻子内有旃檀的香气呢？再说，你在嗅闻到香气时，应当是由鼻子吸入，鼻子内既然会呼出香气，而硬说嗅闻到香气，这是不合理的。假使说香气是生于虚空，但是虚空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香气应该也会永远存在才对，为什么还要靠着炉中燃烧这种枯木才会有香气呢？如果认为香气是发生在于香木的话，那么这种香质因为燃烧而变成烟气的。如果鼻子嗅到香气时，应该会先受到烟气所笼罩才对，但是当烟气腾空，尚未散布到太远时，在40里内的人，为什么已经能嗅闻到香气呢？因此之故，应该要明白，香尘与鼻根，包括嗅觉性能，都没有固定的所在，也就是说，嗅觉性能、香气成像，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其性本来不属于因缘，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82。经文：阿难，汝尝20众中持矿，其见或玉苏烙醍醐，名为上味。于意云何？此味未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未生食中。83。白话解释：阿难呐，你在平常要吃饭的早餐、午餐2个时候，在群众内持矿去起化，其中或遇到苏烙醍醐，叫做上等的滋味。在你的意思如何？这种滋味是从虚空内产生呢？还是从舌头产生呢？或者从食物内产生呢？84。舌头与味尘之香，也是因缘所生之法，是虚妄暂有现象，其性能本是如来藏性。85。开悟圣僧云：不住迷，不住物，不住体，不住用，而生其心，即是一切处而显一心。若住善，身心即善现；若住恶，身心即恶现，本心即隐没。若魔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86。开悟圣僧云：真如法身，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体不动具足无漏。87。开悟圣僧云：所有众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缚，不能显了。若舍妄归真，无自无他，凡圣等一。88。开悟圣僧云：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89。经文：阿难，若复此味生于汝舌，在汝口中之有一舌，其舌耳时已成酥味，玉黑实密，应不推移；若不推移，不明之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知之。若生于食，食非有食，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欲于汝？名谓知之。若生于空，汝但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汝舌，亦咸汝面，则此界人同于海鱼。
既常受咸了不知淡，若不食淡，亦不觉咸，必魔所知，云何名味？是故当知，味舌与肠俱无处所，即肠与味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90. 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认为这种滋味是从你的舌头产生出来的话，但是在的嘴内只有一个舌头，舌头这时候已经成为酥酪之味，在遇到黑石蜜甘蔗黑糖时，应该不会再变异才对。但是如果舌头不变异的话，就不能称为明白滋味。如果会变异的话，舌头并没有多条，为什么多种的滋味会被一个舌头所尝知呢？如果滋味是从食物产生出来的话，但是食物并没有识别的知觉，怎能自己可以尝知滋味呢？再说，如果食物自知滋味，就等于是他人在饮食，与你有何相干呢？怎能名叫做舌头尝味的知觉呢？如果认为滋味是从虚空产生出来的话，那么你是尝淡虚空，虚空到底是什么滋味？如果这个虚空是咸味的话，那么既然咸了你的舌头，也会同时咸了你的面，那么这个世界的人都变成与海中的鱼类一样了。而且既然时常受咸味，就不能明白什么是淡味，如果不能识别相对的淡味的话，也就不能觉知咸味，对各种滋味必定没有任何了知，怎能名叫做尝知滋味呢？因此之故，应当要明白，滋味、舌头与能尝味的味觉舌识都没有实在的处所，也就是说，能尝味的舌识与味尘二种都是真心实性内虚妄不实的幻境，本来就不是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91. 味尘、舌头、味觉都没有处所，都没有自体可得，是幻化虚妄暂有的现象，若推其性，乃是不变，性非因缘生，非自然性，只是随缘而用，是一真如性，本如来藏。92. 经文：阿难，汝常陈朝，以手摩头，于意云何？此魔所知，谁未能处？能位在手，位复在头。93. 白话解释：阿难，你平常在早晨的时候，用手摸你自己的头，你的意思如何？这魔处所产生的知觉，能感触的是在那里？能感触的是在手里呢？还是在头上呢？94. 比丘应默诵，手口摄一身默犯，默恼一切诸有情，无益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的度世。95. 经文：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处？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处？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若头与手一处所生，则头与手当为一体。若一体者，处则无成；若二体者，处谁未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与汝成处。是故当知，觉处与身俱无处所，即身与处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96. 白话解释：如果能感触是在手的话，头就无有知觉，如何能成为魔处呢？如果知觉是头的话，手就没有知觉作用，怎能名叫做魔处呢？如果头与手都有触觉，那么
阿难，你一人应该有2个身体。如果头与手是一个知觉所生的感触，那么手与头应该是一体了。如果真的是一体的话，两方的感触就不能成立。如果是2体的话，所触的成相又当属于谁呢？如果在能摸之手，就不在所摸之头；若在所摸之头，就不在能摸之手。不应该说这时候乃是虚空与你发生感触呢。因此之故，你应该要明白，触觉生时与身体都没有固定的所在，也就是说，生根与触成2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本来不属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97。佛说42章经云：人离恶道的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6根玩具难，6根既具，生中国难，既生中国，执佛事难，既执佛事，遇道者难，既得遇道，心信心难，既心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98。修行成佛是伟大神圣的大事业、大工程，别人从中诽谤讥笑，这与生死无关，与转凡入圣了魔痛痒，因为将后成佛正果是你自己所得，解脱涅槃别人也无法得取，别人诽谤讥笑是因，堕落是果。若如是正见，何妨邪魔骚扰道心，焉有不正果位之理也。99。别人只能做抛砖引玉之举，大作狮子吼，洪宗演教，但是不能代劳他人修行办生死大业。别人只能点破迷津，不能代劳他人受无尽业报之苦，毕竟众生自性自度，佛不能度。100。开悟圣僧云：一切空寂，本来不生，不见有生死，不见有涅槃，不见有善恶，不见有凡圣，不见一切法，是名见法。101。经文：阿难，汝常意中所愿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此法为父，即心所生，未当离心，别有方所。102。白话解释：阿难呐，你平常在意识当中所生的善、恶、无记等3种性能，生成种种的法则。这个思想法则是否即是由心所生的呢？或者离心以外，别有一个方所呢？103。经文：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成，非心所愿，云何成处？若离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谓之非知。知则明心，亦汝非成，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若非知者，此成即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即虚空相，当于何在？今于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愿，处从谁理？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则义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04。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心内的万法影像就是心意所生的话，就不是外尘影像。既然不是心所愿之境，怎能成为心意所缘的处所呢？如果心内法尘乃离开自心，别有自己的方向处所的话，那么法尘的体性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呢？如果有知觉，就叫做心意；离开你自心而又有知，就不是所缘的沉静，
是与他人的心量一样。如果这也是你的自心的话，为什么你的心更分离成为二个呢？如果万法影像是无知，又不是外在的色、声、香、味、离合、冷、暖与虚空形象等物象，那么它应当存在那里呢？现在的色相与虚空都没有表示，不应该说人间以外、虚空世界以外更有藏万法影像的所在吧？如果不是心识所愿之境的话，法成之处要从何处去建立呢？因此之故，当知思想法则与心识两种现象都没有一定的所在，也就是说，一根与法成二处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本来不属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性能。105经文复次阿难，云何18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106白话解释，佛陀又说：阿难呐，为什么18界的本能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本体功能呢？107 18界当体就是如来藏性之理，是佛陀为了色心二迷聚众的人所阐述的。界就是界限，是六根、六尘、六识的界限边际。六根为眼、耳、鼻、舌、身、意等无人的身心，六尘为色、声、香味、触、法等外界的现象与思想法则。在六根与六尘的中间，能了别而灵知的，就是所谓六识。六根就是能缘的边际，六尘是被所缘的外界，六识是根尘相对生识别的边际。108六祖坛经云：知见一切法，心不染者，是名无念；用即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109经文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时为父，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110白话解释，阿难呐，如你所了解，眼睛与色尘作为助缘，而产生出能见的眼识，这个眼识是由眼根所产生，以眼睛作为界限呢？还是由色相所产生，以色相为界限呢？111六祖坛经云：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112六祖慧能大师云：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地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河。113六祖慧能大师云：若于一切处而不住香，于彼香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香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114开悟圣僧云：一念迷时，一心从净，故起颠倒，轮回受苦；一念觉时，尽从一心而得解脱，涅槃常乐。115经文阿难，若因眼生，即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汝时，欲将何用？汝见又非青黄赤白，魔所表示，从何立界？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时应灭，
云何识之是虚空性？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千变，汝识不千，界从何立？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即从色生，应不识之虚空所在。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界？116。白话解释：阿难那，如果认为能见的眼识是由眼睛所生，但是如果没有外界的色质现象与虚空的话，便没有什么可以分别的。纵然你有能见的眼识，将有什么用处呢？你能见的眼识又不是青黄赤白的形色，没有任何形状颜色的表现显示，要从那里安立起界限呢？如果能见的眼识是由色质沉静所生，但是看见虚空没有形色之时，你的眼睛的识别作用应该会随着形色消灭，如何能识知这就是虚空呢？假使色相变迁时，你也能分别色相在变迁，但是你的识别本能不跟随而变迁，那么由色相所生的眼识界限要从哪里建立呢？如果能见的眼识随从色相的变迁而变迁的话，界限的现象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能见的眼识不随色相变迁，就是永恒不变的。既然能见的眼识是从色相而产生，就应该不能识知虚空的相状所在才对。如果眼识是兼具眼睛与色相共同产生的话，眼根有知觉，色相没有知觉，由二种不同性质结合，则中间必有隔离，由相离而生就成为二种不同性质合成的，所产生的眼识半有知觉与半无知觉，那体性就很复杂混乱，怎能建立界限来呢？117。经文：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即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18。白话解释：因此之故，当知眼睛与色相二种为助缘而产生眼识的功用，以及其界限，此眼根、色尘、识能二种界限之处都没有固定的自性。也就是说，眼睛与色相以及色识的界限，三者都不属于因缘之法，也不是自然界的真实体性。119。经文：阿难，又汝所明，耳生为缘，生于耳识。此时为父，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身所生，以身为界。120。白话解释：阿难那，又如你所明了的，以耳朵与声音作为助缘，而产生能听声音的耳识。这个能听的耳识是由耳根所产生，而以耳朵作为界限呢？或者是由声音所产生，以声音为界限呢？121。经文：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之，必魔所知，知上无成，实何形貌？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魔所成，云何耳形？杂色触成，名为识界。则耳识界，复从谁立？122。白话解释：阿难那，如果能听的耳识是由耳根所产生的话，在动相有声与静相无声二种现象都不显现于前的时候，耳根就不会有生成知觉，耳根亦无所知，知觉尚且不能成立，所产的耳识到底是什么形状相貌呢？如果只取耳根是听声音而已，因为外界没有动静的声音，
听闻的作用也不能形成，怎能可以用有形的耳朵杂在身根对于触尘之间，名为耳识界呢？那么耳识界又要叫谁去建立呢？123开悟祖师云：闻有闻无非观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生之时是尘自生，无生之时是生尘自灭。而此闻性不随生，生不随生灭，悟此闻性则免生尘之所转。当知闻性无生灭，无来去，自性自解脱。124开悟圣僧云：自性空寂，无色无形，知不见，听之无声，似暗非暗，如明不明，舍之不灭，取之无声，本性如是。125开悟圣僧云：有心外法，轮回生死，觉知一心，生死永弃。126开悟圣僧云：菩提本有，不须用手；烦恼本无，不须用除。127经文：若生于身，时因身有，则不观闻；无闻则亡。声香所在，时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香，闻应闻时，不闻非界，闻则同声，时已被闻，谁知闻时？若无知者，终如草木，不应声闻，杂陈中界，界无中味，则内外相，复从何成？128白话解释：如果认为耳识生于声音，耳识因为声音而生有的话，那么耳识的产生与耳根的听闻就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没有耳根的听闻，就会亡失声音的所在。如果耳识是声音所产生，又认为声音必定因为耳根听闻才明白有声音的镜像，那么当耳根听闻声音的时候，也应该能听闻到由声音所产生的耳识。声音里如果不能听闻到耳识，那声音就不是能产生耳识界。如果声音里能听闻到耳识，那么耳识就如同声音成为沉静。如果耳识即成为被听闻的外境，那么谁是能了知听闻的？终于如同没有知觉的草木。总是不应该说声音沉静与能听闻的耳根混杂而生成中间的耳识界吧。由混杂所生成的耳识界自然没有中一定的质，那么里面有知的耳根与外境无知的声音相撞，又从那里成立分界呢？129经文：是故当知，耳生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则耳与声即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30白话解释：因此之故，耳根与声音作为助缘，而产生能听闻的耳识界。这耳根、声尘、耳识三处都没有实在体性，也就是说耳根与声尘以及耳识界这三种本来就不是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本能。131综合而论，耳朵、声音、耳识三个界限边际都没有固定的本位，是虚妄暂有的现象。若论其性，三者皆为如来藏性所发业，非因缘所生，非自然界能生。毕竟闻性遍满法界，没有彼此界限可言，其本来正是妙真如性。132经文：阿难，又汝所明，鼻香味名，生于鼻识。此时未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133白话解释：阿难呐，又如你所明了的，鼻子与香气作为助缘，而产生能嗅闻的鼻识。
这个嗅闻的鼻识作用是因鼻子所生，以鼻子作为界限呢？或者是因香气所生，以香气为界限呢？134经文：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香；为取之，动摇之性。若取肉形，肉质乃生，生之即处，名生非鼻，名处即成。鼻上无名，云何立界？若取之，又汝心中以何为之？以肉为之，则肉知之，原处非鼻；以空为之，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以香为之，知自属香，何欲于汝？135白话解释：如果能嗅的鼻识是由鼻根所产生，那么在你的心意中认为什么才是鼻子呢？是采取肉质的形体，如双爪的香状作为鼻子呢？还是采取嗅觉而动摇不定的觉性作为鼻子呢？如果是采取肉质作为鼻子，但是肉质乃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知觉是属于触觉，应该名叫身体，而不是鼻子。既然名叫触觉，就应该是属于触尘，鼻子尚且无名可得，怎能产生安立鼻识界呢？如果认取嗅觉就是鼻子的话，在你的心里认为什么才是能嗅的知觉呢？如果以鼻子的肉质作为能知，那鼻子肉质的知觉原是属于能摸触的身根，而不是能嗅的鼻根。如果认为虚空为知觉，虚空既然自己有知觉，肉体应该就没有自己的知觉，这样虚空应该就是你，你的身体既然没有知觉，现在阿难你也如虚空没有形相存在。如果以香气为知觉，知觉自然是属于香气，与你有什么干预关系呢？136开悟圣僧云：性空缘起，千差万别，缘起性空，寂静一味。137开悟圣僧云：自性本源清净体，众生迷执妄法身，秉持性空智慧见，反迷破执性自真。138开悟圣僧云：在家人我是谁？出家人我是谁？无名无性我是谁？证悟自性又是谁？139开悟圣僧云：一切凡圣归于一心，至极涅槃，常乐境界，以是义故，虚悟万法归于一心，心性无二，真如不变，不生不灭，凡圣同体。140经文：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依兰，即旃檀木。二物不来，汝自鼻，味香味臭。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即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141白话解释：如果说香臭二种气味是产生在你的鼻子，那香臭这二种流动的气味就不是产生于发臭气的依兰树与发香气的旃檀木了。当这二种香臭物不来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嗅嗅鼻子，是香气或者臭气呢？如果是臭气就不是香气，如果是香气就应该不是臭气呢？如果香与臭这二种气味同时都能嗅闻的话，
那么你一个人就应该有2个能嗅的鼻识，像我问到的你，就应该有2个阿难，那一位是你真正的本体呢？如果鼻子只有1个，香臭本来没有2样，臭既然就是香，香又成为臭，香臭2种并没有个别的体性，那么能嗅的鼻识界是依从什么安立呢？142经文：若因香生，实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实。香非知有，香界不成。实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是故当知。鼻香味缘，生鼻识界，3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界3，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43白话解释：如果能嗅的鼻识是由香气所产生的话，鼻识因为香气而有知觉，就应该像眼睛生有能见的眼识，但是眼识却不能观见自己的眼睛。因为由香气产生能嗅的鼻识，所以鼻识也应该不了知能生的香气。如果鼻识能了知香气，那么鼻识就不是由香气所产生；如果鼻识不能了知香气，就不是能嗅的鼻识。如果香气不是由鼻识了知而有存在，香气的界限就不能成立。如果鼻识不能了知香气，那么香气所产生的鼻识界就应该不是从香气而立了。既然没有中间能嗅的鼻识，内在的鼻根与外在的香气也就不能成立。那些能嗅闻的性能知觉，毕竟是虚妄暂有的现象。因此之故，应当要明白，鼻子与香气作为助缘，而产生能嗅的鼻识界，这3处都没有固定的自性。所以鼻子与香气以及能嗅闻香的鼻识界3种，本来不属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144开悟圣僧云：当知此一心本无念，本真如，本离根成实，故本魔所住而常住，是故知万法尽在自心。145经文：阿难，又汝所名，香味所愿，生于舌识，此时未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146白话解释：阿难呐，又如你所明了的，舌头与滋味作为助缘，而产生能尝味的舌识。这个能尝味的舌识是由舌根所产生，而以舌头作为界限呢？还是由滋味外境所产生，而以滋味作为界限呢？147金刚心论云：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福由心作，祸由心为，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心正成佛，心邪成魔，心恶是罗刹，心贪是恶鬼，心痴是畜生，心是一切罪福之根本，万法不离自性故。148开悟祖师云：若愿自早成佛者，会是守本真心，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而得成佛者，无有是处。149经文：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味甜味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谓之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
150。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自身识别的舌识是由舌头所产生的话，那么世间上的甜甘蔗、酸的乌梅、苦的黄连、咸的食盐与辣的细辛、生姜、肉桂等都没有滋味。当你自己尝自己的舌头，是甜的或者是苦的呢？如果舌头的性质是苦味的，到底是谁来尝知舌头的苦味呢？如果舌头不能自己尝自己的滋味的话，那么谁能知觉辨味呢？如果舌头的性质不是有苦的滋味，便没有滋味会发生，将如何去建立肠胃的舌识界呢？151。经文：若因味生，识自味味，同于舌根，应不自尝，云何识之？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识应多体。识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俱生，诸变异香，同味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明识，云何复明？舌味识界。不应虚空，生汝心识。舌味和，即于事中，原无自性，云何界生？是故当知，舌味味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即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52。白话解释：如果舌识是由滋味所生的话，舌识自己成为滋味，那么它就等于是舌头一样，舌识应该不会自己尝舌识的滋味才对，那么如何来识知这是滋味或者不是滋味呢？再说，一切不同的滋味并不是一物所生，滋味既由多方面产生，那么识别的作用也应该有很多的体性。舌识体性如果只有一个，而舌识体性是由滋味所生的话，那么咸味、淡味、甘甜、辛辣等味混合同生，不管味香怎样变异，也应该成为同一滋味，而没有分别才是。心既然没有分别，就不能名叫辨别的心识，怎能可以叫做舌根辨别滋味的舌识界呢？更不应该说虚空会生出你的心意识吧。如果认为是由舌头与滋味和而产生舌识的，在这二种中间就没有自己的识别自性，怎能产生出肠胃的舌识界呢？因此应该要明白，舌头与滋味二种和而产生能尝的舌识界，这三处都是幻化没有固定的自性，也就是舌头与滋味以及舌识界三种，本来并不是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153。舌头与滋味为基本原因，而产生辨味识别的舌识，这是虚妄暂有的现象，本无固定的自体。这三种界限边际都是幻妄称相，非因缘所生，非自然能生。舌识之体是遍满法界，没有此界彼将的边际，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体性，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也。154。开悟圣僧云：圣体本来清净，无有杂秽，所有言谈，皆是圣人从心起用，体用本来空，名言犹不及，12不精平和的极。道本圆成，不用修正，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155。经文：阿难，又汝所明，生处未圆，生于生时，此时未复，因生所生，以生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156。白话解释：阿难呐，
又如你所明白的，身体与感触作为助缘，而产生触觉的生识。这个生识是由身体所生，以身体为界限呢？或者是由感触所生，以感触为界限呢？157。开悟圣僧云：清净觉性，应机皆悟，扬眉顺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圣凡所能测，见本性为禅，不见本性非禅也。158。开悟圣僧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叶尊者只是悟的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是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此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159。开悟圣僧云：本性空寂，莫取诸相，即合圣意，离一切相，即名诸佛。160。开悟圣僧云：妙明觉性，暂不及，悔不到，若了一，万事毕，无欠无余，若太虚，为君提作波罗蜜。161。经文：阿难，若因生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生何所识？若因畜生，必无汝生，谁有非生，知合离者？162。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生识是由身体所产生，但是如果身体与其他物体没有分离，没有接触的话，就没有接触与分离二种感触的因缘，那么身体怎能有识别的作用呢？如果生识是由触尘所产生的话，在没有身体的时候，有什么人没有身体，而能了知与物体接触与分离之理呢？163。经文：阿难，物不触之，生之有处，知生即处，知处即生，即处非生，即生非处，生处二相，原无处所，合生即为，生自体性，离生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理？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实生，从谁立界？是故当知，生处为缘，生生实界，三处都无，则生与处即生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64。白话解释：阿难呐，物体是没有感触知觉的东西，身体是有知觉的感触作用，了知身体的感觉，就是接触所生，了知接触的作用，就是有了身体的缘故。但是感触的作用并不就是身体，身体也并不就是感触。身体与感触二种相撞，原本并没有固定的处所，如果感触结合身体，就成为身体自己的体性，感触脱离身体，形相就等于虚空以及其他色相，内在的身体与外在感触既然不能成立，中间和合所产生时要怎样成立呢？中间的生识既然不能成立，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感触体性也都是空幻的，那么你触觉生识的产生是依从什么安立界限呢？因此之故，当知生根与触尘作为助缘，而产生生识界，这三处都没有固定的所在，所以生根与触尘以及生识等三个界限本来并不是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实体性。165。开悟圣僧云：佛性天真，本自具足，不从造作，不属见次，体自如，万德圆满，三世诸佛，佛性平等。166。经文：阿难，
又汝所阅，一法未圆，生于意识，此时未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167。白话解释：阿难那，又如你所明了的，一根与万法作为助缘，而产生出意识来，这个分别意识思维的作用，到底是由一根所生，以一根为界限呢？或者是由万法所生，以万法作为界限呢？168。经文：阿难，若因一生于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一魔所生，离缘无形，实将何用？又汝实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一魔所生，离缘无形，实将何用？又汝实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异即异，云何所生？异义不同，应魔所识。若魔所识，云何异生？若有所识，云何实异？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169。白话解释：阿难那，如果意识是由一根所生的话，在你的心意里，必定要有思维万法的对象，才能明浩地发现你的心意存在。如果没有所思的前尘法则，那么心意就无从升起，离了所缘的万法影像，那心意就没有任何形状，那么分别的意识又有何用呢？再说，你的分别意识心与思想计量的一根，这二种都兼有了知辨别的性能，那么意识与一根是且作用呢？还是不同的作用呢？如果意识是不同于一根，那就是一根，怎能会成为所生呢？如果意识是不同于一根的话，应该没有所分别的意识，如果没有所识，怎能为一根所生呢？如果意识像一根都有了知认识作用，如何分出意识与一根呢？不管意识与一根是同或者相异，二个性质都不能成立，那么界限怎能成立呢？170。开悟圣僧云：心生尽生，心灭尽灭，离心无尽，离尽无心，心尽俱空，法身现前。171。开悟圣僧云：忘机是佛道，分别是魔境，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172。开悟圣僧云：自信纵汝迷时亦不失，悟时亦不得，天真自信本无迷悟，原来是我一心体。173。开悟圣僧云：无心是无贪甜痴之心，无习气与无明之心，无为恶造业之心，无心正是见法身之际。离心是离执着之心，非断灭论也。若离心的，焉可有佛可成？心即是佛，离心无佛。174。经文：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对五根，非意所摄。汝实决定，依于法身。今汝谛观，法法合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既无，因生有时，作何形状？相状不有，界云何生？175。白话解释：如果意识是由万法所产生的话，那么世间一切万法是离开不了色、声、香、味、触等五尘。
你现在观察色法现象，以及一切声音、香气、滋味，以及身体的带触现象，其现象形状都很分明，都直接与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相对待，并不是完全由意识所摄。你的意识如果决定是依法影香所生的话，现在你详细的观察万法影香的法尘是什么相状呢？如果离开了眼所缘的形色虚空，耳所听的动静声音，鼻通塞所嗅的香臭，舌所尝浓淡的滋味，身摸触的离合，心意缘法尘的生灭，除了这些相状以外，终归是没有万法影香可得。法尘升起就是形色虚空各种万法的影香幻生，法尘的消灭就是形色虚空各种万法等的影香幻灭。能生的主因万法既然没有实在体性，那么由主因万法所生的意识是什么形体相状呢？既然相状都没有，那么意识的界限怎能产生呢？176经文：是故当知，一法未圆，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与法即意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177白话解释：因此之故，当知一根与法尘作为助缘，而产生能了知的意识界，这三处都没有固定的自性。所以一根与法尘以及意识等三者本来不是因缘所生之法，也不是自然而有的真实体性。178如果论究彻底，一根、法尘、意识之三处都没有绝对固定的自性，是幻化虚妄暂有的现象而已。若论三处之来源，乃是本如来藏寻业发现之事，不属因缘所生法，也非自然能生之法，其法性乃遍满于一真法界，绝无界比将的界限边际，全体都是真如妙性。179六根、六尘、六识，此18界里面，都以意识为建立的根本，此根本之立处，当且不可得，更何况其他的处所。既然魔所，焉有界限边际可分？可见万法是从心而生，又从实心而灭。心生法生，心灭法灭。若能了悟为心所现之理，就会了处一切都是虚妄之事，同时也因此能发悟本有的清净觉心。180六祖慧能大师云：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181唐朝布袋和尚云：无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亦不装，不雕亦不刻。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体相本空无生灭，清净非浮世，虽然是一躯，分身百千亿。182六祖慧能大师云：性含万法，本自具足，应用之，亦即一切，一切即一，去来自由，魔所挂碍。此法上至诸佛，下至寒灵，本无欠少，是名具足相也。183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句排并。我今不知思义所属，唯垂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系论法。184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请问佛陀说，
世尊，如来你时常说世间的实相是因缘和合而生，一切世间的种种变化都是由的水火风四大和合而发生作用，但是为什么如来您现在又将因缘自然二种理论都一一排除并斥呢？我现在不知这种意义理由在哪里。但愿佛陀怜悯我们的愚劣，开示众生，悟入中道了义的真理，以免受世间的戏论所迷。185。佛陀将演说圆章七大性周法界，也就是物理世间与精神世界同是自性功能的好现之理论。186。中道是不偏依有无的任何一方，非因缘就是妙性不至于有为之法，非自然就是妙性不堕于无为之法，有与无都一一被遣斥之，使正真之道，也是大成了一真实之法。187。经文：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188。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释迦世尊对阿难尊者说：你先前讨厌学习声闻缘觉等诸小乘道业，愿发大心，勤求无上正觉的大道。所我现在为你是自性本体的第一义谛。但是你为什么又将世间上的戏论之法、妄想因缘之法来自行缠绕了你自己呢？189。经文：汝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谓真可怜悯。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成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成佛圣智。190。白话解释：阿难，你虽然博学多闻，有如说要信的人，但是真要摆在眼前时，反而不能分辨。如来说这是真正最可怜悯的人。你现在要详细的听，我当然会你们分别开示，也使令将来修大乘法的人能通达自性本体的实相。阿难尊者听完默然无语，承受佛陀圣法的旨意。191。经文：阿难，如汝所这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和诸色若和合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192。白话解释：阿难呐，如你所说，由的水火风四大因素和合，才能发生而明显现出世间上各种千变万化。阿难呐，如果四大因素的体性不是能和合的，就不能与其他各种四大之相杂合，就像虚空不合于各种形色一样。如果四大因素的体性是可和合的，就同于千变万化的事相，会自始至终都是目形成而存在，互相变化而灭亡。会这样的生灭不止，众生随着出生又死亡，死亡又出生，生生死死，像一个旋转的火轮，永无休息的一天。阿难呐，譬如水会冻结成冰，冰会化成水一样。193。中观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
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194。中观论云：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亦以世俗谛。二谛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195。中观论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196。中观论云：虽空亦不断，虽有亦非常，业果报不失，是为佛所化。197。毗婆尸佛记云：身从无相中受身，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魔所著。198。外道错执，虚以生气，气以成形，世间万物是从阴阳之气而成。199。经文：汝观的性，百分之为大地，细位为尘，至灵虚尘，悉彼即为色边际香，七分所成，更悉灵虚，即实空性。200。白话解释：你观察固体的大的性质，粗重的为大地，细小的为微尘，微尘还可以分析至灵虚尘。将微尘分析即微尘，即微尘再分析为物的边际相，也就是七分所成的灵虚尘，更分析灵虚尘时，就等于虚空的性质了。201。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是与如来藏一名同体。无相就是空诸一切虚妄染法之法，并非本体全，是如来藏性不变之体，是没有一切妄法别的相，只有一真平等的实相。无不相并非无相，是能随缘现一切相，是如来藏性随缘之用，因为是随缘而具足十法界诸，并非无诸相。如来藏性体用双彰，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故。202。经文：阿难，若此灵虚，悉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汝今问言，由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一灵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灵虚合成圈。又灵虚尘吸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空。若色合时，隔色非空；若空合时，合空非色。色犹可吸，空云何合？203。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这个灵虚尘分析成为虚空，那么当知虚空也可以生出物理的色相了。你现在问我说，因为物质的合才生出世间各种千变万化的相状，你姑且观察一下，这个灵虚尘到底是用几个虚空合而成的呢？不应该是灵虚合成灵虚的吧？再说，将灵虚尘分析而变为虚空，那么到底是用几个尘点色相合成虚空呢？如果是尘点色相合的话，那是合色相物质而不是合成虚空；如果是虚空合的话，那是合成虚空而不是合成色相。色相还可以分析，但是虚空如何合呢？204。经文：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因缘及自然性，皆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05。白话解释：
你还不知无人自性的如来藏当中，具备产生色相的本能，而其本体是真空的，其体真空的功能能产生光色形香，体性原本就清净，周遍法界，随着各类众生的心性，应着他们所能了知的限量而显现，依循众生所造业力而发生现出。世间凡夫愚痴无知迷悟是因缘所生，以及认为是物理自然的性能，这都是用意识之心去分别、去推测、嫉妒，只用言语的论说，都无有真实的意义。206经文：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吹标时，手执阳穗，日前求火。207白话解释：阿难呐，火大众性也是没有自体，是寄于诸因缘而生。你观察城内尚未吃饭的人家，想要煮饭的时，手里拿着凹形铜镜向太阳取火，在太阳之前求取火种。208开悟祖师云：修道人不心外求道，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言将心求道者，皆名邪见，迷时有佛有法，悟时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209开悟圣僧云：无妄想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尽，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尽，念念归动，从一地狱立一地狱。210开悟圣僧云：烦恼若尽，佛从心出。211开悟祖师云：不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212梵网经云：转一切见入佛见，佛见入一切见。213经文：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1250比，丘经为一众，众虽为一，皆其根本各各有生，皆有所生民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优楼频罗迦叶波种，即至阿难取种性。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手执镜于日求火，此火未从镜而出，未将翳而出，谓于日。214白话解释：阿难呐，所谓名叫和合的意义，就像我与你以及1250名比丘僧现在和合在一起，但是众人虽然合而为一，可是追究其根本时，就会发现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身体，都有出生之以及种族姓名，如舍利弗是婆罗门的种族，优楼频罗是迦叶波的种族，乃至阿难你是瞿昙的种族。阿难呐，如果这个火性是因为和合而有的话，当他们手执火镜向太阳引起火时，这个火底是从火镜中出来呢？或者从艾草生出呢？或者是从太阳而出来呢？215经文：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陵墓皆应受焚；若镜中出，自能于镜出燃于艾，镜何不容？于汝手执当无热香，云何容判？若生于艾，何及日镜光明相接，然后火生？汝右地观镜应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镜相远，非合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
216。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火是从太阳出来的话，应该日光就会烧到你手中的艾草，那么日光照射到的处所、初林树木都应该受到焚烧。如果火是从火镜中出来的话，火既然自己能于镜中出来燃烧艾草，但火镜为什么不会自己燃烧融化呢？弯曲你的手拿着火镜，当无热烫的现象，那能融化火镜呢？如果火是生自于艾草的话，何必及太阳与火镜光明互相接触，然后火性才产生呢？你再详细观察，火镜是手中所拿着，日光从天上射下来的，艾草本是土地生长，但是这个火性到底是从何处游历到这里呢？太阳与火镜相距遥远，不适合，也不适合在一起，但是也不应该说火光是无因而自有的吧。217。火性不应该说是无因无缘而自然有的，因为无太阳、火镜、艾草等因的话，火性怎能显出呢？火性的发现需要互相摩擦的动力才能产生，但是说是合而有却各自独立，说是自然产生，又必须与其他因素互相发动才能显现，故非因缘自然。218。经文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是人，一处直径，一处火生，法界直，满世间起，起世间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谓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19。白话解释：你仍然不知无人自性的如来藏性中具备产生火性的本能，而其本体是真空的，其本体真空的功能才能产生火性的光热。本体真空本来就清净，是周法界，随着各类众生的心性，应着他们所能了知的现量而显现。阿难呐，当知世间的人，这个处所拿火镜向太阳引火，这个处所便有热火产生。法界的人手执火镜向太阳引火，就便满世间都会起火，火能升起便满世间，并没有一定的处所，火也是依循众生所造不同的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不知这种原理，迷惑是因缘共有所生，以及迷惑是自然而有不是合的性质，这都是意识妄心，去分别嫉妒，只是言论学说，无有实在的意义。220。开悟圣僧云：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221。开悟圣僧云：一念心具足三义，一者心体，诸佛与众生共一心源；二者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三者心具，一念心具足十法界。222。开悟圣僧云：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18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迷，起18邪；自性若正，起18正。若恶用即众生用，若善用即佛用。223。开悟圣僧云：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顿根者，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左右，直至无上菩提，
念念自见，不失本念。224经文阿难，水性不定，流习无痕。如是罗尘、迦毗罗仙、卓迦罗仙及矿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经，用何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珠，盛月中水，此水未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未从月来。225白话解释：阿难呐，水大众性是不定的流动、停息，都没有恒常不变的。譬如舍卫城一带所住的迦毗罗仙人、卓迦罗仙人以及矿头摩道人、诃萨多等诸大幻术师们，为了求太阴月亮的精华水，用来调制迷幻的药物，他们在月圆的半夜，手拿水晶珠、盛漏盘，承接月圆中所流出的水。这些水到底是从水晶珠内流出来的呢？还是虚空内自然而有的呢？或者是从月亮降下来呢？226经文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诸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土流，流则荷呆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荷呆中消成白月昼。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荡无际，从人际天，皆同涛逆，云何复有水陆空行，汝更地观。月从天至，诸因手持，盛诸水盘，本人肤射，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何非何，不应水晶，无从自有。227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这些水是从月亮降下来的话，此月上能在远方使诸盘出水，那么月亮所经过的林木也应该都会流出水来才对。既然自然会流水，那何必等待有水晶珠才出水呢？如果月亮所照各处不能出水，就可以明了水不是从月亮降下的。如果水是从水晶珠出来的话，那么水晶珠就应该时常会流出水来才对，必等待半夜月白如昼之时，承受月光才出水呢？如果水是从虚空生出来的话，虚空是没有边际，水也应该变满到无有边际，从人间到天上都应该一同被奄奄的大水淹溺，为什么还有水里、陆上、空中万物的存在呢？你再详细的观察，月亮从天空经过，水晶珠在手里拿着，承接水的珠盘本来也是人摆设的，但是水是从什么地方流注在这个珠盘里的呢？月亮与水晶珠相距遥远，本来并没有和，总不应该说月中之水不是从任何所在来，是自然而有的吧。228经文：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处植珠，一处水出，法界直，满法界深，深满世间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谓因缘，即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谈，都无实义。229白话解释：你还不明白，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当中，体性内的水是真空的，实性真空内就是真水，体性本来就清净，周法界。随着各类众生的心性，应着他们所能了知的限量而显现。譬如一处拿金盘，一处就会有流水，法界的人都拿珠盘，
就会遍满法界，都会生出水来。遍满世间都能出水来，那有一定方所才能出水呢？水也是依循众生所造不同的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没有智慧，迷惑认为是因缘共有所生，有的错认为是自然而有不是和的，这些都是虚妄心识，起分别嫉妒，只是细论的言说，都没有真实的义理。230经文：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迦离角，动即谤人，则有为风伏彼人面，此风为复出枷缩角，发于虚空，生彼人面。231白话解释：阿难呐，风大之性是没有固定的字体，是动静无常。你时常整理袈裟法衣入于大众里面，上衣僧迦离的枷缩角，时常会飘动碰及棒边的人，当时就有微风吹拂到那个人的面上。这风是出于法衣枷缩角呢，还是发自于虚空呢？或者是出自那个人的面上呢？232僧迦离是大衣，译成台湾话就是杂碎衣，将人夹起来的杂布片收集而裁缝成枷缩，再入众。起时时必须披此衣，到了吴国就固定成25条衣，是开大讲座、弘宗演教或大和当、大法师上殿上供时所穿的袈裟是也。233开悟圣僧云：莫为袈裟容易的，只因类结种福田。234净山禅师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也。235剃度法语：金刀剃下娘身法，除却尘劳不净身，圆顶方袍僧相现，法王座下佑天孙。236开悟圣僧云：出尘离俗非易，抛弃恩爱甚难，如无冲天大志，焉能入圣超凡。237开悟圣僧云：海阔天空渺无涯，三衣一况泛千家，自信自在尘不染，菩提种子自开花。238开悟圣僧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供起，坐起正相随，与莫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指这与身事。239经文：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非摇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如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身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福？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若风自生，被佛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服汝，自汝整衣，云何道服？汝审地观，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既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格，非何非何，不应风性，无从自有。240白话解释：阿难呐，这个风如果是出自袈裟角的话，你就等于穿风在身上，那么你的袈裟就自然会飞摇，而非离你的身体。我现在正在说法，在法会里垂下法衣袈裟角，你看我的法衣不动，风在那里呢？
总不应该说法衣里面另外有藏风的地方吧？如果风是出自虚空的话，你的法衣不动的时候，为什么同样有虚空而没有缝符面呢？风如果是虚空所生，也应该恒常吹拂不停才对。如果风就是虚空，那么当没有风之时，虚空也应当与风一同消灭。风的消灭可以看见飘动停止，但是虚空消灭将是什么相状呢？如果虚空有升起有消灭，就不能叫做虚空，既然名叫做虚妄，怎能会生出风来呢？如果风是生自被吹拂的面上，风既然是从那人的面上生出来，就应当会吹拂到你才对，是你整理法衣才有风出，怎能会反过来吹拂到他的面上呢？你详细的观察，整理法衣是你自己，面是属于那个人，虚空本自既然不动，并未参加流动，那么风是自什么地方鼓动飘到这里呢？动的风与静的虚空本性格异不同，既然不相合，但也不应该说风是无因而自有的。241经文：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为动符衣，有为风出，法界伏，满国土生，周世间，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谓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42白话解释：你还是不知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里，体性内的风是真空的，实性真空内就有真性的风，体性本来清净，周法界。随着众生的心性，依他们所能了知的限量而显现。阿难呐，像你一个人，稍微动着你的法衣袈裟，就会有微风出来。满法界都在浮动法衣，整个国土就会升起了风，风性冲整个世间，那里有固定的地方。风也是依循众生所造不同的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没有智慧，误认为是因缘所生之法，不然就误认为是自然而不是和的。这都是以无人的意识去分别嫉妒，只是一种戏论言说，都没有实在的意义。243开悟圣僧云：若人心境清净，是佛国净土；心境浊乱，是魔国秽土也。欲的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244经文：阿难，空性无形，音色显发，如是罗尘去何遥处，诸沙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婆罗堕、旃陀罗等，心力安居，凿井求水，出土1尺，于中则有1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1丈，中间还得1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此空未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有。245白话解释：阿难呐，空大众性是没有形相的，是由形色物质的衬托对比才显发出来。譬如舍卫城，离开河川很远的地方，不管是沙地利种，或者是婆罗门、经商的毗舍、农奴的首陀罗种性，还有利根多智的婆罗堕、屠夫旃陀罗等种性，他们为了新建立安心居住的处所，而凿井求水，井里挖出土1尺深，中间就有了1尺的虚空。
像这样的挖下去，乃至挖出土1丈深，中间就有1丈的虚空，井内虚空大小深浅，是舵着挖出土的多少而定。井内这个虚空是由泥土所产生出来呢？还是因为挖掘开凿而有呢？或者是没有原因自然而生的呢？246。开悟圣僧云：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自性三昧，常在自性三昧中者，依吃饭、言谈之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自性之用。不解反缘，随名逐香，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反照，全体圣心。247。开悟圣僧云：建立水月道场，修习空华万行，降伏镜像魔君，大作梦中佛事。248。开悟圣僧云：一念未生前，本来真面目，即此心之头，观心即观佛。249。开悟圣僧云：前世修来此报身，百炼千堆做完人，自生时的娘生面，转劝他人认主人。250。经文：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回无通达。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原无一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汝更审地，地审地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合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251。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这个虚空是无因自生的话，在未挖土以前，为什么不能没有土的隔碍，只有看见大地呢？回然有执碍而无法通达呢？如果虚空是因土被挖而有的话，那么土挖出时，应该会见到虚空进入才是。如果土先出来，而没有虚空进入的话，为什么可以虚空乃因土所出的呢？如果虚空本来就没有出入的话，就应该可以说虚空与土原来就没有不同。虚空与大地如果没有不同，就是相同了。可是土出来时，虚空为什么不同时出来呢？如果是因挖土才出现虚空，那么挖土时挖出的应该是虚空，而不是挖出土来才对。如果虚空不是因挖的缘故而生出虚空，挖土时只是挖出土而已。为什么同时会看见井里的虚空呢？你再审查详细观想，挖土是由人的手随方位而运转，土只是迁移位置而已。这样，虚空到底是由哪里出来的呢？挖土与虚空，一种是实质，一种是虚无，不能互相发生作用，两种不能合。总是不应该说井里的虚空不从任何产生，无因无故而有的吧。252。经文：若此虚空性圆周，本不动摇，当知现前的水火风君明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圆如来藏，当观虚空，未出未入，未非出入。253。
白话解释：如果明白这个虚空的体性是圆满周，本来无有动摇，就会明白现前的水火风与虚空同名为五大种性，其性本来就圆融无碍，都是如来藏性所起的功用，原来是没有生灭的。阿难那，因为你的心昏迷，不能了悟四大原来都是如来藏性的功能。你应该观察虚空是出还是入，或者是没有出入。254开悟圣僧云：圣者见生灭，生灭即是不生不灭；凡夫见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即成生灭。毕竟体用不二，无生灭故。255经文：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一境空，空生一境，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56白话解释：你完全不明白自性本体的如来藏中，体性内的空是真心觉性，体性觉心就是真空，体性本来清净，周法界随着众生的心性，应着他们所能了知的限量而显现。阿难那，如有一个井挖空，虚空就产生一个井；如果十方世界都挖空，十方世界都变满虚空，也是像这个道理。虚定是圆满变十方，那里有一定的方所呢？虚空也是依循众生所造不同的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无知，误认空性是因缘所生，或者误认为虚空是物理的自然性能，这都是虚妄心识，起分别推测嫉妒的迷执，只是细论的言说，都无有实在的意义。257经文：阿难，见觉无知，音色空有，如汝今者在支陀林朝明细昏，舍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变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态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258白话解释：阿难那，眼睛能见的觉性本来没有起分别的觉知，是由所见的形色与虚空沉静现前而有知觉升起。像你现在在支陀园里，平常所见的早明晚昏，如果在半夜里有月亮就会光明，没有月亮就会黑暗，这些光明黑暗等都因为有能见分析而存在。这能见的觉性是与所见的光明黑暗相以及态虚空是同一体性呢？或者不是同一体性呢？是相同或不相同呢？是相异或不相异呢？259能见能觉的作用之见大众性，也是如来藏性的水火风空五大属于色法，最后的10大属于心法。其他经典很少列入见大的原因，就是将色心二法阐明，是就以记。见大是见闻嗅尝觉知之性，也是属于六入。佛陀欲使人解脱六根，以便见性成佛，故此提示。260开悟圣僧云：总摄六根为念佛，福勤净净自圆成，微微唐土黄金香，不须其念自分别。261开悟圣僧云：一句洪名一宝莲，深深流出自心田，但教念念能相续，
不怕弥陀不现前。262开悟圣僧云：僧宝之名起义称，开遮持犯须究明，严禁毗尼红三戒，方为人间福田僧。263经文：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即与虚空原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必异于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亦云何成？若此见经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即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行相？离明离暗，即离虚空，是见缘同，龟毛兔角，明暗虚空，三世俱异，从何立见？264白话解释：阿难呐，这能见的觉性，如果认为与光明、黑暗以及虚空原来同为一个体性的话，但是光明与黑暗二种体性是相互存亡交替的，黑暗时就没有光明，光明时就没有黑暗。如果能见的觉性与黑暗是同一体的话，那么光明来时，见性就会丧失。如果见性与光明同一体的话，黑暗来时见性当然也会消灭。见性既会消灭，那么怎能见明见暗呢？如果光明与黑暗存亡变化各不相同，而见性并没有随光明黑暗生灭而变异，而说见性与光明黑暗是同一体性，怎能成立呢？如果认为能见的精灵与所见的黑暗光明不是一体的话，那么你的见性离开了能所见的光明黑暗以及虚空，在分析你的见性的本体时，到底是什么形状呢？见性离开光明黑暗虚空，这能见的本体就像龟毛兔角，是不可得。如果见性与光明黑暗虚空三种事相都相异脱离，要从什么建立能见呢？265经文：明暗相悖，云何或同？离三元无，云何或异？分空分见，本无边判，云何非同？见暗见明，性非千改，云何非异？汝更细审，为细审详，审地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庸归大地，如是见经，因何所出？见觉空顽，非合非合，不应见经无从自出。266白话解释：光明与黑暗是互相违背的现象，见性又怎能与它们是同一体性呢？可是见性如果离开光明黑暗虚空三种沉静，就没有能见，见性又怎能不是与它们同一体性呢？分析虚空与见性本来就没有边际，为什么两者不是同一体性呢？能见黑暗，又能见光明，可见得见性并没有改变，怎样不是与它们不是同一体性呢？你再详细观察，要特别注意去研究。光明从太阳发出，黑暗由天黑没有月亮而来，通达属于虚空，庸塞归属大地。像这个能见的精灵，到底是从何而产生呢？见精是有灵觉，虚空是冥顽，本来不能合的，不过也不应该说见精是无缘无故自然而出的呢。267超度有三种层次：一、思想超度；二、现身超度；三、临终超度。268经文：若见闻之，性圆周，本不动摇。
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的水火风君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性沉沦不悟汝之见闻觉之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之，未生未灭，未同未异，未非生灭，未非同异。269白话解释：如果明白能见、能闻、能知的自性是圆满周本无动摇的话，就会明白它是与无边际而不动摇的虚空，以及有变动性的水火风等，统名为六大种性，其性都是真实而圆满融合，都是如来藏性，本来没有生灭。阿难啊，因为你的心性沉迷，不能领悟你的见闻觉知等作用，本来都是如来藏性。你应该观察这个见闻觉知的功能是否有生灭，是相同或相异，或者是不生不灭，或者不同不异呢？270经文：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心号常处，觉处觉知，妙德盈然，周法界，圆满实虚，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谓因缘即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71白话解释：阿难，你完全不明白自性本体的如来藏理，体性的见闻觉知就是觉性妙明，觉性精灵就是妙明的见闻觉知，体性本来就清净，周法界随着众生的心性，应着他们所能了知的限量而显现。譬如用在眼睛，就能辨见宇宙的物象；用之在耳，就能听；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身能触，在心能知，都是妙明真心的得用，盈然明净，周法界，充满在十方虚空里，那里有一定的所在呢？这见闻觉知也是依循各种众生所造不同的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无知，误认是因缘所生的法，不然就误认是自然而有不是和的性质，这些都是虚妄心识，起分别推测嫉妒的迷执，只是细论的言说，是没有实在的意义。272开悟圣僧云：法身无相，遍一切处，如不动，没有形象。佛随类现身而度众生，佛之化身无边际，佛之真身无在无不在。273大宝积经云：成就八法，女转男身，何等为八？一者不及，二者不迁，二者不产，三者不斜线，四者不填，五者食语，六者不恶口，七者舍离贪欲，八者离诸邪见。童女修此法，后世速转女身为男身。274一切功德庄严王经云：有四种魔，云何为四？一者贪者财物，二者亲近恶友，三者障碍法师，四者宣说法师之是非，恶意破坏之。是等众生由此业故，当受贫穷，不见善友，远离尊师，作邪见想，说无因果，堕于地狱，受诸巨苦。275历代祖师云：心常忧郁，常怀悲伤者，则成悲魔；常欢喜过度失态者，则成喜魔。276
经文：阿难，实性无缘，因于6种根尘妄出。汝今观此会甚众，用目循例，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汝识于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复楼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时乐之，未生于见，未生于香，未生虚空，为魔所因，突然而出。277。白话解释：阿难呐，意识的性能并没有根源，都是由6根与6尘产生虚妄心的作用。你现在观此会的慎重，用眼睛依循次第力观四方，这个眼睛虽然周围巡视，眼睛所见像镜中所现的影像，是没有辨别分析的作用。可是你的意识在其间可以次第指出，这位是文殊菩萨，这位是富楼那尊者，这位是目犍连尊者，这位是须菩提尊者，这位是舍利弗尊者。这个能了别知觉的意识，到底是生自于眼根呢？还是生自于沉静形象呢？或者生自虚空呢？或者是无缘无故突然而生出的呢？278。经文：阿难，若汝实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即与色空，4种必无，原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实？若汝实性生于香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主，即无色空。彼香尚无，实从何发？若生于空，非香非见，非见无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香灭缘，见闻觉之处安立。处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实，欲何分别？若魔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别时？明月。279。白话解释：阿难呐，如果你的意识性能是产生自能见的眼睛的话，但是如果没有光明、黑暗以及光色形象、虚空等4种现象的话，就不会有你的能见产生。能见的性能尚且没有，要从哪里去发生意识呢？如果你的意识性能是由形象沉静所生出，而不是从见根所生的话，你的意识既不能见明，也不能见暗，明暗都不能看见，就没有色相与虚空，形象尚且没有，意识要从哪里发生呢？如果意识是生自虚空，既然不是生自形象沉静，也不是生自能见的眼根，没有能见的眼根就没有辨别的性能，自然不能了知所见的光明、黑暗、形色、虚空等沉静，没有外尘形象就灭了所缘的沉静，能见闻觉知的作用，就没有处所可安立。如果没有能见的眼根，也没有所见的形象的话，虚空就等于没有，即使有形象也不同于形象了。纵然虚空真正能升起你辨别的心时，没有沉静，要如何分别呢？如果能辨别的性能没有任何升起的原因，是突然生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在白天里没有月亮的时候，另外实见光明的月亮呢？280。开悟圣僧云：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而得，犹如金刚不坏，顿了心源，明见佛性，即心是佛，平等无次第。281。经文：汝更细详，为细详审。见托汝经，相推前进，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十缘，
因何所出？时动见成，非何非何，闻听觉之，亦复如是。不应识缘，无从自出。若此实心，本魔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之，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兼彼虚空的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粗浮，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此六处实心，谓同谓异，谓空谓有，谓非同异，谓非空有。282。白话解释：阿难，你更加详细观察，能见的功能寄托在你的眼睛，所看见的色相现象都成为目前的镜像，有形状可见的就是有执爱的色尘，没有形相的就是虚无的虚空。那么能了别的心识是由什么因缘所产生出来的呢？意识作用是活动的，能见的眼根是沉静不动的，二种性质本来就不能和合。闻听觉知的意识是活动，五根是沉静的，也像眼识与眼根情形一样。也不应该说意识的作用是无因而自然产生出来的吧。如果了解这个实心本来是没有所从来，就应当了知这个了别识以及见闻觉知自性功德都是圆满湛然而不动，它的性能不从其他事物所生。这个实心连同虚空、地、水、火、风、剑等作用都叫做七大种性，其体性皆真，是圆融自在，本来都是如来藏性，本是不生不灭。阿难啊，因为你的心粗浮，不能了悟你的见闻自性，不能发悟你的意识作用本来就是如来藏性。你应该观察这个六处的意识心，是同是异，是空是有，或者非痛非异，非空非有。283。开悟圣僧云：如来藏性不生不灭，无烦恼可断，无贪甜痴可离，情无逆顺，尽至俱亡，岂有得果之心？284。开悟圣僧云：我心具空，无得道念，若于道有德，于法有名，是凡夫行。285。开悟圣僧云：妙哉法身，火不能烧，水不能溺，风不能飘，刀不能劈，软似兜罗，硬似铁壁，天上人间，古今不识。286。经文：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实名之，觉名真实，妙觉湛然，周法界，含土实虚，宁有方所。寻业发现，世间无知，或谓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287。白话解释：阿难，你本来不明白自性本体的如来藏理，体性里的实知就是妙明真心，觉性明心就是真空实性，妙用的觉性清净湛然，周法界，能含藏吐露遍十方虚空，岂有固定的所在？心识也是依循众生所造不同业力而发生显现，世间凡夫无知，误认为是因缘所生，不然就是误认为是自然的性能，都是实心去分别推测嫉妒，只是细论的言说，并没有实在的意义。288。开悟圣僧云：如梦行千里，一觉醒来，未离床枕，如何有来去之机可见？289。经文：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
身心荡然的无挂碍。是诸大众各自知心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圆，含果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由彼十方虚空之中吹翳为尘，若存若亡。如占据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290。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与法会大众承蒙佛陀如来微妙的开示，身心都空荡泰然，得到无碍。个人一一自觉，真心是满十方世界，眼见十方虚空世界，就像看自己手里所拿的树叶一样。一切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正觉菩提灵妙光明的真心所变现的，心性精灵周圆遍满，含藏果包十方世界。反观父母所生之身体，犹如十方虚空里面所吹起的一点微尘一样渺小，好像存在又像将灭亡，也像在沉湛无尽流的大海里浮着一点浮沤水泡，起灭浮沉不定，了然明白自心，获得正道本具的妙明真心，才是常住不生不灭。291。世尊大作狮子吼，洪宗演教，将五音、六入、12处、18界以及7大种性都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性所变现之理以后，也就是将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同是自性本体的功能所显现之后，大众一再承受佛陀破妄显真的真谛，个有所开悟，法喜充满的未曾有。292。经文：礼佛合掌的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妙战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相，不立僧之或法身。293。白话解释：大众合起手掌礼拜佛陀，获得未曾有过的利益欢喜，就在如来面前念偈颂赞叹佛陀说：灵妙湛然，总持一切智慧，寂静不动的释迦世尊，是自性天然妙定的证悟者，是世间最为稀有的。消除我们一劫的颠倒妄想，使我们不必经历无量劫数去修正，就能获得自性本体的法身。294。首楞严王意为一切事究竟坚固，是寂然不动，确然不拔，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诸佛所证的禅定总名。佛所证的这种禅定，是自性天然的妙定，是禅定之王。295。僧之谓阿僧之劫，意为无量劫，代表无量数的久长时间之意。296。法身就是如来的清净身，是自性本体，是人人具足的佛性是也。297。经文：愿今的果城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沙，是则名为报佛恩。298。白话解释：但愿从今以后早的佛果，而成为佛宝法王，然后回转到驾慈航，还要度尽如恒河沙那么多的众生。愿将这颗恳切的身心奉献如为成熟的佛刹，这样才能叫做报答无佛慈悲救度众生的大恩。299。经文：夫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事先入，如依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还。300。白话解释：福地恳请世尊为我作证明，为救末法五浊恶世，
我立誓发愿要先入去教化众生。如果还有一位众生当未成佛，自己始终不会住在涅槃的果位。301五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劫浊。302命浊：众生因烦恼丛集，心生交瘁，寿命短促。303众生浊：世人每多避恶，心生不净，不达义理，心不光明。304烦恼浊：世人贪于爱欲，田怒争斗，虚狂不已，烦恼逼迫。305见浊：世人知见不正，不奉正道，一说纷纭，莫衷一是。306劫浊：生当末世，饥饿、疾疫、刀兵相继而起，生灵涂炭，永无宁日。307泥环即是涅槃，亦未寂灭，灭度。是诸佛不生不灭常乐我净之自性本体是也。308经文：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性可消亡，硕迦罗心无动转。309白话解释：大威雄、大智力、大慈大悲的佛陀，更希望您加以开示，除弃我们维系的烦恼惑，使令我早登无上大觉佛果，在十方世界里做道场度众生。如果空性可以消亡，但是我愿度众生的坚固之心也不会移动转变。310大雄，威德雄盛，犹如狮子王。311大力，大智慧，能灭除无明的生根。312大慈，能与众生真正永恒不变的快乐。313大悲，能拔除众生生死的痛苦。314所谓大，就是觉大，是无上之意。315无上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也。佛以证悟无上觉道，是佛果究竟觉，也是顿悟自性清净圆满的体用。316道场，原本是指佛陀降魔成道的场所，成佛后而度生，所以演变讲经说法之处也称之道场。317顺若多性，亦谓空性。318硕迦罗心，亦谓坚固心，如金刚宝石一样坚固不坏的道心。又亦谓轮，轮则有摧碾之力，是说明悲智之心，自利利他，都能摧碾无人的惑业苦等迷惑。319终日骑牛不见牛，昧了自家忘了牛，千里追寻觅不得，忽而觉知我骑牛。一念清净觉千古，十界一正无欠尘，识得此念是何物，世间忽然少一人。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楞严经第4卷。1开悟圣僧云：青山极度变黄山，浮世纷纷飞总千，眼里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2楞严经第4卷大义：富楼那尊者，他虽然在楞严会中获得法义匪浅，可是他的疑问愈来愈深，所以他就请教佛陀有关于的水火风空等5大圆融之由，也就是所谓6根6尘65因等，既然都是如来藏性，为什么会忽然有山河大地等诸有味相？
五大的性能明明是相克相生，为什么五大本性是圆融，是周偏法界，互不凌灭？世尊因此对富楼那尊者开示如来藏本妙圆心，并回答阿难尊者有关菩提、涅槃、真如、眼摩罗什、佛性、空如来藏、大圆净智等所谓果位7种常住的问题，里面包括阐明世界、众生、业果等3种相续的问题，也谈论到有位习漏、5种浑浊、6根功德的优劣、6根系变相符等，以及当场集中验偿等事。3. 经文：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谛。4. 白话解释：这个时候，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当中，就从他的座位起立，偏露出他的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向佛陀禀白说：大威德的世尊，你是善于为诸众生开示如来第一义谛的大觉者。5. 富楼那意未满，是他父亲的名；弥多罗尼意未辞，是他的母亲的名。父母的名合起来为满词，他就是合父母之名的闷词之子。6. 富楼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听佛陀巧妙的演说，有关于5因、6入、12处、18界以及的水火风空见识7大种性，都是无人自性本体的妙真如性，使阿难尊者明白真心而生信心，刹那间获正法身，要求佛陀除弃他的维系惑。此时富楼那尊者内心也有未详尽的疑惑，现在以恭敬心合掌，请佛陀继续开示究竟第一义谛。7. 经文：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于百步外灵于文瑞，本所不见，何况的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思义究竟，无疑惑地。8. 白话解释：世尊您时常推举在说法大众中，我是第一人，但是我现在听到如来您上面的微妙讲解后，犹如一位耳聋的人，在百步之外去听蚊虫的声音一样，根本就看不到，何况能听到呢？佛陀虽然演说非常的明了，使我们除弃疑惑，可是我现在尚不能领悟详细的道理，不能达到没有疑惑的境界。9. 经文：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灯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于疑会。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乎深山河大地，诸有未相？次第千流，终而复始。10. 白话解释：世尊啊，像阿难这一辈的人，虽然可说是已经了悟的人，但是无明的习气与具生我执之漏尚未弃除。我们在会中已经登上无漏的境界，虽然已经除尽诸烦恼，可是现在听到佛陀您所说的道理，还是有很多纠缠不清的疑惑。世尊啊，如果世间一切6根6尘5因12处18界等，都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都是本来就清净，但是为什么忽然会生出山河大地等诸有变化的现象呢？因此有次第的迁流不息，终而复始呢？11. 世间的物理、生理、心理等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人自性本体清净本然的功能。富楼那尊者尚未清楚，不知外相不离本性，迷惑时，全性则成为相；了悟时，全相则成为性。既然清净本然，为何有世界、众生、业果、物理、生理、心理等，以及时间、空间会次第迁移流转，终而复始呢？12. 开悟圣僧，清清净净一灵光，沙沙沉沉不复藏，万万千千都是觉，多多少少浮思量，明明白白无生死，去去来来不断肠，是是非非如昨梦，真真实实快成当。13. 开悟圣僧，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为传第一义，其乐自悠悠。14. 开悟圣僧，三千七宝虽多，用尽还归生灭，四句经文虽少，悟之直至菩提。15. 开悟圣僧，人生一念受一生，百念受百生，千念受千生，如是受无量念即受无量生，当下无念即见法身本体，不生不灭。16. 经文又如来说的水火风本性圆融，周星号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的性星号，云何容水？水性周星号，火则不生，复云何名水火二性具星号虚空，不相临灭？世尊，的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具周星号法界？而我不知是亦幽往，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是语义，五体投地，亲可如来无上慈慧。17. 白话解释，又如佛陀您所说的水火风等四大种性，其本性也是圆融无碍，周星号法界是湛然不动，常住不变。世尊，如果的性能是星号满的话，为什么能容纳水呢？水的性能如果是周星号的话，火的性能就根本生不起来。又为什么要说明水火二种性能都是偏满于虚空，不会互相冲突临灭呢？世尊，的性能是障碍的，空的性能是通达的，两者是相反，为什么说两者都充满周遍法界呢？我实在不知这种原理的关键在哪里。但愿佛陀您宣流正法，施大慈悲心，解开我的疑云，以及大众的迷惑。富楼那尊者将话说完后，五体投地，清净可仰佛陀能赐予无上的慈训。18. 经文，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尘寂灭场地，真阿炼若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亲佛法音，默然承听。19. 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释迦世尊对富楼那以及会中的漏尽无学诸阿罗汉说，我今日要为在座的大众宣明殊胜了义的真圣义性能，使令人言会上已定性的小乘声闻，以及一般未曾得到我法二空，但是已经回心向上乘的阿罗汉们，即其他的人都能获得一佛乘不生不灭寂灭心地，真正寂静正修行的境界，你们应该要详细的听。现在将为你们讲说。20. 三种阿罗汉，一定性阿罗汉2，不定性阿罗汉3，回小向大阿罗汉。21.
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二空就是我空与法空。阿罗汉只证我空，尚未兼证法空。虽然如此，这般的阿罗汉非是定性阿罗汉可比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回小乘向大乘佛道迈进，不愿停滞小乘圈内，愿学佛陀大慈大悲大智大行大愿之行者。22. 二空，以我空。二法空。23. 我空，证悟四大五蕴无我的真理。24. 法空，证悟诸法缘起性空，不执诸法之理。25. 圣义谛有四种：一世间圣义，二道理圣义，三正德圣义，四圣义中圣义。26. 皆获一尘寂灭场地，真阿炼若正修行处，一尘就是上乘，也是最上的一佛尘。寂灭场地就是不生不灭的因地心，也是如来密因，当然是大寂灭海，指如来藏性而言。阿炼若是梵语，意味无喧杂，本位寂静，没有喧哗杂闹的修行好场所。这里是指不生不灭不动摇的真心，当然是首楞严的定体，是十方诸佛一路涅盘门，故名正修行处。27. 阿罗汉有三义：一杀贼，二无生，三应供。28. 杀贼，杀尽烦恼之贼。29. 无生，解脱生死不受后有。30. 应供，应受天上人间之供养。31. 经文：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乎深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32. 白话解释：佛陀问富楼那说，如你所问，自性本体既然是清净本然，为什么会突然生出山河大地等物象来？你平常不是有听我如来讲过，性自觉故，性自妙明，本来觉故，本来明妙的道理吗？富楼那尊者说，是的，世尊。我时常听到佛陀您宣说过这种的道理。33. 开悟圣僧云，法性湛然本空寂，无明而心甚烦别，因戒身定起智慧，断除烦恼成正觉。34. 开悟圣僧，二圣人望断烦恼，望入涅盘，有断有入，尚未见性，为涅盘所致。菩萨之烦恼性空，不住性空不沾烦恼，等于两者不二门，故常于动静中处在涅盘。35. 经文：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魔所明。佛言，若魔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魔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谓明觉。36. 白话解释：佛陀说，你所说的觉悟自性的灵明，到底是自性本来就具足灵明，不需加灵明，所以叫做觉性呢？还是本觉自性原来没有灵明，必须加灵明，才叫做灵明的正觉呢？富楼那回答说，如果这个觉性不加灵明，而叫做觉心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灵明了。佛陀说，如果没有加明于觉心的话，
就是没有灵明的觉，但是你却不明白有所加明就不是觉。如果魔所加明时，那么此觉又不是灵明，那个无明昏浊的又不是本觉自性之沉沉战战的灵明自性。须知自性本觉原来自己灵明，因为认为觉性必定要加一个明照，才叫做明觉，正是多余，也是妄位。37. 自性本体如果不明的话，就会堕入昏昏默默的境界，而不是沉沉战战的本觉灵明自性。假使有明的话，就会陷入昭昭灵灵之障，也就是本明中再添加明的念头，正是多余妄位，因此将妙明一转而成无明，真觉一变成为妄觉，将性觉妙明清净本然之体迷昧成为无明的业识了。38. 经文：觉非所明，因名利所即妄力，深汝妄能。无痛意中，赤然成意，意彼非意。因义利同，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异。39. 白话解释：直觉本来就有明照，不是任何所能使明照，因为妄起心念要使明照而成立所明的对象，所明既然虚妄的成立产生，自然也就相对的生起你虚妄能明的无明妄心。因此在没有相同或者相异的平等体性里，炽盛的生成能明与所明相对的不同，在分别各异那相对的不同，因为有相异差别的产生，也就成立了相对的同一。既然有同一与相异的发现标明，因此又在产生成立相对的没有同一与没有相异。40. 众生的形貌是依人而异，但是每个人的知觉却是同一源流。虽然如此，所立的无同无异，已经也是有异了。因为已形成为众生，就脱离不了异这字。虽然本来都是同一真心，一旦落于凡夫，就表示已经是污染的一面，所以不能谈到绝对的同。41. 开悟圣僧，堂堂大道，赫赫分明，人人本具，个个圆成，只因一念刹，现出万般形。42. 经文：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沉，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尽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43. 白话解释：像这样互相扰乱、互相对待而生疲劳变态的物理现象，疲劳变态一久，就会发生物质本能尘劳的运动，会自然互相成混浊的状态，因此而引起心理知觉上的尘劳烦恼，而形成了世界。静态就形成虚空，虚空的体性是相同的，世界万有就各有不同，那个不是痛也不是意的众生，是真正妄动有所作为的业报法。44. 经文：觉明空昧，相待尘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兼明利爱，彼经宝者，明觉利坚，故有经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深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45. 白话解释：真觉既然起妄想无明，就会使真空迷昧，能所相对待而成动摇的状态，故会产生风轮性的大气层的本能，来执持世界。因为虚空形成动摇的状态，本体间执妄明，而凝结成立固体的物质，故有金属性能的物质宝藏，继承的妄明觉体，既利兼爱，
所以就有经纶性的固体在保持国土坚宁的决性，既成为大地物质宝藏，又在虚空妄冥中摇动不止，而生出风性的空气。风性与固体的晶性、地质相摩擦，故有火性的光热发生为一切变化的性能。宝藏之体明净，而生润湿的本能，因此火性的光热上蒸，至有水轮包围于十方的世界。46. 风大真觉其妄明，就成为玩空晦昧，也就是妄觉与玩空互相对待，互相侵夺，形成动摇的现状，故有风轮直持世界。47. 的大空昧觉明与昏昧互相侵夺，生摇动之风。自性本体变态的光明，坚固凝结而成立固体的物质，属于的大，是坚固心所形成的。48. 火大风性属动，金性属坚，动性的风与坚性的地质互相摩擦，故有火光位变化性。49. 水大大地中心的物质宝藏，与光热相乘产生润湿的本能，故有水轮含十方界。50. 一切世界的万象万物，都由的水火风而成，的水火风都依无明妄心，无明妄心的来源就是妙明觉性。故说世界之所以形成，不外乎真如妙性，也就是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51. 佛教事业感论。52. 外道是创造论一神论。53. 开悟圣僧云：有福无慧成颠倒，实相不明广造业；有慧无福成烦恼，福缺诸事不称心，福慧双修两足尊，凡人亦可当圣人。54. 经文：火腾水降，交发力坚。湿为巨海，干为舟滩，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舟滩中，江河常注。水是烈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急则成焰，融则成水；土是烈水，抽为草木，是故林叟欲烧成土，因搅成水，六妄发生，地相为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55. 白话解释：火性上腾，水性下降，交互发生作用，成立坚固的物质世界，湿的成为大海，干的变为洲陆，因为是这种道理的缘故，在大海里面，火光常常爆发。洲陆土地当中，又有江河流注，水势如果烈弱于火性时，地壳就凸起而结为高山，因此当山石尽力打击时，就会发出火焰；岩石如果融化，就会成为水；土势如果烈弱于水性时，就抽拔而生长草木。因此之故，树林草木遇火烧掉就变成土质，尽力搅扭就成为水浆，这些物质交互妄动而发生作用，能量地相变异互为种因。因为是这样的缘故，世界乃相续不断的存在。56. 经文：复次复楼那，名望非他，觉明未就。所望既立，明理不渝，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望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之，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名色发，名见想成，意见成增，同想成爱，留爱为重，纳爱为胎，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结罗兰、恶蒲檀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异，
所有受业，逐其非审，以示因缘，众生相续。57. 白话解释：再者，复楼那无人的身心照明妄动，不外有他，因为对觉心体性妄加使名是主要的罪咎。妄名妄所虽然已经成立，可以仍然不超越过灵明的字体，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听到的不超出声音，见到的不外乎色质等现象。色声香味触法6种妄成形成，因此将精明之体分开为见闻觉知等6种功能作用。相同的业力就互相缠缚，业力不同的就相合或脱离而形成种种的变化。看到光明色相就会发起作用，明见了色相而生成情欲的妄想趋前投胎。男见父或女见母因为相排斥不同而生成憎厌，男见母或女见父异性相吸，因为欲想同心而生成情爱，留住这情爱入父精母血中而成为结胎的种子，接纳这情爱的妄想而成胎儿。当父母性交媾合的时候，就会吸引有共业缘的入胎，因为自己有淫欲想念的主因与父母性交的助缘而投胎，才产生第一个7天的结罗兰胎形与第二个7天的恶蒲檀胎形等，一直到出胎，不论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随个人所造业而感召应得的果报。卵生是以乱想而生，胎生因情爱而有，湿生是以贪味趋合而感果，化生是以离旧换新而得报应。无论是爱情或者想念的生命，或者是复合分离的生命，都能互相变异，互相发生关系。所有的生命都是业力的驱使，各自追逐，非潜伏沉在世间。因为是这样，众生世界就相续不断。58. 圆觉经，3界轮回淫为本，6道往返爱为基。59. 经文：复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续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资，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尸胎，随力强弱地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10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道贪为本。60. 白话解释：复楼那因为想念恩爱而同心结合，情爱执着而不能舍离，所以世间上的父母子孙相传生育不断绝。这些就是以淫欲贪求为根，贪爱的力量互相共同滋长，贪心永远不能休止。因此之故，世间的卵生、化生、湿生、胎生等生物，随着自己力量的强弱，互相吞吃，这些就是以杀害贪求为根本。像人类吃杀羊肉，羊死后转生为人类，人死后转生做羊被杀害命债，就像这样，乃至所生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等10种类众生，死死生生，互相啖食，这都是生命与生俱来的恶业所生，穷尽未来际都没有完了的日期。这都是以盗取他人生命的贪求为根本。61. 贪欲、贪杀、贪盗是业果的根本。原来业果相续，是不离一念妄贪。所谓真如不守自性，妄为明觉，正是最初一念贪明，是为众贪之本，而一切甜吃慢等，皆由贪而生。在此以3贪为代表业果的相续。62.
法华经云：众苦所因，贪欲为本。63. 经文：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为杀盗淫三味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64. 白话解释：你欠我的命，你就要还我的命；我欠你的债，我就要还你的债。因为是这种的缘故，经过百千劫那么久，永远常在生死中旋转。你爱我的心，我怜惜你的美色。因为这种的缘故，经过百千劫那么久，永远常在情爱缠缚中不能解脱。这杀害、盗取、淫欲三种罪业，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因此之故，世间上就有了罪业果报的相续不断。65. 佛说42章经云：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66. 阿含经云：有因有缘世间集，无因无缘世间灭。67. 开悟祖师云：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聚；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68. 经文：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法相，从望见深山河大地诸有味香，次第牵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乎深山河大地诸有味相。如来经的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味习漏，何当复生。69. 白话解释：富楼那那，这世界众生业果三种颠倒迷执的相续不断，都是因为对觉心妄加使明，而有明了的知识性能。因为有能明了的心识，也就发生所明了的境相，从虚妄的迷执的见解而产生山林、河流、大地一切万有的现象，皆次第循环变迁流动。由于妄动的作用，所以终而复始，连环不断。富楼那尊者说，如果这个灵妙本觉的自性本来就是正觉妙明，与如来的清净佛心一样，是不增不灭的灵明本体，那么现在无缘无故忽然生出山河大地一切万有的现象，如来现在以正的灵妙性空光明正觉，那么山河大地等万有的有味习惯烦恼，到底是不是也应该会再生起呢？其实经文：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物所出。富楼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物。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物非生迷，云何生物？71. 白话解释：佛陀回答富楼那尊者说，譬如有一个迷失方向的人，在一个村庄部落里，误认南方为北方。这种迷惑是因为迷惑才有的呢？还是觉悟后才生的呢？富楼那尊者说，这个人的迷惑并不是因迷惑而有，也不是因觉悟而生。因为迷惑本来没有根源，怎能说为是因迷惑才有的呢？至于觉悟就不会生迷惑，怎能说为是因觉悟而生的呢？72. 南方就是南方，南方不能转为北方，真体就是真体，真体不变，真心不会成为妄心。既然误认南方为北方，虽然内心生起迷惑，
但是真体还是不变不动。73经文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殊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楼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根深迷不？不也，世尊。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习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74白话解释。佛陀问富楼那尊者说：那位迷惑的人，正在迷惑时，忽然有一位觉悟的人，指示他以正确的方向，使他能了悟。富楼那，你的意见如何？这个人即使迷惑这个村落，可是经过别人指示而明白后，还会生迷惑吗？富楼那尊者说：当然不会再迷惑了，世尊。佛陀说：富楼那，十方世界以证悟的佛陀亦复如是。这种迷惑原来并没有根本，其性毕竟是空的，以前并没有迷惑，忽然好像有迷惑的感觉。但是觉悟迷惑时，迷惑就会消灭，觉悟后就不会再生迷惑了。75经文亦如一人见空中华，亦并若除，华于空灭。忽有余人于彼空华所灭空地，呆华根生。汝观是人谓于未会。富楼那言：空原无华，望见生灭，见华灭空，以是颠倒，敕令更出，斯时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谓于未会。76白话解释。犹如眼睛发炎的人看见空中有花朵一样，但是一并除去后，在空中的花朵就会消灭。忽然有一位愚人，在空中花朵所灭的地方，仍然等待空中的花朵再出现。你看这个人是愚痴呢，还是有智慧呢？富楼那尊者说：空中原来没有花朵，有了并眼的望见，才会看到空花的生灭，看见花朵在空中消灭，便已经是迷惑颠倒，欲令空花的再出现。此人实在是狂痴的人。为什么需要再加明这种狂人是愚痴还是智慧的人呢？77经文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金晶，其晶亦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炭，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盘亦复如是。78白话解释。佛陀听完说：照你的见解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又问一切佛陀如来已经证悟灵妙正觉光明的空性理，什么时候会再生出山河大地来？又如金矿里夹杂着泥沙与金晶，将杂金取出锻炼成为纯金后，就不会有杂沙。又如木已成炭，不会再变成原木。诸佛如来已证菩提涅盘，不再变为生死轮回，也与这种道理相同。79佛说42章经云：静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魔镜，垢去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80佛说42章经云：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沉水至手扰之，众人共临，无有心好其隐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着心，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净，道可见矣。81佛说42章经云：一念不净，即是生死之根，业风所牵，
一念不生，即如佛。82经文复楼那。又汝问言的水火风，本性圆融，周星号法界，以水火性，不相凌灭。又真虚空及诸大地，具星号法界，不合相容。复楼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复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气沉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埋，水沉成印。83白话解释复楼那那。又你所问之言的水火风的性能都是圆融无碍，周星号法界，因此疑惑水火本是相反的性能，为什么不会互相凌灭？又你征询疑问，认为虚空与大地的性能都是星号满法界，不应该会互相容纳。复楼那那。你要明白，譬如虚空，它的自体不属于任何一种现象，但是也不拒绝一切万象在虚空中的发挥，为什么缘故呢？复楼那那。譬如太虚空，日照就有光明，云雾遮住就会昏暗，风一吹摇就会有活动，雨过天晴飞尘沉静就清新，的气凝结就浑浊，尘土飞扬积聚就成阴霾，水面澄清就会反映出晴明来。84经文于意云何？如是诸方诸有味相谓因彼生，谓复空有，若彼所生。复楼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圆望，无可指陈，由妖空华，结为空果，云何结其相邻灭异？观性圆真，为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85白话解释，你的意见如何？像这光明、阴暗等各不同而有为千变诸相，是由太阳、云雾所产生呢？或者是虚空而产生而有呢？复楼那那。如果是以日光照耀来说，既然是日光的光明，那么十方世界的虚空应该都是同于太阳的颜色才对，但是为什么虚空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日轮呢？如果虚空自有光明的话，那么虚空自己应该能照耀才对，但是为什么在半夜或者在云雾遮蔽之时，不能生出光耀来呢？应该要明白，这种光明既然不是太阳所生，也不是虚空自身，但是也离开不了太阳与虚空。大家所观看到的现象，原来都是虚妄的，没有可以指陈的根本。好像要求虚空的幻华结为空果一样。为什么还要诘问物理现象互相凌灭的道理呢？反观诸大的性能，本来是唯一真心的妙用，是妙觉灵明。这个妙觉灵明的真心，本来并不是的水火风等诸大，为什么又问它在宇宙能相容不相容呢？86开悟圣僧云：见色不为色尘染，闻声当知谁闻声，如能认出是何物，成圣成凡尽无言。87经文真妙觉明，亦复如是。汝以空明则有空现，的水火风各个发明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云何具现？复楼那。
如依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者，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凭据。88. 白话解释，自信真心的妙觉灵明，也与这个道理一样，你有虚空的业力明显发起，就会有虚空的业果显现出来，有地水火风等个别的业力明显发起，就会有各种业果显现出来。如果各种业力都一一明显发起，就会有各种业果一一显现出来。为什么同时都会现出作用呢？富楼那那，譬如一个潭的清净水里面现有太阳的影子，两人同时都看潭中的日影，然后一人向东一人向西各自向前走，这样就会各有各太阳，跟随着二人的方向移动，一人向东一人向西，太阳是没有准定向谁的目的。当然不应该强辩说这太阳是一个，为什么会随着两人移动呢？如果太阳已经分成二个，但是为什么水中所现的只有一个？这些辗转显现的虚妄幻象，实在没有真凭实据可追究。89. 经文：富楼那，汝以色空相侵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虽为色空，周星号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沉，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被觉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90. 白话解释，富楼那那，你们是因为无明妄念才有物质色相与虚空显现而互相侵夺自性本体的如来藏，而如来藏心也随着个人或业显现色相与虚空，充满周星号宇宙世界。因此在真心空性当中，有风的吹动，虚空澄清，太阳的光明，云雾的昏暗等诸现象。众生自己迷闷，违背了正觉的自信，而趋合凡尘的妄心，所以发生染尘劳累，因此有凡夫世间的虚幻万象。91. 开悟圣僧，但见一切人事物时，不见人之是非过患，不憎不爱，不喜不忧，即是自性不动，虽动亦静，诸佛同证菩提，亦复如是。92. 开悟圣僧云：动而永寂，众生即佛；寂而反动，佛即众生。93. 开悟圣僧云：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无心是离相离尘离境之心，心无一物，法性显现，是名得道人。94. 经文：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亦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心号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沙，作为成理，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95. 白话解释：我因为证悟妙明不生不灭的自性，合于自性本体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妙觉圆明，是圆满普照于宇宙法界，因此之故，在如来藏里面，同一体性就有无量作用，无量作用就是同一体性。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是不动的寂灭道场，心号满十方世界。法性真深含心号十方没有穷尽的虚空，在于一根毫毛的尖端，
就能现出佛宝法王广大的沙土世界，坐在一围城里，能大转法轮度化众生。因为是灭除尘劳的束缚，合于正觉的缘故，所以能启发正入真如妙觉明净的真空实性。96.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就是一心，无量就是万法。一心能生万法，万法为是一心。心有时，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法全现；心无时，则大千世界全空。是一多无碍的境界，也是理事无碍的大用。97. 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小就是小相，大就是大相。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如一面镜，可映现数千倍之镜像，此时镜面不必放大，广大的境界也不需缩小。以镜望镜时，小中能现大相；以镜望镜时，大中现小相，是大小互融，事事无碍。98. 不动道场，心号十方界。不动道场就是一尘的寂灭场地，也就是自性本体，如不动之意。就是一为无量，是属于理不碍事，一不碍多。99. 身含十方，无尽虚空，法身是理，无尽虚空是事，是一真之理，能包一切是法之意。如果十方虚空妄一身，是事不碍理，是多不碍一。100. 经文：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101. 白话解释：但是自性本体的如来藏是本妙圆满的真心，并不是心理作用，不是虚空以及的水火风等物理作用，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作用，也不是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的作用，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的作用。102. 六祖坛经云：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18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18邪；自性若正，起18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103. 经文：非名，无名，名，无明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104. 白话解释：自性本体的真心，不是执迷的无明迷惑，也不是执迷的无明迷惑灭尽，像这样乃至不是衰老，不是死亡，也不是衰老死亡灭尽等12因缘的缘觉乘法门。自性本体的真心，也不是苦地，也不是集地，也不是灭地，也不是道地，也不是所证的我空之智，也不是所证的我空之理等声闻之法。105. 正12因缘法可成缘觉成4生至100小节。106. 正4圣地法可成声闻成3生至60小节。107. 经文：非檀那，非尸罗，非毗梨耶，非忏提，非禅那，非般若若，非波罗蜜多。如是乃至非达他阿劫，非阿罗诃，三耶三菩，非大涅盘，非常，非乐，非我，非净。108. 白话解释：自性本体的真心，也不是布施的檀那，也不是持戒的尸罗，也不是精进的毗梨耶，也不是人辱的忏提，
也不是禅定的禅那，也不是智慧的般若，也不是到彼岸的波罗蜜多等大乘菩萨法门，乃至也不是所证的如来达他阿劫，不是应供的阿罗诃，不是正心好知的三耶三菩，不是最大涅盘佛果圣域，以及不是真常，不是真乐，不是真我，不是真净等如来所具足的四德。109。吃素食意义有5种： 1.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2. 众生皆为过去生中之父母眷属； 3. 杀生害命，违背大慈悲心； 4. 杀生罪业深重，不能入解脱正道； 5. 因果循环。110。梵网经云：当知汝是未来佛，我是已成之佛。111。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112。梵网经云：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113。大智度论云：诸于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114。娑婆多论云：若一日一夜持不杀业，于当来世中，绝不遇刀兵劫。115。杀生果报4种：以体弱多病2，寿命夭折3，因果循环4，命中堕落。116。经文：以是俱非，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圆明心妙，即心即空，即的即水，即讽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极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明尽，如是乃至极老极死，极老死尽，极苦极极，极灭极道，极至极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忏提，即禅那，即般拿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恒怛阿劫，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盘，即常，即乐，即我，即净。117。白话解释：因此世间的六道凡夫与4种圣果都不是真心体性。这清净心如来藏性原本就明净，其心是灵妙的，本来的真心，可说就是心，就是空，就是地，就是水，就是风，就是火，就是眼，就是耳，鼻舌身意，就是色相，就是声音，就是视香气，就是滋味，就是感触，就是法则，就是眼识界，乃至就是意识界，就是明，就是无明，就是明无明灭尽，乃至就是老，就是死，就是老死灭尽，就是苦地，就是极地，就是灭地，就是道地，就是智，就是德，就是布施，就是持戒，就是精进，就是忍辱，就是禅定，就是智慧，就是到彼岸，乃至就是如来，就是应供，就是正心好知，就是大寂灭，就是真常，就是真乐，就是真我，就是真净。118。经文：以是句即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妙明心源，离即离非，是即非即。119。白话解释：因为世间的六道凡夫与超出世间的4种圣果都是真心实性的现相妙用，这清净心如来藏妙用明净的原本真心，因为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缘故，离开即是有，即是空，
也离开非即有，非即空，同时也即是实界，也不即是实界。120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是双遮双照，以显空不空如来藏，也是中道第一义谛。121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是中道第一义，是圣义中的真圣义，不可说即色，不即色，也不可言即空，不即空。所有一切是非有无名相言语都不可得，是超伦绝呆，离过绝非，是不可思议之境。122经文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即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夺如来无上菩提，用是语言入佛之见。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汝等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个个圆满，如我暗指，海映发光，汝赞举心，尘劳先起。犹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的少未足。123白话解释，这个道理只有佛陀方能了知，为什么充满烦恼的三界众生与超出世间声闻缘觉们，用有限能了知的心来测夺佛陀无上正觉的大道呢？用一般世俗的语言，想要证入佛的知见呢？譬喻琴、瑟、箜篌、琵琶等乐器，虽然有发出美妙声音的性能，如果没有巧妙的手指，但它始终还是不能发出声音。你与一般的众生也与这种譬喻一样。这个自性宝藏的本觉真心，是人人本来就具足圆满的。譬如我一按指的时，佛智如大海映万象的三昧就会发出光明，但是你们短暂一起心念，就会随之而有尘劳烦恼的升起。这都是因为不求无上正觉的大道，贪爱小乘的果报，得到微小部分的佛法就感觉满足。124法华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125法华经自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贪。126经文复楼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习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的圣尘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缘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必妙明受此轮逆。127白话解释，复楼那尊者听后请问佛陀说，我与佛陀您都具有宝贵的觉性，都是圆明妙用的清净真心，是圆满无缺，没有二样。只因我自往昔以来，就被无始以来的妄想所牵缠，长久在世间轮回不止。现在虽然得到圣道，但是仍然尚未达到究竟的果位。世尊您已经除弃一切妄想，一切障碍已经圆满消灭，独得灵妙真常不变的真心。请问佛陀您，一切众生为什么有妄想心，自己遮蔽灵妙光明的真心，而遭受这种轮回不息的沉沦之苦呢？128法华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更以一方便著显第一义。129大涅盘经云，有信无智增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130金刚经云，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亿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的如是无量福德。131金刚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魔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132经文：佛告富楼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其不闻是罗城中眼若达多，忽于尘潮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田则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于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楼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133白话解释：佛陀启示富楼那尊者说，你虽然除去了部分的疑惑，但是尚有很多疑惑没去掉，我就用世间现实的事情，现在再来问你，你是否听过舍卫城内有一个发狂的人，名叫做眼若达多。有一天，此人早上起床，拿镜来照自己的面，而喜爱镜内那个人头，因为那个头的眉目清秀可见，反恨责怪自己的头为什么看不到面目，以为是魑魅鬼怪，以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头，因此无缘无故疯狂乱跑。在你的意思如何呢？这个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发狂乱跑呢？富楼那尊者说，这个人是心里自己发狂，并没有其他的原因。134经文：佛言：妙觉名缘，本源名妙，即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辗转相因，从迷积迷，以立成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实迷无因，妄魔所依，尚无有生，欲何未灭？的菩提者，如悟实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135白话解释：佛陀说，妙觉灵明圆满的真心，本来是圆明灵妙的，现在既然称为妄心，怎能会有原因呢？如果有个原因，怎会名为妄心呢？自己有这些妄想，互相辗转，互为因果，从迷惑累积迷惑，所以历尽为成熟的时节。虽然经过佛陀的阐明，仍然还不能迷途知返。这个迷惑的原因，就是迷惑自己本源妙心而有的。认识迷惑本来没有什么起因的话，妄心就没有什么可依据的。妄心既然尚无生处可得，想要从什么地方去灭除呢？证的菩提正觉的人，就像醒悟的人，讲说梦中的事情，心智纵然精明，要用什么因缘方法取出梦里的人事物给人看呢？136永嘉禅师云：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137经文：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眼若达多，其有因缘，自不投走。忽然狂歇，头非外的，纵未歇狂，亦贺遗失。富楼那，妄性如是，因何未在？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
三因不生，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甚尽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的合集构劳，恳请修正。138白话解释，何况妄心原来就没有原因，根本就不是实有的，犹如城里的眼若达多，那里有什么因缘，使他自己恐怖头已失掉而狂走呢？当他忽然狂心修歇时，他的头也不是由外面得来，假使他的狂心并未修歇，但是他的头也不是真正有失掉过。楼那妄心的性质本来就是这样，那有固定的所在呢？你只要不随妄想分别去执着世间相、业力果报，不追逐众生相，不随顺这三种现行的相续心，这三种因缘自然会断除。三种主因种子不生起，你心里的眼若达多的狂性自然会休歇。狂心一歇止，当下便是菩提觉道，殊胜清净光明的真心，本来就周心号法界，并不是从别人之处得到，何必借着辛苦勤劳去修持才能证的呢？139经文，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细如一珠，不自觉之穷漏他方，乞食持走。虽时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至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140白话解释，譬如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衣服里本来就系带着如意宝珠，但是自己并不知觉，反而到处露面做乞丐，乞食奔走。虽然当时实在是贫穷，但是衣里的宝珠并没有遗失过。忽然有一位有智慧的人指出他身上的宝珠，因此达成他致富的心愿，立刻就成为财宝丰饶的大富翁。因此财物之神妙宝珠，并不是从外面的来的。141学佛，消极不造业，积极造善修行。一般人积极造业，消极造善不修心。142唐朝布袋和尚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月，心地清净方未到，退步原来是向前。143梵网经云，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若父母、师僧、弟子、病、诸根不具，百种病苦恼，皆供养令矬。144八种福田，仪佛2，圣人3，僧4，阿舍离5，和尚6，父7，母8，病人。145如果有人恭敬供养这8种人，可以得到无量福报，故称福田。146开悟圣僧云，生与死只是无量事当中之一事而已，是某一活动之现起与消散，若无见性入圣，生死始终相续不休不止。147经文，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盗淫业3缘断故，3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思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148白话解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在大众当中礼拜佛陀，行礼仪后起立请问佛陀说，世尊，现在佛陀您说杀盗淫业3种外缘断除的缘故，能生起的世界业果众生3种主因就不能生起。
心中的眼若达多狂性自然会歇修，狂性修歇就是菩提正觉，菩提正觉并不是从别人之处得到的。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因缘的道理，是很显然明白的。但是为什么佛陀您在前面又忽然排弃因缘和合的道理呢？149经文：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意何读？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梵志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妄舍成居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为垂大悲开发迷闷。150白话解释：我就是因为有因缘的道理，心里才得到开悟的，世尊啊。这种道理并不是我辈年轻的有学果位声闻们是这样而已，就是现在会中的前辈，如大目犍连以及舍利弗、须菩提等，最初都是由老梵志修学，而后皈依佛出家。他们听到佛陀所谈的因缘法，然后发心学佛而开悟领解，而得成无漏的果报。现在您又说菩提自性不从因缘所生，那么住在王舍城一带的居舍离黄法外道所说的一切都是自然所生的道理，应该就会成为第一至上的真理了。但愿佛陀垂大慈悲心，开导启发我们心内的迷闷。151经文：佛告阿难，即如城中眼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于世。阿难，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投不失，狂不妄出，曾无变异，何即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不，为狂之计，狂何所前？不狂自然投本无妄，何为狂走？152白话解释：佛陀回答阿难尊者说，就像城里的眼若达多的狂性因缘，如果获得消灭的话，那不狂的本性就自然而出。你所说的因缘和合与自然而有的道理，穷究起来就是这样。阿难啊，眼若达多那个人，他的头如果原本是自然的，应该从本来就一直自然那样，没有一个时候不是自然才对。但是什么缘故使他经不自己没有头而疯狂乱跑呢？如果是自然本有的头，因为照境的因缘之故才发狂，那么为什么不以自然之头，由照境的因缘之故而真正的遗失呢？其实他的头并没有遗失，只是发狂部位方生出妄想，头未曾变异过，又何必需要借因缘而有呢？如果说本来狂性是自然的，那么他本来就常有狂怖的心，当他没有发狂的时候，这个狂性是潜伏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不发狂是出乎自然，那么头就本来无恙，为什么会因照境而恐怖头遗失而狂走呢？153开悟圣僧云，所以众生同一真性，但为客成妄想所缚，不能显了。若舍归真，无自无他，凡圣等一。154经文：若悟本头实之狂走，因缘自然具未细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
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俱方名无系论法。155。白话解释：如果了悟头虽狂而不失，就会明白是无故发狂乱跑的。这样一来，因缘与自然都成了儿戏的理论。因此之故，我说世界、业果、众生三种相续妄愿断除了，当下就是菩提正觉之心，菩提正觉心生，生灭的妄心就灭，但是这还是生灭法而已。即使能灭能生都尽尽，而至无功用道的境界，也不可作自然之想，因为若有自然想的话，那么明明还是会产生自然的心，生灭的妄心虽然灭掉，但是这自然心还是生灭法。执着无生灭的话，还是名为自然。犹如世间的事物，是由各种因素混杂和合构成一个整体，名叫和合性。不属于和合性的就叫做本来自然，但是仍然是生灭法。一直到了本然、非本然、和合非和合、和合本然，二者都远离，远离与不离俱非，这样才是名为无系论法。156。的藏经云：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终之后，眷属大小，未造福利，一切盛事，7分之中而乃获1、6分功德，生者自立，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即获。157。的藏经云：言菩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皆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158。古因王经云：若有4圣受持阿弥陀佛名号，临命终时，佛与圣众皆引往生。159。古德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160。经文：菩提涅盘尚在遥远，非汝力竭心勤修正。虽复忆持十方如来12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之义细论。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伽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引火顿歇的阿那含，于我法中沉精尽灵爱河干枯，令汝解脱。161。白话解释：但是距离菩提正觉寂灭圆明的自信还是很遥远的，并不是你历劫辛勤劳苦所能修正的。你虽然能记忆诵持十方佛陀的12部经，了解清净的妙理，如恒河中的沙粒那么多，只是有益于你的细论而已。因此，你虽然谈说因缘与自然理论，决定明白这种理论，没有丝毫的错误，大家都说你是第一位博学多闻的人。但是以你这样累积历劫多闻所得的知识，也不能免除摩登伽女的魔难。不然的话，为什么需要等待我的佛顶神咒的力量，才使摩登伽女的心中一念顿息，而得到阿那含果？在我的佛法中，成为最专精进步的一群人，爱河已彻底枯干的人，也令你得到解脱呢？162。何谓12部经？
即是契经、孤起颂、众颂、因缘、本实、本身、未曾有、譬喻、论义、自说、方广、受记。里面的契经、孤起颂、众颂是经文的题材，其余9部是从经文所记载的别事而立名的，是将佛陀所说的经典加以维系的分门别类归为12部类，并不是佛经有12种，是说明佛经里面的内容有12种类的教法。163。1. 契经者梵语为修多罗，就是长文，是将佛教的教理以散文体裁写出来。2. 孤起颂者梵语为伽陀，在常行里面未曾说过之事，欲以寄颂方式表达出佛陀的教理时，就用孤起颂。3. 众颂者梵语为枝叶，枝叶简写为记，3字、4字、5字、7字等为一句，一定要4句以上方能成记。记是以诗颂的方式称赞佛德，曾阐述法理。众颂就是将长文里面所说过的教理重新诵说一遍之意。4. 因缘者梵语为尼陀那，是过去世曾经有过的实事，因时事都因缘所成的缘故。佛陀说法时，如果全部说道理的话，不一定会令人理解，所以有时说明过去世时，有这种人做过这种事，是理不二。5. 本实者梵语依地目多，是佛陀弟子与其他的人过去世之事，佛陀对听众会一一说明他们虽然过着现在这种生活，可是宿世是怎样的生活，一一说得非常清楚，是说明个人累世以来所经过之事。6. 本身者梵语为越多迦，是佛陀本身的前身事迹。佛陀说明今世能成就佛道，并不是偶然的，是无量世以来曾经做过什么善根，积过什么功德，因缘果满而成佛，并不是忽然无因无故而成佛做主的。7. 未曾有者梵语为阿伏达摩，是从来未曾看见过的不可思议事，如佛陀眉间放光、空中降华等神通变化莫测其事，未曾有事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改变别人的心地而所现。8. 譬喻者梵语为阿波陀那，以无人听得明白、看得清楚、会了解的事作为譬喻，以便显出未能了知之法义。9. 论义者梵语为优婆提舍，佛陀本身为了辩白真理，而将法相分别、论义、问题等。因为讲解真理不能使人知晓的话，意义便失，所以论义可说是一种的说明。10. 自说者梵语为优陀那，佛子不明佛法，智慧有限，无从问起，故佛陀自己悲愿无问自说。到了大众堪受大法，但不知大法之所以然，慈悲的佛陀就不待佛子请问，便将奥妙的道理说出，这名之无问自说。11. 方广者梵语为毗佛略，方为正，广为广大，无论何人都能觉悟之谓。佛以实教化人，就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不管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是善人与恶人，只要有心、有灵性、含灵蠢动，皆可被度成佛。12. 受记者梵语为何迦罗那，受记就是记别、预言。佛对弟子说，某某你将来在某地方、某时候会成就佛道，佛之名号为某佛等等。当被受记后，
会更加精进修行，积聚功德，度人利他为己物。既受佛之受记，决定会实现如佛的预言，始终不会错误变异的。164经文：是故阿难，汝虽力竭一持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如摩登加速为淫女，由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罗星号母耶输陀罗同悟素因，知力是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或得出禅，或蒙受记，如何自欺？上流观听。165白话解释：因为是这样的缘故，阿难啊，你虽然力竭记忆诵持佛陀的秘密妙典，不如一天的功夫勤修无漏的法门，可以远离世间的憎与爱二种苦恼。如摩登伽女原是淫女，因神咒的神力才能消灭她的爱欲，现在我的佛法中号为性比丘尼。与罗星号罗之母耶输陀罗都是同样领悟到过去的因缘，明白历世生死的原因，了解贪爱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本。他们能在一念之间重修无漏善业的缘故，有的超出生死的缠缚，有的已经蒙佛的受记。你现在为什么还是自欺，还停留在理论上观望呢？166开悟圣者云：学佛重实践，学而不行，只是多添了一些空知识罢了。解如木，行如足，有解无行不得彼岸，有行无解十行十偏差，解行并重，步步趋向菩提，诸佛皆如是成故。167佛经云：礼拜消我慢，赞叹消诽谤，随喜消嫉妒。168开悟圣僧云：心地法门之体用，必先立其体，然后起其用。体云何立？将一切有求有住之心放下便立，一切放下妄心自习，妄心自习，则无住真心自然现前。用云何起？无住真心起慈悲喜舍，利乐有情，普令出成正无生法忍，便是用起。若如是用功，必与诸佛同相左右，同一鼻孔出气。169经文：阿难及诸大众闻佛事会，疑惑消除心悟时相，身意清安得未曾有，众父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诸省民出于苦海。170白话解释：阿难尊者以及大众听了佛陀的开示训诲后，心中的疑惑都一一消除了，悟自性本体的实相，身心都感觉得清安，得到未曾有的事。因此又伤心又流泪，重新礼拜佛足后，长跪合掌，继续请教佛陀说：无上大悲清净的佛宝法王，善能开导我们的心智，能用各种方便因缘提携奖励，引导那些沉沦明暗的众生出离生死苦海。171经文：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心号十方界，含喻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沙。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我今犹如履薄之人，忽蒙天王赐予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在会诸蒙案者，捐10小乘必获如来无余涅盘本发心路。另有学者从何设福筹习攀缘的陀罗尼，
入佛之见。作是语意，五体投地。再会一心，祝佛此旨。172。白话解释：世尊啊，我现在虽然承受佛陀您这些开示，以了知如来藏灵妙正觉光明的真心，是心号满十方世界，包含孕育十方如来的国土，清净庄严宝贵的妙觉法王的沙土。但是佛陀又责备我是博学多闻而无益，还是不如实行修习清正。我现在像旅居漂泊流浪的人，突然承蒙大王赐我富丽堂皇的房屋，但是必须要明白入房屋的门径。但愿佛陀您不放弃大悲心，只是我们在座的诸位被无明蒙蔽黑暗的人，能捐舍小乘法门，毕竟获得佛陀的无余大涅槃，启发本真心的门路，使得有学的人明白怎样收摄降伏自古以来的攀缘心，而得到总持诸法，正入佛陀的正知见。阿难尊者将话说完后，五体投地，与楞严会上的大众同一专心，正期待佛陀慈悲的法旨。173。经文：尔时世尊哀悯会中圆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即为当来佛灭度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174。白话解释：这个时候，佛陀哀悯会中的圆觉声闻二圣弟子，对发菩提心尚未得到自在的人，以及当来佛陀灭度后的末法众生发菩提心的人，开示一条上乘微妙修行的道路。佛陀对阿难尊者以及大众开示说：你们决定菩提心，修于诸佛所修的微妙三摩提禅定，心内不生起疲劳厌倦，应当先明白要启发觉性的初心，二种决定性的意义。175。经文：云何初心二义决定？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成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的觉位同位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成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谓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176。白话解释：什么叫做基本初心两点决定性的义理呢？阿难呐，第一点就是，你们如果想要舍弃小乘的声闻果，愿修大乘菩萨行，而想进入佛陀的正知正见的境界，应该要详细的观察因地发心的动机与正果的正觉真心是相同或者不相同。阿难呐，如果最初发心的因地心是用生灭的心作为基本修行的因素，而想求得一佛圣所证不生不灭的果位，是没有这种的可能。因为是这样的缘故，你应该要彻底观察一切器世界，凡是可造作的事物，都会变化消灭的。阿难呐，你观察世间可以造作的事物，那一种是不会坏灭的呢？可是始终听不到虚空会烂坏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不是可以造作变坏的，所以在诸现象中，虚空始终没有变坏与消灭的缘故。177。
经文则乳身中，坚香为地，润湿为水，宣处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分乳占元妙觉明心，为视为听味觉味察，从始入中五叠浑浊。云何谓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轮本质流爱，二体法耳，性不相寻。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湿流爱，水王清洁，容貌密然，名之为浊，汝浊无众，亦复如是。178。白话解释：你的身体里面坚固的是地大，润湿的是水大，宣处的是火大，动摇的风大，因为有这四大众性的四禅作用，分化了你成占元妙正觉灵明的真心功能，发展为能看、能听、能感觉、能思维观察，从始至终成为五众浑然不清的浑浊。什么叫做浑浊呢？阿难呐，譬如清水本来是清洁的，尘土灰沙等类，其本体是有流爱的，清净与流爱二种体性本来是不相同的。譬如世间人拿尘土投入清洁的水里，这样一来，尘土就会失去固定流爱的作用，净水也会失去清洁的本相，而形成浑浊的状态，所以名之浑浊。你的浑浊有五众，也是与这个道理一样。179。佛说42章经云：如人锻铁，去渣成器，器即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净矣。180。开悟圣僧云：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181。佛说42章经云：沙门夜诵迦叶佛一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闲缓如何？对曰：不明矣。闲即如何？对曰：深觉矣。即缓得中如何？对曰：诸因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掉饰，道可得矣。于道若报，报即生皮，其身若皮，亦即生脑，亦若生脑，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182。经文：阿难，汝见虚空心号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知妄尘，是第一众，名为劫浊。汝身现团四大位体，见闻觉知拥令流爱，水火风土眩令觉知，相知妄尘，是第二众，名为见浊。又汝心中一时诵习，性发之见，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知妄尘，是第三众，名烦恼浊。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美欲流于世间，业运美常迁于国土。相知妄尘，是第四众，名众生浊。汝等见闻缘无异性，众尘隔越，无状异身，性中相知，用中相悖，同一失准，相知妄尘，是第五众，名为命浊。183。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看见虚空遍满十方世界，虚空与能见不能分出界限，如果只有虚空，就不能明辨空体；如果只有能见，能见就不能有所感觉。因为虚空与能见互相交织，而妄尘世间的一切，是为第一众，叫做劫浊。你的身体现在博取四大而成为自体，
见闻觉知等，受到生理的限制，被身体上有限度的本能所留碍。而水火风土的变化性能，又使你有知觉，这种知觉与生理互相变化交织，望成精神的作用，这是第二种，名叫做见着。又你心里有记忆、知识、诵持、习惯等作用，发生能知能见等性能，包容显现外界六尘等事物影像。60如果离开外六尘的话，就没有意识之相；六尘如果离开60妄觉的话，就没有尘性可得。知觉与外尘互相交织，妄尘妄心的现状，就是第三种，名为烦恼着。又你早晚心思生灭不停，依止我的知见，希望永远存留在世间，可是所做的业力自然的运行，时常千变于国土世界，一千一流互相交织，妄成人间世事的痛苦，是为第四种，叫做众生着。你们的见闻觉知等六根，原本是同一心性，没有两样，因为外界众尘现象隔碍而不能超越，因此无缘无故生起六种不同的根识。在体性中知觉是一体相通的，但是在六根个别的作用是互相违背而不同的，这种体用上的同与异失去了准则，一同一异两相交织，妄生妄死的寿命也就生成。这就是第五重，名叫做寿命的浑浊。184经文：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缘暂性成，以暂炫其虚妄灭生，复还缘觉的原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因，然后缘成果的修正。185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现在想要使见闻觉知契合佛陀所证的常乐我净之四德的话，应当首先择出舍离生死的根本所在，应该要依不生不灭圆满成战的自性而成，用成战的真心旋转虚妄生灭的五种浑浊，降服妄心而恢复原本的觉性，得到原来灵明正觉没有生灭的自性，作为最初所发的因地心，然后才能圆满成就佛果境界的真修实证。186六祖慧能大师云：何谓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187经文：如沉着水注于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出伏克成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香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188白话解释：譬如想要澄清浊水，应该将浊水柱放在静止的容器里面，只静生成不动摇，泥沙尘土自然沉底，清水自然会现前。这样叫做出伏克成烦恼。等到去掉泥沙，剩下纯净的水，这叫做永断根本无明。此时明净的香状精纯，没有杂染，所有一切变化显现都不再被烦恼染污，都能契合涅盘圣境，清净微妙的美德。189六祖坛经云：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则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于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怨东怨西，误人在处一般。190开悟圣僧云：大小二圣，
12部经，皆因人智，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191。六祖坛经云：人中有愚有智，愚谓小人，智谓大人。愚者问愚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开心的，即与智人无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识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192。开悟圣僧云：若者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类皆不可见性。193。经文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成身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味香，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成何处颠倒，处上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194。白话解释：第二种基本初心决定性的义理是，你们如果想要发起求证菩提佛果的心志，对于大乘的菩萨道生大勇猛心求证，而决定要舍离损弃有生灭作为的虚妄执相的话，就应该审查详细烦恼的根本。这个使你自无始以来发生造业滋润生死绵延不断，到底是谁做谁受呢？阿难呐，你要修正菩提佛果，如果不审查观察烦恼的根本，就不能明白虚妄的六根六尘是从那里生起颠倒作用。连颠倒在那里尚且不明白，怎能降伏烦恼而取证如来果位呢？195。经文：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缘何之解？不闻虚空被汝心号列，何以故？空无形相，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味贼眉，自结结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其世间不能超越。196。白话解释：阿难呐，你观看世间上解开绳结的人，如果他看不到绳结的所在的话，怎么明白如何去解开呢？但是并没有人听到虚空可以被人解开的，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虚空并没有形相，根本没有结可以解开呢。你要明白，你现在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以及身体心意，这6个就是你的贼眉，是自己劫夺自己的家宝。因此无始劫以来，众生世界就生出互相缠缚的纠结，所以在物质世间里就不能超脱。197。经文：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是谓千流，界谓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谓界。过去、未来、现在谓事。方位有10，流数有3。一切众生之妄相成，身中冒迁，世界相摄，而此界性摄虽十方，定位可名。世间之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明，与世相摄。3443婉转12，流变3叠，依10百千，总括10中，6根之中，各个功德有1200。198。白话解释：阿难呐，什么叫做众生世界呢？世就是时间的牵流，界就是空间的方位。
你应该要明白，东西南北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以及上下，就是空间的界位。过去、未来、现在就是时间的事项。空间的方位有10位，时间牵流的数目有3个。一切众生取念时间空间交织而构成，时空世界乃至身中望见，贸易牵流不停，时间与空间在世界互相摄入。这个空间方位虽然设有10个方向，而有确定位置可指明的，世间人只立东西南北的4方，因为上下没有固的方位，中间也没有固定的地方。空间只要取4位位数就可以明白应用了。空间4位与时间3位相配合，34、43婉转相乘为12数字，34数再重叠相乘，就会成为10、百、千的数目。因此，总括10中6根里面，各个的功德都有1200的功能得用。199经文：阿难，汝复于中刻定优劣，如眼关键，后暗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2/3，统论所作功德不全，3分言功，1分无德，当知眼为800功德。如耳周听十方无疑，动若耳摇，尽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1200功德。200白话解释：阿难呐，你在于6根里面审定这些功能优劣，譬如眼睛观看的功能，后面看不到，只是可以看到前面，前面完全明白，后面完全明暗看不到，任你左右转头观看2棒，也只能看到全体的2/3，综合眼睛所做的功德，并不完全。以3分功德来论，后面的1分是没有得用，所以要明白，眼睛只有800的功德，又譬如耳朵听声的本能，就能周星号听到10方所发出的声音，一点也没有遗失，一旦有声动，无论远近，都可以听得到，静止无声的时候，就更加了磨边际了。所以应该了解，耳根的本能可说是圆满了1200的功能得用。201开悟圣僧云：五蕴山中藏真人，6根门头放光明，日夜相处不相识，迷失主人甚可怜。202维摩诘经云：菩萨为摄受调伏众生，应行4摄法，何等为4？ 1. 布施， 2. 爱语， 3. 同事， 4. 力行。203佛经云：菩萨为度化众生，应具足4种辩才，何等为4？ 1. 法无碍辩， 2. 义无碍辩， 3. 词无碍辩， 4. 乐说无碍辩。204智者大师云：4小不可轻，义者王子虽小不可轻，登王位可杀人。2者沙弥虽小不可轻，智圆可度人天。3者龙子虽小不可轻，长大可兴云雨。4者星星之火不可轻，星星之火虽小可燎原。205经文：如鼻星号文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却中交。验于鼻根，3分却一。当知鼻为800功德。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1200功德。如身觉处，时余为顺，何时能觉？离中不知，离异何双？验于身根，3分却一，当知身为800功德。如意莫容十方3世一切世间出世间，
为圣与凡无不包容尽牙际，当知一根圆满1200功德。206。白话解释，譬如鼻子嗅闻的本能，可以流通出入的气息，虽然有出有入，但是在呼出与吸入交接的中间有一段短时间就缺少嗅闻的作用。因此，验证鼻根的功用，3分缺1分，所以当知鼻子只有800的功能得用。又譬如舌头的本能，可以宣扬表达所有世间出世间的智慧与理论，言语虽有区域分量的不同，可是所说的道理却没有穷尽。所以当知舌根的功能是圆满了1200功德。又譬如身体感觉之处的本能，能了知不舒适与舒适，可是只有在与外物接触时才有感觉，如果离开外物的中间便没有知觉。根茎相离占1分，根茎结合占双分。因此，验证身体的本能也是3分缺1分，所以当知身根的功能只有800的功能得用。又譬如意识的本能，能静默包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各种法则，不论是圣人或者凡夫，没有不被包容，而且能尽其边际，所以当知一根的功能乃是圆满了1200的功德。207。经文：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穷流根，至不生灭，当验此等6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于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之妄业流，得寻圆通与不圆根，日结相悖。208。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现在想要逆转生死无欲的洪流，返回穷尽洪流的根源，达到没有生死的境地，应该体验这6根受用的机能。那1根是与沉静结合才能了知呢？那1根是与沉静相离而能了知呢？那1根是深奥难明呢？那1根是浅显易知呢？那1根是具足圆通呢？那1根是有缺而不圆满呢？如果能在这6根中领悟到圆通的1根，用它来逆转这无始以来互相交织的妄业聚流，的顺圆通之根去修，与不顺圆通之根去修，就像1日与1个长节时间的相差倍数之出入呢。209。经文：我今备显6战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择，其可入者无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于18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列未能于中原自在会，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亦无妄，彼6之根一时清净。210。白话解释：我现在已经完全显说6根成占圆明的功能，本来所具有的功德数量，随你自己去详细选择1根可以入门的，我将为你阐明，使你能增进。若论十方世界已成佛的如来，对这18界一一都能修行，都能依之而得到圆满无上的正觉。对18界中间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你的根性下列，不能在18界中证得圆融自在的智慧，所以我才为你宣扬6根的优劣，使你选择一门而深入修正，证入到同一真性而没有虚妄的境界，那么其他的6根知觉的性能也就会同一时间清净。211。经文：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以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惑断，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须习，彼习要因，修所断的，何况此中生住意灭，分际投属。212。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又向佛陀说，如何去逆转生死之洪流？只要深入一门，就能使六根同时得到清净呢？佛陀对阿难尊者说：你现在已经得到须陀洹果出果，已经灭除三界里众生世间的见解上所断之疑惑，可是你还是不明白六根当中累生以来的无始虚妄习气，这些习气还要依修正才能断除，更何况六根六尘相对作用的中间，还有生住意灭的过程，分线的头绪多得无法计算。213。须陀洹为梵语意未入流，是从凡入圣，正出果而入圣人之流之意。此谓须断尽三界88识的见惑，方能证的，亦须七番往返，是声闻尘中之出果境界。214。以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就是阿难尊者已经灭除欲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内众生世间的见解上所断的疑惑。既然不入六尘，即名逆流，不名凡流，而名圣流，是得到须陀洹果应有的境界。见所断惑，就是断除88识见惑。88识就是界内的分别我执，亦名见流，是一根对于法尘生起分别的见解而起惑之谓，因为此惑才会永恒流转三界，不能出离之因。215。开悟圣僧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寸地，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诸事无住心，不被诸惑所动，方名入道自在人。216。开悟圣僧云：我原本无我，人亦且无人，会的老僧意，大地现全身。217。开悟圣僧云：诸佛众生本无异相，只愿迷悟，见有差殊，迷时本体不曾失，悟时本体不曾得，迷悟都不干本体之得失也。218。经文：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意为六。阿难，若言义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悉不履？足悉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汝宣扬微妙法门，汝知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汝耳自闻何观身口？口来问意，身起清尘，是故应知。非一中六，非六中一，中不汝根源一元六。219。白话解释：现在你且观察现前的六根功能，到底是一个还是六个呢？阿难啊，如果说是一个的话，耳朵为什么不能见？眼睛为什么不能听？头为什么不会走？脚为何不会说话？但是如果这个六根的功能决定是六个的话，那么譬如我现在为你们阐扬微妙法门之时，你的六根功能是哪一根来接受教理呢？阿难尊者说：我是用我的耳朵来听的。佛陀说：你的耳朵自己会听闻，与你的身体以及嘴有什么系？为什么现在又用口来问道理？
同时身体又起力表示恭敬呢？因此之故，应当要明白，它如果不是一个，那么终归是6个；如果不是6个，终归是一个。总不能随便说你的6根原来是一个，或者原本是6个。220经文：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6，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于原占16一身。汝须陀洹虽得6消，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气，由气行义，名之一空。除气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谓汝成同不同？何况根名是一非一，则汝了之6受用根，亦复如是。221白话解释：阿难啊，你应该要明白，6根的功能既然不是一个，也不是6个，因为无始以来一念颠倒交互变化，所以在圆明澄清的自性里面，才有一个或者6个的作用发生。你得到须陀洹果，虽然6根外持的习气已消除，但是仍然尚未亡失迷执的心。譬如一个太虚空，包含种种物质，因为物质器具的形状各有不同，就名为不同的空间。如果除去器物去看虚空，就会说虚空为一个。其实太虚空怎能被你辩说成是同，或者是不同呢？更何况将虚空名为一个，或者不是一个呢？所以你能了知的6根根本的功能，也就像这样。222经文：由明暗等2种相形，于妙缘中年战发见，见精映色，结色成根，根源目味清净4大，因明眼体，如葡萄朵，福根4尘流溢奔色。223白话解释：由于光明与黑暗等2种形相，在圆妙的自性中粘动成战的真心而发起能见的精灵，这能见的精灵应对色尘，结合明暗色尘成为维系的圣意眼根。这圣意眼根原体称为清净的4大地水火风所成，由圣意眼根而成浮尘眼根就名叫做眼睛之体，形状像葡萄粒。浮尘眼根是由色香味触4尘所成，从此能见的精灵透过眼根而流落纵意奔驰于色尘而不知回头。224经文：由动静等2种相即，于妙缘中粘战发听，听经应声，卷生成根，根源目味清净4大，因明耳体，如心卷叶，福根4尘，流溢奔生。225白话解释：又因为声音响动与静止2种现象互相激发，在妙缘的自性中粘动成战的真心而发起能听的精灵，这能听的精灵应对声音沉静，收摄声音成为维系的圣意耳根，这圣意耳根是浮尘根的根源，名为清净的4大，此根依圣意根之名而成为浮尘耳根之体。耳朵的形状像卷曲的树叶，这浮尘耳根外依4尘色香味触所成，从此能听的精灵透过浮尘耳根而流落纵意奔驰生尘而不知回头。226经文：由通塞等2种相发，于妙缘中粘战发，经应香，纳香成根，根源目味清净4大，因明鼻体，如双垂爪，福根4尘，流溢奔香。227白话解释：又因为通畅与闭塞等2种现象互相内发，在妙缘的自性中粘动成战的真心而发起能嗅的精灵，能嗅的精灵应对香臭沉静，
收纳香臭成为系的圣意鼻根。这个圣意鼻根是浮沉鼻根的根源，名为清净的四大，此根依圣意之名而成为浮沉鼻子的形体，形状像一双下垂的爪子。这个浮沉鼻根外是依色、香、味、触四尘所成，从虎能嗅的精灵透过鼻根而流落纵意奔驰于香臭的沉静而不知回头。228毗舍浮佛记云：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应尽有。前尽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229开悟圣僧云：若欲无尽，当空其心，心空尽寂，自性现前。230开悟圣僧云：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231华严经云：法身恒寂静，清净无二相，为化众生故，示现种种形，于诸蕴处界，未曾有所者。232经文：由田变等二种香参，于妙园中年绽发长，长经应味，角味成根，根源目味清净四大，因名舍体，如出眼月，福根四尘流一奔味。233白话解释：又由淡味与各种变味两种现象互相参合，在妙园的自性中粘动成湛的真心而发起能长的精灵，这能长的精灵应对滋味沉静，炫取味尘成为维系的圣意舌根。这个圣意舌根是浮沉舌根的根源，名为清净的四大，就名叫做舌头的形体，形状像每月初的弯月。这浮现在外表的浮沉舌根也是由四大与四尘所合成。从此能长的精灵透过舌根而流落纵意奔驰于滋味的沉静而不知回头。234经文：由离合等二种香魔，于妙园中年绽发觉，觉经应处，团处成根，根源目味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骨嗓，福根四尘，流意奔处。235白话解释：又因为分离与接触二种现象互相摩擦，在妙园的自性中粘动成湛的真心而发起能觉知摸触的精灵，这能觉知摸触的精灵应对所摸触的沉静，团取所摸触的沉静成为维系的圣意生根，这圣意生根原体称为清净的四大所合成，由圣意生根而成浮沉生根，就名叫做身体，形状像细腰的骨。这浮沉根是由四大与四尘所合成，从此能觉知摸触的精灵透过生根而流落纵意奔驰于所摸触的沉静而不知回头。236经文：由生灭等二种相续，于妙园中年绽发之，知经应法，览法成根，根源目明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幽世见，福根四尘，流意奔法。237白话解释：又因为升起与变灭二种现象互相连续不断，在妙园的自性中粘动成湛的真心而发起能乐知的精灵，这能乐知的精灵应对万法影香，揽取万法影香的沉静成为维系的圣意一根，这圣意一根原体称为是清净四大所合成，由圣意一根而成浮沉一根，就名叫做心意思想。意识思想就像阴暗室内看影像一般，这浮沉一根是由四大与四尘所合成。从此能乐知的精灵透过一根而流落纵意奔驰于万法影香而不知回头。238经文：阿难，
如是六根有比觉名有名觉，施比经了年望发光，是以汝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缘无听直，无通无塞性不生，非变非田常魔所出，不离不合觉处本无，无灭无生了之安寂。239白话解释：阿难那，这些六根的作用都是由正觉灵明一念随缘而有能明的觉，所以失掉那精灵了然的自性功能，粘着妄尘而发起六根的灵光。因此你现在如果能离开黑暗与光明的话，就没有能见的自体。如果离开有声无声的动静时，就没有能听的实质。如果没有畅通与闭塞的话，嗅性之体就不能发生。如果离开淡味与各种甜苦诸味尘，能尝的舌识就不会产生出来。身体没有摸触离合的话，能觉的生识就不能产生。心里没有生灭变化的万法影相，能了知的意识要寄留在何处呢？240经文：汝但不寻动静合离，田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12诸有味相随拔一根，托年内服，服归元真，发本明药，药性发明，诸于5年，应拔元脱。241白话解释：你的心只要不依循动静、合离、淡变、通塞、生灭、明暗等这些12种有造作的现象所流转，只要选拔一根，使心脱离所粘的沉静，而向内收服，收服于内归返原本真性，就会发出本有的妙明光耀之性。照耀的觉性一旦发出光明，其余5根的粘着就会应时其拔而圆满解脱。242开悟圣僧云：汝之微笑是佛性作用，行住坐卧不离汝性，忧悲苦恼不离汝性，乃至慈悲喜舍亦不离汝性，诸君见否？243开悟圣僧云：语莫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在头上安头，嘴上加嘴，性上加佛，莫生意见，总不出汝心。244开悟圣僧云：云何识自心？如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无一相是无，有而不可见故。245开悟圣僧云：法身体性不牢看，看则助心变作意，作意还同妄想团。246经文：不由前尘所起之见，名不寻根，即根明发，由是6根互相为用。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拔难陀龙无耳而听，秦家神女非鼻闻香，交饭波提一舌之味，甚若多神无生觉处，如来光中应令暂现，即为风直其体原无，诸灭尽定的寄生文，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一根，原明了之，不应心念。247白话解释：这样就可以不由现前外尘影响所生起的知见，会自然有智慧的光明，不必依循6根就能升起，而且也可以寄托于6根而发出灵明的作用，因此6根就可以互用了。阿难那，你难道不明白在楞严会上的阿那律陀，虽然眼睛瞎了，但是也能看见一切吗？拔难陀龙虽然没有耳朵而能听声音，秦家和女神不用鼻子而能嗅闻香气，
交饭剥蹄不用舌头而能明白滋味，顺若多虚空神没有身体而能觉知摸触，这是佛陀放出拔苦的佛光，映照他使令暂时现出有摸触的感觉，就像风的体质，这是没有实体的。还有一切得到灭尽定功力，达到寂灭境界的声闻，譬如在会的摩诃迦叶，很久以前就已经灭除意识作用，他能圆满灵明地了知一切事物，却不必急用思想心念就能了知。248经文：阿难，汝今诸根若圆拔矣，内盈发光，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阿难，如彼世人具见于眼，若令集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寻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变，知觉是同。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消，云何觉明不成圆妙。249白话解释：阿难啊，你现在的六根如果圆满的拔除粘着的尘境的话，内心就会迎接发出智慧的光明，这些虚浮不实的尘境以及物理的气世间各种变化不停的幻相，就会像滚汤消融冰块，随应心念化解一切妄念，成为无上的正觉。阿难啊，譬如世间人将视力集中在眼睛上，如果快速闭上眼睛，黑暗的相状立刻显现在眼前，六根也都黯然看不到，头与脚也同样看不到。这个人如果用手循着身体环绕摸一遍的话，虽然眼睛闭上看不见六根形象，但是从头至脚一摸便能辨认清楚，如此知觉作用与眼睛所看到是同样的。世间人眼睛攀缘色境而能看见，认为是因为有光明，黑暗了就变成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不必靠光明就能自己发起心智的了知，这样一来，一切黑暗的现象也就永远不能昏暗心智的了知。六根与六尘既然脱年消除缠缚，为何正觉灵明的自信不能成就圆通妙用呢？250开悟圣僧云：大元宝镜正安台，众生不了攀缘病，由思障必不心开。251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决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盘、真如、佛性、眼摩罗什、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宁，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于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252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请示说：世尊啊，如佛陀您所说，最初求证正觉的因地心，如果想要求得常住不变的话，需要与正的果位的名目真义相应。世尊啊，像果位当中的菩提、涅盘、真如、佛性、眼摩罗什、空如来藏、大圆净智等七种名称，名称虽然不同，可是它的含义都是清净圆满的，体性坚固宁定不动摇，犹如金刚宝王常住不变不坏的。如果这个能看、能听等六根精灵离开所攀缘的光明黑暗、动身与静身、通畅与闭塞等六种沉静的话，就毕竟没有一个自体，
犹如意念心时离开现前所缘的沉静万法，就没有任何心意存在。如何叫我们将这个毕竟断灭的心意作为修正的因地心，而想要获得如来所证悟的7种常住不变的果位呢？253。何谓如来7常住果？就是菩提、涅盘、真如、佛性、眼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净智等7种。254。1. 何谓菩提？梵语音译为正觉，是离开烦恼障与所知障，而取得万德庄严，属于智德。2. 何谓涅盘？梵语音译为寂灭，已经超脱分断生死，变异生死，属于断德。3. 何谓真如？不妄名真，不意为如，诸佛证后称如来体，起自在用，是不生不灭的性德。4. 何谓佛性？是本觉真心，众生在迷时，佛性埋没不显，但也不坏不变。诸佛修正，本觉初禅，是人人本有的灵觉之性。5. 何谓眼摩罗识？梵语意为无垢识，在众生10位阿赖耶识藏识，第8识，在诸佛果位中为眼摩罗，因为清净无染而能了知，所以名为白净离垢识，当然也是本觉真心的译名。6. 何谓空如来藏？是空诸所有无明烦恼惑，诸佛因返妄归真，回复到本来的心源，究竟清净，唯一真心，更无他物之意。7. 何谓大圆净智？诸佛大智慧之体用，犹如圆镜照物，平等普照，不起分别，以此立名，是转第8识而成的佛智。255。经文：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唯系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占经圆长，惟月成言，中成细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惟垂大慈，开我蒙心好。256。白话解释：世尊啊，如果能看得见性离开光明与黑暗的现象，这个见性毕竟也就成为空无了。如果没有眼前的外景时，意念的自性也就自然消灭。这样进退循环的去研究，维系的去推寻，本来就没有我真心的自体，也没有心意的处所。那么将用什么作为修正的因地心，去求无上的正觉呢？佛陀曾经在前面说过的见性心体，是诚湛精纯、圆满常住的。佛陀现在所说却违背月初自己诚实的言说，终于成为戏论吗？如何说佛陀您是讲真实话的圣者呢？但愿垂怜发大慈悲心，开导我们心内的愚痴暗昧。257。经文：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图之颠倒所因，真道现前时未能识，恐汝诚心犹未信服，吾今是将成俗之事，当除汝疑。258。白话解释：佛陀对阿难尊者说，你虽然博学多闻，但是尚未断尽一切的习漏，因此心内只明白颠倒的原因，可是真正颠倒摆在眼前时，却未能认识。我恐怕你虽然有诚心，但是未能彻底的深信，
所以我现在暂且拿出成俗的实事来除去你内心的疑惑。259法句经，诵习千章，不如一行。260开悟圣僧，法身报身即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相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261经文，即时如来赤罗星号罗集中一身，问阿难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我闻。中歇无声。佛又问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不闻。时罗星号罗又集一身，佛又问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又言：具闻。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阿难大众具白佛言：终身若即，则我得闻；即九生消音响双绝，则名无闻。262白话解释，这时候佛陀叫罗星号罗打中一声，然后问阿难说：你现在有听到吗？阿难尊者与大众都回答说：我们听到了。到了钟声停止时，佛陀又问说：你们现在有听到吗？阿难以及大众都回答说：现在听不到了。这时候罗星号罗又将钟打一声。佛陀又问说：你现在听到否？阿难尊者以及大众又都回答说：都听到了。佛陀又问阿难尊者说：你是怎样能听到？怎样听不到？阿难尊者与大众都回答说：如果打钟发声，我们就听到。打过了很久，声音消灭时，声音与响动都没有，就叫做听不到。263经文，如来又赤罗星号罗集中问阿难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具言：有声。少选声消。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答言：无声。有请。罗星号罗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具言：有声。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阿难大众具白佛言：钟声若即，则名有声；即九声消，音响双绝，则名无声。264白话解释，佛陀又命令罗星号罗打一下钟，然后问阿难尊者说：你现在认为有声音吗？阿难尊者以及大众都回答说：有声。过了一会，声音消灭了。佛陀又问说：你现在认为有声音吗？阿难尊者以及大众回答说：没有声音。经过一会，罗星号罗又来打钟。佛陀又问说：你现在认为有声音吗？阿难尊者以及大众都回答说：有声。佛陀问阿难尊者说：你是怎样才叫他这有声？是怎样才叫做是无声？阿难尊者以及大众都向佛陀说：如果打响大钟发声，就名叫做有声音；钟打过了很久，声音已消灭，声音与响动都没有了，就名叫做没有声音。265经文，佛与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语搅乱？大众阿难具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搅乱？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唯闻与声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名搅乱？266白话解释，佛陀对阿难尊者以及大众说：
你们现在为何自说矛盾的话呢？大众以及阿难尊者同时请问佛陀说，我们现在回答的话为什么叫做混乱不清呢？佛陀说，终生我问你们听到否？你们就说听到了。又问你们有声音否？你们就说有声音。一会儿答是听到，一会儿答是有声音，这样没有定律的回答，我为何不是混乱不清呢？267六祖坛经云，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是自心众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个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268佛说42章经云，佛言，心好人师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沙门问曰，此福尽乎？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名，此炬如故，福亦如之。269开悟圣僧云，声闻焰宣求镜，犹如器面求饼，饼从来即是面，造作随人百态，烦恼即是菩提。270经文，阿难，声消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终生更即汝云何之？知有知无，自是生成或有或无，岂比闻性谓汝有无？闻时云无，谁知无者？是故阿难，生于闻中自有生灭，非谓汝闻生生生灭，令汝闻性谓有谓无，汝相颠倒，或生谓闻，何怪昏迷以常未断，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271白话解释，阿难呐，声音消灭没有响动时，你就说听不到，能听闻的自性就已经消灭，等于枯木无知觉。钟声在打的时候，你如何会明白有声音呢？了知有声，了知无声，自然是声响有时无有时有的问题。难道这个能听闻的自性，是因为你的声音的生灭而成为有或无吗？闻性如果实在是无，那么到底是谁来了知是无的呢？因此之故，阿难啊呀，声音在听闻的自性中自己生自己灭，并不是你的闻性，是因为生生生灭能令你的闻性或有或无的，你尚在颠倒迷惑声音未能闻的自性。难怪你昏迷不悟，认为真常未断灭。你更不应该说离开动与静，闭塞与开通，就说没有能听闻的自性吧。272经文，如众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炼舂米，其人梦中闻冲倒声，别作他物，或谓击鼓，或谓撞钟，即于梦时自怪其中谓木时响，于时忽悟传之处因。自告家人，我正梦时或此冲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起意境摇开必通塞，其行虽悟，闻性不昏，纵汝行消命光牵卸，此性云何为汝消灭？273白话解释，譬如一位熟睡的人，在他睡眠在床枕的时候，他家里有一个人，就在他睡熟的时候捶布或者舂米。这位熟睡的人在梦中听到舂米捶布的声音，
以为是其他东西的响声，或者以为在打鼓，或者以为是在打钟。就在他做梦的当时，自己感觉奇怪，这个钟的声音很像木石的响声。这时候忽然梦醒，才明白是锤杵的冲倒声音。自己向家人说，我刚才正在做梦时，迷惑这个冲臼的声当作是打鼓的响声。阿难呐，这个人在做梦当中，难道还记得静与动、开闭与通塞吗？可见他的身体虽然熟睡，但是他能听闻的自性并没有昏迷。即使你的身体完全消灭，生命光辉的本能变迁，但是这个能听闻的自性，怎能因为你的身体的消灭，也随之而消灭呢？274经文：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寻诸色身，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寻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成时心应时消落，想相未成时情未够，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275白话解释：因为一切众生自从无始劫以来，都追逐一切声色，跟着意识心念而流转不停，从来未曾开悟自性是清净、灵妙、常住不变的道理。不依寻常住自性，只追逐一切有生灭的作用，所以生生世世沦落于六道轮回的混杂染污流转中。如果能舍弃生灭不停的虚妄心识，而守住真常的自性的话，那么原本的真常智慧光明便会现前。六根、六尘、六识等18界的现象作用就会顿时消失脱落，无明妄想所攀之尘境是最难除之渣尘。意识情念的作用是最难净化的污垢。如果这两种都能远离的话，你自性的心眼就会顿时了然清净光明，怎能不会证成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呢？276开悟圣僧云：若能于自心刹那顿见真如者，即知本自不生不灭，而圆满具足，万法尽在自心。若顿见真如本性，即是清正自性如来，十方三世诸佛亦复如是。277开悟圣僧云：一切造善恶，皆从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明心为本。278开悟圣僧云：无着魔所依，无类心寂灭，本性如虚空，是名无上道。279开悟圣僧云：有言有说皆是妄，无形无相实为真，诸人识得此众义，打破虚空笑破唇。280青山几度变黄山，浮世纷纷非总牵，眼里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返本还原变道家，亦无玄妙可称夸，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人人有各真面目，须离知解与见闻，扫却情直入真迹，当于言下悟己灵，从此不落凡尘位，正必一吼绝古今。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楞严经第5卷。演讲楞严经的动机与意义有6种因缘。一，这是一部具有论述形态的经典，也是一部富于文学价值的佛经。思维绵密，组织周圆，文笔优美，以致博学深思之士以及笃履实践之人，接触到楞严经后，往往不能释卷。经文内容包括极为广阔，禅、净、律、密无不周备，故说本经。
二楞严经说理为主，论事为辅。阅读本经，就如同读一篇绝学辩论大会的记录。经文所讨论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古德圣僧云：开悟楞严，参悟本经，可以增智慧，破烦恼，证菩提之功。最后佛陀在结论中举出堕地狱的十因六报，以及12类众生轮替的因缘，以及50种魔境的相状，是学道修行者不可不读之法宝。若能细读研究楞严经，佛门中一些装神弄鬼之徒就欺瞒你不得，这是我选择本经演讲的动机之二。三楞严经主要是阐扬破妄显性，以证的菩提正觉、涅槃妙心为大原则。本经所论的范围广大无穷，与其他的经典互摄互入的地方很多，有通于般若经的空观，有通于法华经的正义成妙法之道，有通于净土法门，有通于戒律之学，是佛教中的一部小藏经，故说本经。四楞严经立足于戒定慧三无漏学的经为圆妙法门，以不生灭心见妙真如性，正圣位立成，照得实相不二门，透过法身而通达世事无碍的境界，由此净化人心、净化世界的远大目标，故说本经第四动机。五楞严经以如来藏心为核心，显示出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分析说明身心的真妄虚实世界的形成、六道因果的真相，并指出25位圣者开悟正果的历程与理论，故说本经。六人生在世，数十寒暑，世事动乱不安，瞬息万变，人生苦短，轮回路险，有福报出家修行，一心申办生死大事，又能弘法利生，深感庆幸应该在人生的后半段有生之年，只要存有一息之气，多弘法度众，尽我一分心意，了我心愿，自度度人，但愿众生的离苦，成就无上正觉，是我演讲本经的第6种动机。楞严经总共有10卷，6万余言，广说不尽，今日于百忙中抽空，先演讲第5、6卷，等候将来有时间继续宣说前4卷与后4卷，使庄严解脱的楞严无上大法早日圆满演讲成就，普利人天。佛说42章经云：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无经一耳。大佛顶首楞严经全部应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简称楞严经、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唐朝天竺沙门般剌密帝翻译，共有10卷，是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之一。楞严经是借着阿难尊者与释迦牟尼佛的一问一答，全面阐扬佛学中有关本体、人生、宇宙、生死流转、涅槃还灭等哲学问题，强调大地有情皆具有菩提妙明本性，但却堕于种种无明妄想中，无法脱离生死的轮回。因此，必须依赖戒定慧来破除各种颠倒邪见，净化不真实的妄念，全经深入浅出，有条不紊。若读诵研究本经，可以了解佛法全貌；若听闻受持本经，可以直证菩提，一入涅槃门，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同坐法王座。开悟圣僧云：搬柴运水非别物，穿衣吃饭亦是他，来来去去不着相，法王出世更无差。开悟祖师云：大道从来不言误，何有实戒依证明？只为众生背业系，
四圣六凡犹然生。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佛顶的大有4种含义：一、密因为大因；二、了义为大义；三、万行为大行；四、楞严为大定。密因为大因，指法身而言。密因者，非有所秘密也，为佛能行能证，非于人境界，故称密因为大因。了义为大义，指圆满究竟之义理而言，非不了义经。大宝积经云：若诸经中宣说世俗，名不了义；宣说圣义，名为了义；宣说作业烦恼，名不了义；宣说烦恼业尽，名为了义；宣说厌离生死，去求涅槃，名不了义；宣说生死涅槃无二无别，名为了义；宣说种种文具差别，名不了义；宣说甚深难见难觉，名为了义。万行为大行，诸菩萨行因正果，自度化他，修六度万行，皆不出首楞严大义。楞严为大定，楞严大定是三昧正定中之王。这部楞严经就是具足这4大，因此称之为大佛顶的大。受持这部经的人，应该依大教去了解大理，依大理起大行，修满大行而证大果。佛顶，佛者，无上觉，三觉圆满也。顶者，言此法最上无极，如佛无顶相，32相之一，非菩萨境界，此法体为佛能证，为佛能显，故曰大佛顶。如来密因，如来者，佛10号之一，单称如来者，曰法身言也。密因者，为见法身之谓，若见法身不明密因。为佛能行能证，非于人境界，故曰如来密因。修正了义，本经了义经典，处处只归见性，顿入涅槃为宗。诸菩萨万行，菩萨行因正果，自度化他，不外于4摄6度、3藏12部，皆为菩萨成佛度生之万行。首楞严经，首楞严者，意为一切事究竟坚固。首楞名一切事究竟，严者，坚固之意。涅盘经云：知一法而魔所者，故名首楞严。首楞严定名为佛性。首楞严三昧者有5种名：一者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狮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首楞严三昧经云：唯有住在实的菩萨，乃能得是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不以一事一缘一义可知，一切禅定解脱三昧神通如意无碍智慧，皆设在首楞严中。如是所有三昧门、禅定、辩才门、解脱门、陀罗尼门、神通门、诸法门悉皆摄受在首楞严三昧。随着菩萨行首楞严三昧，一切三昧皆悉随从，是故此三昧名为首楞严。经具足4义：一贯串义2，摄化义3，恒常义4，实相义。贯串义，令法义不散失；贯串所说义，如穿念珠，将佛陀教理文章贯串成经。摄化义，以如来经法摄化众生，令证菩提，出三界。恒常义，如来经法古今恒常不变不坏。实相义，是理真相，为正相应，法尔如是，圣义地诸佛共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佛顶上放光宣说如来密藏因性，修正彻了真义，
具诸菩萨万种道行，入楞严大定的经典。唐朝中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这部楞严经是唐朝时代中印度的沙门叫做般剌密帝法师所翻译的，他能精通四方之语言，是一位才智兼优的出家人。楞严经在印度的当时是稀有的法宝，藏诸国库，尽传他国，故不容易外流。本经翻译者般剌密帝法师志向将本经流传到中国，可是守护边界的官员发觉，被禁止传入东土。般剌密帝法师后来用极细的白书写本经，剖开手帛而藏在里面，等候伤口治愈后再次出国。法师在大唐神龙元年游航海到广州，此时房荣宰相被贬在广州地方当知事，房荣宰相请法师住在智止寺，然后剖帛取出本经，本经译成后即回印度。般剌密帝为了楞严经的弘传，冒着生命的危险，真是为法忘躯的模范僧。他的行为精神与菩萨正等无异无别。乌长国沙门弥迦释迦一语。乌长国在玄奘传即为乌障那国，在北印度，弥迦释迦是乌国的人，般剌密帝法师是主译楞严经的人，弥迦释迦就是译成华语的负责人。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痛中书门下平章世清和房荣比受，房荣宰相即为译后加以修饰润笔的人，三人的功德非常大，因此列在经题后面，以表感恩。现在正式进入演讲楞严经的经文，第5卷与第6卷，先将第5卷的经文大意做重点纲要的介绍，然后再将经文一一详细显理解释。楞严经第5卷大意，本卷是说明佛陀阐扬无人沉沦生死的劫缚与解除劫缚，乃至寂静妙常，都是在六根之处，更无他物。所谓根尘同源，劫缚无二。经文内佛陀以华经就地打结，成为6劫，然后说明6解一亡的道理。接下来佛陀垂问所谓24圣者，自述圆通的经过与正验，也就是教成儒等5比丘，以身成为了悟真理，下手功夫开始，一直到大势至菩萨以根大成就圆通下手法门为止。如是佛陀的诸大弟子自述修行的经过，以及各自证悟的境界，将自己的正果位的法门做深入浅出的说明。楞严经第5卷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2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尊，我集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虐。唯愿大慈，哀悯轮逆。今日身心，云何是劫？从何明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作是语意，普及大众，五体投地，语类翘成，诸佛如来无上开示。白话解释，阿难尊者向佛陀禀白：世尊，佛陀您虽然讲说第2义门，但是现在观看世间有心解开此结的人，如果不明白所结的源头在那里的话，我相信这个人始终不能解开的。世尊啊，就是我阿难，以及在会的还在求学的声闻，也是这样，都是自从无始际以来，与无明俱生俱灭，虽然能有这样多闻的善根，因此出家修行，
可是犹如患者隔日的疟病，时热时冷。但愿佛陀大慈大悲，怜悯我们陷溺苦海的人，只是我们现在的身心，什么是结的根源？如何方可解开？并且也使未来世的苦难众生，免得在生死中旋转轮回，不堕落于三界内。阿难尊者将话说完，普及与会的大众一一向佛陀行五体投地之礼，大众落泪如雨般的虔诚，正在等候佛陀无上至理的开示。古德云：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途，路途一旦明，生死一起修。如来虽说第二一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我信是人终不能解。楞严经第4卷云：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的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谓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白话解释与会的声闻缘觉以及阿难那，你们应该首先明白，要发悟正觉自性的初心有2点决定性的义理。什么叫做基本初心2点决定性的义理呢？阿难那，第一点就是，你们若要舍弃小乘的声闻果，愿修大乘菩萨行，想进入佛陀正知正见的境界的话，应该详细观察因地发心的动机，与正果之后的正觉真心是相同的，或者是不相同的。阿难那，如果最初发心的因地心是用生灭的心作为修行基本的因素，以追求佛乘不生不灭的果位的话，是始终不能成就的。因为是这样的缘故，你应该要透过观察一切物理的世间，可以造作的事物是会变化消灭的。阿难那，你看世间可以造作的事物，那一样是不会败坏的呢？可是始终听不到虚空会烂坏之言，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虚空并不是可以造作的，所以在诸现象中，虚空始终无有变坏与消灭的缘故。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回小向大，入佛之见。菩萨戒经云：转一切见入佛见，佛见入一切见。因地发心与果的觉，为同为异。因等于果，果等于因。因正果正，因邪果邪。楞严经云：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然终不闻，烂坏虚空，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以虚空无造作，无生灭，无烂坏之意，作为修持不生不灭本性的譬喻，以达到正成佛道为宗旨。虚空虽然因光与色的形象而显出，但是虚空却不是可以造作的，所以在诸法当中，虚空自始至终，其性真常，不生不灭，如不动，无有坏灭的缘故，决定可以采取为修行基本的因地心。
大慈悲心的世尊，在这里是以虚空无作无坏无灭，语气世间生灭之法，作为修行的譬喻，来阐明生灭与不生灭的微妙道理。楞严经第4卷经文：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原占性成，以占炫真虚妄灭生，复还原觉的原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的修正。白话解释：阿难，你现在想要使见闻觉知契合佛陀所证的常乐我净的话，应当首先选择舍离生死的根本，应该依据不生不灭圆满成占的自性而成就，以成占来旋转虚妄生灭法，降伏妄想而归还原来的本觉，得到原来灵明正觉无生灭的自性，作为修行应得的心，然后方能圆满成就菩提果的真修实证。开悟祖师云：光明自性，浩浩荡荡，纤毫不立，扫踪绝迹，一丝不挂，无拘无累，清清如如，当下即是。开悟圣僧云：诸圣所修，为止推心，即心是众善之根，即心为万德之王，涅槃由习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三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键，若见不生灭心，与佛正等无异。楞严经第4卷经文：如沉浊水，注于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出伏克成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明香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白话解释：譬如想要澄清浊水，应该将浊水放在静止的器具内，使浊水静静深沉不动，沙土自然沉底，清水自然会显露出来，这样叫做出伏克成烦恼。由此在家用功，去掉污泥杂质，保持水的纯清，这叫做永断根本无明。然后再增加精进，使清明的性体专一精纯，使一切动念变现，皆不烦恼，而成妙用，完全契合自性涅槃寂静的清净妙德。如沉浊水，注于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出伏克成烦恼。出伏克成烦恼，为断烦恼，见思未尽，伏住烦恼而已，如客栈的旅客，非主人。主人，不生不灭佛性。客人，一切烦恼，如幻不实。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去泥纯水。明香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有体起妙用，从空出假。楞严经第4卷经文：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城，身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以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上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白话解释：第二种基本初心决定性义理是，你们必须要发起勤求自性正觉的菩提心，对于大乘的菩萨道，应该生大勇猛心去求证，决定抛弃一切有为生灭相，应该详细审查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是你自从无始劫以来发起业力构成生命的作用，
到底是谁作谁受？阿难，你要修正菩提，假使你没有详细观察烦恼根本，就不能明白虚妄的六根六尘到底是从那里发生颠倒作用。连颠倒在那里尚且不明白，如何能降伏烦恼的根本？又如何证取佛陀的果位呢？诸位菩萨，人在生死流转的过程，一切苦乐、人我、是非、好坏、善恶，乃至动乱万千的世间，佛法就在这个动乱万千的流转过程当中，当下体证诸法的苦空无常无我，速证涅槃的平等寂静。平静不必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动荡不停的时候，水的本性还是平静。诸位菩萨，我执与法执为出生错乱痛苦的根本，而我执更加为根本。若能通达诸法本性空，当下解脱，涅槃现前，一切痛苦当下止息。楞严经第4卷经文：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之解？不闻虚空被汝挥裂，何以故？空无形相，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味贼眉，自结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气世间不能超越。白话解释：阿难呐，你看世间上解开结的人，如果不见结在何处，如何能明白解结呢？从来未曾有听到虚空可以被人解开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虚空并无形相，根本无结可以解开呐。阿难呐，你要明白，你现在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以及这个身体与心意，这6根就是你做贼的媒体，是自己劫夺自己的功德法宝。因此，从无始劫以来，众生世界就生出互相缠缚的结果，所以在物质世界内就不能超越。诸位菩萨，凡夫众生无始劫以来，揽取4大为身，以6根为自体，执着4大6根的身体为实我，也就有分段生死的6根身体，当下生出互相缠缚的纠结，将广大圆满的真如本性，致使演变局限于4大6根之中，埋藏于五蕴里面，因此于气世间不能超越。犹如飞鸟被禁在笼内，凡夫众生被4大6根五蕴所拘束，也就当下不能超越出3界的生死漩涡。6根是做贼的媒体，6根构成生命体，在眼所见不能超出色相的现象，在耳所听不出声音，在鼻子所嗅不出香臭，在舌头所尝不出滋味，在身体所触不出于感触，在心意所知不出于诸法。6根触6尘，身心染尽，处处执着，被6尘世界缠缚，不能超脱世间，故不能出3界的生死漩涡，如鸟被禁笼内，不得自由解脱。金刚经云：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楞严经第5卷经文：阿难白佛言：如来虽说第2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我信是人终不能解。楞严经第5卷经文：世尊，我及会中有学生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虐。唯愿大慈，哀悯轮逆。今日身心，云何是劫？从何明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
的免轮回，不落三有。作是语义，普及大众，五体投地，语类翘陈，诸佛如来无上开示。楞严经第5卷经文，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演，以言福坛紫金光手摩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6种震动，为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指陀灵，贯如来顶。是诸大众的未曾有。白话解释：这时候佛陀怜悯阿难以及楞严会上所有有学的听众，同时也为未来世一切众生提示出三界的出世因，作为将来修行的眼目。因此如来运用如同阎浮檀经那种紫金光色的手臂来摩阿难的头顶。刹那之间，十方诸佛的世界同时6种震动，如同围城数量那么多的诸佛，各个位在本居依报世界中，都各有宝光从如来顶上放出。这些光明都同时从他们世界放到指陀灵来，灌注释迦牟尼佛的头顶。楞严会上的大众一一都得到未曾有的瑞相。小乘有学者，初果、2果、3果；罗汉无学。大乘有学者，10信、10住、10行、10回向、10地等觉。佛是无学，为出世因，作将来演。佛陀大慈悲，为欲会大众提示出出世正法，修正一成菩提的正因地心，使人修习正法有正确的准则，将来修持大成的入道正法眼目。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难顶，释迦世尊这时候先用阎浮檀紫金光色的手摩阿难尊者的头顶，头顶是诸根之总，手是解结之要。佛陀用手摩有学者的头顶，表示信任、安慰之意，或者是将受记此人何时成佛之意。这里表示教授无上的顶法之意。佛陀用手摩阿难的头顶，先安慰他，也将使他明白深深的宗旨，提示阿难已解结的期限已经到。即时十方普佛世界6种震动，6种震动的含义就是天地宇宙内一切的一切都深表对如来的谢意，也表示赞痛之意，亦表惊破天魔外道之意，亦表如来神力威德无穷之意，亦是如来玉弘宗演教之际所显的瑞相。动、涌、起是有形象的3种震动，震、吼即是属声音现象的3种震动。有一尊佛说法，十方诸佛皆随喜赞叹，以6种震动与放光灌顶如来顶，以表随喜与赞叹。为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指陀灵，灌如来顶，如同为尘无量数的诸佛，由诸佛的世界放出宝光，同时放到指圆精舍来灌注释迦如来的头顶。这是表示这种最优胜的顶法，乃是十方诸佛所共振，是诸佛所同一，而得成正觉的，可说是一多无碍，自他平等，佛道同，法平等，十方如来一路涅盘门的见证。楞严经第5卷经文，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为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汝欲识之具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为汝6根，更无他物。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
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白话解释：此时阿难以及楞严会上的听法大众，都听到十方世界如围城数量那么多的诸佛，都异口同声对阿难这样说：真好呢！阿难，你想要认识生命俱生以来的无明，是你轮回在生死苦海中的结根，当下就是在你的六根，更无有其他的东西。你如果又想要明白无上正觉菩提，想要速证安乐解脱法门，不生不灭，安详寂静，乃至灵妙真常的果的，也是在你的六根，更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汝欲识之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为汝六根，更无他物。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诸位菩萨们，生死的根本与涅槃菩提的根本同为是六根的作用，结时结在六根，解时解在六根，解与解不离六根，是不关系于其他任何地方。毕竟解铃还是系铃人，凡夫用妄想心染污心，故有生死；圣人用清净心不生不灭心，是故证涅槃。开悟圣僧云：六根门头一真人，朝朝暮暮伴随君，可惜诸君不相识，害得永劫受苦轮。开悟圣僧云：终日骑牛不见牛，昧了自家忘了牛，千里追寻觅不得，忽尔觉知我骑牛。终日与佛性上上下下，不见自性，不可离自性觅自性，回光返照，照见自性。一念者尽是凡夫，一念清净是如来。开悟祖师云：一念者迷外境，处处生者是有情，一念心通实相，法法皆空即如来。楞严经第5卷经文：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佛告阿难：根尘同源，复脱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焦炉。是故汝今知见立之，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则涅槃。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虽然听诸佛开示的法音，心内还是不明白，因此稽首向佛请问：为什么使我们在生死海中轮回的，以及得到安乐妙常的，完全是六根的作用，并不是其他的东西呢？佛陀对阿难说：六根与六尘都是同一根源所发生的，劫富与解脱在根本体性上并无两样，无人的意识性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犹如空中的花朵一样。阿难，因为有外界成相，才引发起六根的知觉性能，也因为有了六根，才会显出六尘的现象。现象与见能都无有自性，就像焦炉一样。所以你现在要明白，要在真知真见上面更立能知能见的话，那就是无明的根本。假使明白这个真知真见，不用更立能知能见的话，那便是不生不灭的涅槃，是无有烦恼的清净真心，怎样可以在这里面容许其他东西的存在呢？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佛告阿难：根尘同源，复脱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华。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见无性，
同于焦炉。由尘发之，六根未能愿，六尘为所愿，能与所，绝不能互相舍离。由六尘之相，引发六根的知觉，也就是有了外尘物质的作用，才会引发内在的知觉性能。这是从六根依托六尘而立的解释。因根有相，因为有了六根，才会显出六尘的现象，也就是有了内在的生理机能，才会看见自然界的各种物理现象。这是由六尘依托六根而有的解释。开悟圣僧云：因境显心，因心现境，诸法所生，心境无前后。相见无性，同于焦炉。相就是六尘的相分，见是六根的见分，六尘的行相与六根的能见能知的作用，都是互相依托而生，当下空无自性。六尘之相，如果离开六根之见，就没有独立的自性；六根之见，如果离开六尘之相，也没有独立的自性，就像焦炉相倚而立一样。知见立见，即无明本。知见就是六根之性，是本来具有妙明明妙真之真见。六根的知见性能，本来就是真常不变不坏，不管是无明或者是涅槃，都不建立。如果建立空有的知见，当作实有的话，就是虚妄的实心，就是无明，就是二死的根本。譬如在性觉灵明之上，再加明、加净、加空，明上加明，净上加净，空上加空，当下即是无明本。知见无见，如果了知本来就具有的真知真见，更不容许建立一个知见，也就是对现前六根之见处，不随前尘，而能脱年内伏，内盈发光。当下这个知见就是无见之见。开悟圣僧云：内不见一切相，一切境，一切尘，诸法毕竟空故，是名观自在。开悟祖师云：回光返照自观自，历历分别原来是，实的自家大宝藏，从思受用无穷尽。思即涅槃，无漏真境。这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无烦无恼寂灭清净的菩提本性。云何事中更容他物？为什么在这个中间更容许其他的东西的存在？事中就是劫富与解脱两者，是说明劫是六根劫，更无他物能为劫富之源；解也是六根解，更无其他东西以为解脱的根源。可证明十方诸佛，也证悟生死涅槃，为是六根之源，更无他物。经文：尔时世尊欲众宣此义，而说偈言：真性有味空，缘生故如幻，无味无起灭，不实如空华。白话解释：这时候佛陀要众说这种道理，而用偈颂的体裁而说。真性的有味法都是空性的，是因缘生起的法，所以如幻如化。真性中的无味之法，因为是无生起无灭亡，是对有生灭的有味法而立的，并无实在，犹如空中的花朵。真性有味空，缘生故如幻。真性是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前面所提示的性觉妙明，本觉明妙，也是根尘之源。有味就是指六根、六尘、六识等的现象，是属于有生有灭、有造作之法。无人在味动念时的真性，是有味法与无味法所依的根源。诸位菩萨们，无人本具而有的真如自性，其体乃是绝代的，是离开一切名字、言说、心法、境缘等法，是不属于有味，也不属于无味，是有味与无味所依的。
真性里面的有为生灭法，皆是空性的，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是故如幻如化，当体空性，幻化不实，只不过是暂时假有的现象而已。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真性，如果在迷妄因地的话，就生起引发九法界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缠缚。假使无人的真性已经出离缠缚的话，就是发起十法界根尘的妙用，这就是所谓的解脱。不管是劫缚或者是解脱，一一皆是即真而俗，故曰有为，因为即俗而真，所以叫做空性。无为无生灭，不实如空华。无为是指根尘实之性而言，无为是超出一切万法，脱离一切有造作之法，也是不生不灭无造之法。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里面，不但有有为原生之法，也包括了寂灭涅槃的法性。无为法是属于有为法的对待之法，一一皆不实在，也就是说，无为法的无起无灭，就是对有为法的有起灭而立的。如果无有为法的话，焉能有无为法可言？所以无为法是无固定的存在，犹如虚空中的花朵一样，由此可见实性同样也是虚妄不实的。经文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由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白话解释，佛陀提出有为之妄的问题，是为了显出无为的真实。可是连同虚妄与真实二种，皆是对待之法，同为是虚妄，仍然不是真实，也是不虚妄，怎样会有能见的根性与所见的成相呢？言妄显诸真，有为之法是虚妄之法，以便显示出无为法是真实之法，这正是对虚妄而立的真实法。在真实法之外，既然有了虚妄之法可以为对待，那么这个真实法也不能算是真实法了。妄真同二妄，根尘是虚妄，涅槃是真实，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不过这种虚妄与真实，在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内，仍然是属于对待之法而已。真与妄两者，皆为空性虚妄之法。由非真非真，真性本空性，仍然不是真实，也不是虚妄。无人自性本体的真心，是绝对的绝呆，并不是有相对待的。在一真法界的真性中，并无有无为的真，也无有有为的非真的存在。可见真性里面，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真的真心单独存在，同时也无有一妄心意识的作用。云何见所见？能见就是眼根，所见就是色尘。无人的真如本性，尚且不与不生不灭的无为法相应了，何况会与所谓能见、所见的有为法相应呢？中观论云：破二不着一。经文：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卢，结解同所因，甚凡无二路。白话解释：六根六尘的中间，并无实在的体性，因此之故，好像交卢两经并立一样，劫缚与解脱同样依托六根。圣人与凡夫并无两条路。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卢，能见的功能与所见的现象，皆为因缘所生的法，根尘当中并无各自独立的真实性，因为不能独立，势必互相依靠，如同交卢相依并立一样，不可当下有为或者无为来论法。性空并不是真正有可见根与尘，虽然有二相，但是绝对无有二体可言，只是一体空有之别而已。结解同所因，甚凡无二路，劫缚与解脱
都是与焦炉一样相依为命，都是同一六根。如果六根结缚时，就是凡夫；假使六根解脱时，就是圣人。不管是结缚或者是解脱，都同样以六根为总因。所谓圣凡无二路，就是结缚时就会去入六道轮回之路，六根解结时就会去入圣人涅槃之路。生死与涅槃，圣人与凡夫，都是在六根这条路的解与结而已，并无第二条路。毕竟六根是生死涅槃之根源也。经文：汝观教中性，空有二俱非，迷会即无明，发明便解脱。白话解释：你观察焦炉的中间性能，说它是空是有，这两种都不对的。迷会不觉就是无明，发悟证明便是解脱。焦炉的中间性能，便能了解根尘同源的道理。如果说它是空性，可是焦炉的外相却是宛然的存在；若说是有，但是其体本性却是空性。尘根与见分相分，其性亦如是。根尘若说是空，却是能对待，都是宛然的存在，当下是菩提妙境的明体。若说是有，可是无有自性，是生死无明的本源，可见在迷的本位。说空说有，二相具不是，因为根与尘皆是同源故。迷会即无明，发明便解脱。如果在真性中迷会，即是无明；假使在真性中发悟证明，便解脱。迷就是迷惑有，会就是会昧空。在真如本性建立空有二种的知见时，就是迷惑会昧而不觉，就是劫缚，就是生死，就是凡夫，也就是无明的根源。在真如本性中脱年内伏发悟证明时，当下就是解脱，也就是能启发明白非有非空之理，是空是有，空有不二，亦也不可得。当下即解脱，就是涅槃，就是圣人。开悟圣僧云：有事如幻有，空是毕竟空，空有具不着，入大光明藏。开悟祖师云：见色不为色尘染，闻声当知谁闻声，如能认出是何物，成圣成凡尽无言。经文：解结因次第，六解亦一王，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白话解释：要解脱缠结，必由次第解。六根解脱了，执意王师；六根中选择圆通根去修，心收入内流，便能成正觉。解结因次第，结缚与解脱为在六根，但是解结时必须依次第而解。六解一亦王，六就是六根，六根的结缚以解脱，执着清净的清净而随之消失，自性本性即现前。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想解除结缚，想达到圆通的果的，开始着手修正的时候，对六根门头的选择是非常重要之事。入流成正觉，修正需要做到入流的功夫，不许出流，因为出流就是被觉合成，此根将会形成结缚的根本。入流即是回光返照，此根将为解脱的根源。如实修正的入真如本体功能之流，当下即可修成正觉。开悟圣僧云：心本无形，因尘有相，尘灭心灭，真心湛然。开悟祖师云：凡夫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大空大有，不空不有。经文：陀那为细时，习气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白话解释：陀那时就是第八含藏时，
是维系难知的意识，因为无明种子熏变的习气，形成生死的爆流。说它是真心的功能，或者不真心的功能，都恐怕大家容易迷惑，所以我佛陀平常无开示演说这种道理。阿陀那时亦为执持时，因为能执持一切染净的种子，以及根生器界，令不散失，故名执持时。又名阿赖耶识、藏识，是第八心，是含藏前5识，以及第6识、第7识末那识，是一切根生器界种子功能的总枢纽。第8阿赖耶识，渊深莫测，维系难知，二圣人也难窥测其迹，何况诸凡夫。由无明业力习气，辗转变熏，妄上加妄，犹如一股暴流，形成生死流转。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第8识是真与妄两者的和合，其体无始以来真与妄同时存在，无有前后。如果说它是真，却是生死的根本；假使说它是非真，却是菩提原体。犹如冰与水一样，冰虽然不能名为水，但是离开了水，冰也是不能成立。所以说真说非真，都恐怕人人会迷惑不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佛陀平常时不轻易为人开示演说这种的道理。经文：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上不生，幻法云何立？白话解释：凡夫自心求取自心，所以真实非幻法才会转成为幻妄之法。如果不生取着，自然非幻之法也无，非幻尚且不生起，何况幻化不实之法，怎能成立呢？释迦世尊的意思是，如果无能取所取的心，就无幻化不实之法与真实非幻之法的存在。如果能体悟到真妄两妄的道理，当下明白阿陀那时原来不是他物，这是清净本性，周遍法界，充满宇宙的如来藏性是也。经文是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白话解释：修此法门，净化根尘，返妄归真，证成无上妙觉，犹如微妙的莲华，出于污泥而不染；也如金刚王宝无上的正觉，也如达到无修而修的如幻三摩提。弹指刹那间，就能超过无学的果位。正的妙觉即果，有如妙莲华，出于污泥而不沾染纤毫泥渣，再净不着，再染不污，可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金刚王宝觉，金刚能坏一切，不被一切所坏，比喻佛性具足大智慧，灵光毒药，虽然根尘劫惑，但是专精修持，一触则消，无始以来的无明一击即破。王者就是在一切法能自在解脱，比喻触染不染，不落有味，在净而非净，不停滞于无味，是染净亦如，空有不至，洒脱利落。宝觉就是真心，此心圆满澄清，是不生不灭的妙性，是无人本体的真心，处在颠扑中而不破的金刚王宝，是无上的菩提宝觉。如幻三摩提，三摩提意为等持，是禅定与智慧平等任持之意，又意为正受，是不受诸受之位。是智起惑亡，理彰而致敬。圣人修行，无作而作，无修而修，故称之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修根尘不着不染，与空性相应，如一弹指的时间，就能转阿陀那时为清净涅槃之境，
便超越生死而登无学果位。开悟圣僧云：三毒贪田痴是也，反贪田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田痴亦无实相，但据众生而言，若能反照，了了见贪田痴性即是佛性，贪田痴外更无别有佛性。若如是正知，诸佛受记。开悟圣僧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常养于百法，而成于世尊。经文：此阿毗达摩，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白话解释：这个无比法，乃是十方所有的佛陀世尊，皆依从这条修行门路，而得入自性涅盘的果的门径。阿毗达摩意为大法、无比法，就是真智的尊称，是三藏的论藏。这果是指着从根解结的教法，就是真理最究竟的理论，并不是任何其他的教法可以比拟的。十方诸佛皆依这一门路而得入自性寂灭的果地。薄伽梵意为世尊，是诸佛的通号之一，是表示能破贪田痴等诸烦恼，证成无上觉，有了圆满的悲智，可受众人所尊重。薄伽梵在佛的经论解释为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义。一路涅盘门，乃是十方诸佛皆由此根成妙修法门，同走此一门路，方能进入涅盘之门。涅盘是指佛陀的无余大涅盘，是万德具备，是分段变异二种生死永亡的大寂灭海。为十宗四种涅盘，一有余一涅盘，二无余一涅盘，三本来自性清净涅盘，四无住处涅盘。有余一涅盘，即是生死之因与惑业尽，但是仍然余留有漏色身之苦果。无余一涅盘，不但生死之因与惑业已尽，同时连色身之苦果亦灭除，使毕竟不生。本来自性清净涅盘，虽然有种种的烦恼，但是自性清净，澄清如虚空，离诸一切分别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圣者能清正，其性原是寂静。无住处涅盘，是断所知障所显的真如，所知障是智之障。二圣人因为有所知障，不明白生死涅盘无差别的道理，所以固执生死未可厌，涅盘未可心。佛断所知障的菩提之真智时，对生死与涅盘无心厌之情，但有大智，故住于生死，未有情起大慈悲心，是故不住涅盘，以利乐尽未来际之有情，是故称为无住处。利乐待用虽常起，而也常寂，故谓涅盘。涅盘经云：涅盘义者，即是诸佛之法性也。涅盘经云：菩萨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断烦恼意，便见涅盘。当知涅盘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谓常。涅盘经云：涅谓不生，盘谓不灭，不生不灭名为涅盘。涅盘经云：夫涅盘者，名为解脱，三毒灭亡，是名解脱。涅盘经云：烦恼暗故，众生不见涅盘，大智如来以善方便，燃智慧灯，令诸菩萨的见涅盘常尽我乐。涅盘经云：涅盘乃金刚不坏之身。涅盘经云：一切众生烦恼覆障，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涅盘。佛性常恒无有变异，无明覆故，令诸众生不能得见。若见佛性无生无灭，是名常尽我乐。经文：于是阿难及诸大众，
闻佛如来无上慈惠，职业伽陀，杂糅晶莹，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具，心犹未达，六解一王，书结轮次，为垂大慈，在冥思会，给予将来，施以法音，洗涤尘垢。白话解释：于是阿难尊者以及楞严会上的大众，听了佛陀无上慈悲教诲，这种职业、众颂、伽陀、孤起颂的二颂和杂糅和文句精彩透彻的开示，微妙的佛理至清至澈，能使大家心开眼明，赞叹未曾有的大法。阿难合掌顶礼佛陀而说：我们现在虽然听了佛陀您平等无遮大慈悲心的演说，真如本性清净灵妙常住真实的法语，但是心内仍然尚未通达六解一王以及有关解结的轮次，但愿佛陀垂下大慈悲心，再次怜悯与会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布施法音真理，以洗涤大众无始劫来的垢秽。枝叶亦为众颂，又亦为应颂，是应了散文体的常行而众颂之意。伽陀亦为孤起颂，又亦为讽颂。孤起讽颂不一定与常文相应，是突然而起，讽美称颂之意。佛无遮大悲有二义：一人无遮，二法无遮。人无遮，不管对任何人，都以平等心一律施以最上之法，并无隐遮。法无遮，无牵令显密两法，不管什么妙法，皆会全盘托出。无遮大悲就是说这种知无不言，毫无遮碍的法师，全由佛陀平等无遮的大悲心所流露而出。性净妙常，性是根性，根性就是众生本觉的真性，这个真性不属于有为或者无为，是离相清净，是劫富与解脱所依，是圣人凡夫同一条之门路，其用非常微妙。如果能选择圆通之根，则能入圣境之流而成正觉，是法身常住。经文：即时如来于狮子座，枕涅盘僧，敛僧迦离，揽七宝髻，引手于己，取节波罗天，所奉华经，于大众前宛成一节。是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具白佛言：此名为节。于是如来挽叠华经，又成一节。众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节。如是轮次，挽叠华经，总成六节，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节，持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奏酬，此名为节。白话解释：这时候，佛陀在狮子座上，整顿内衣，收拾大衣，接近七宝所造的几案小桌，伸手到桌上取起欲界夜摩天所奉献的华丽丝巾，在大众前打了一个结，然后问阿难说：这个名称叫做什么？阿难以及大众回答说：这个叫做结。接着佛陀又将华丽的丝巾又打了一个结，又问阿难说：这个叫做什么？阿难与大众又回答说：这个也是叫做结。这样连续以次第将经总共打了6个之后，拿来问阿难：这个名称叫做什么？阿难与大众也都这样次第回答佛陀说：这名称叫做结。涅盘僧是梵语尼富歇那所译，意思是裙，或者称为内衣，是比丘缠在腰部的衣，是13种资具之一，俗称腰衣。僧迦离意为重衣，是比丘3衣最大的衣，
叫做大一。也因为条数最多，称为杂碎一。入皇宫起时，讲经必穿，故又名入王宫聚落11。分为9、11、13等条，二长一短为下品1、15、17、19等条，三长一短为中品1、21、23、25等条，四长一短为上品1。寺院早晚各穿7衣，在家居士穿慢衣。这是6节譬喻6根，一条华经成为6节，就是6根处6尘生60，一连串的迷妄执着，不知诸法本空，故称结。大家不明白结虽然有6个，但是华经只有一条。华经一条就是说明无人以成业时的功能，又被6根分为6合何等虚妄之法。经文：佛告阿难：我出晚经，汝名为劫。此叠华经，先11条，第2、第3云何如曹，复名为劫。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叠华积之成经，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碗的一节名，若100碗成，终名100碗。何况此经只有6节，终不至7，亦不停5，云何如来只许出10，第2、第3不名为劫。白话解释：佛陀对阿难说，我最初将华经打成一个结，你们都说是结。这叠华经最初实在只是一条经，事后再打成第2、第3的结，为什么你们也说是结呢？阿难向佛陀说：世尊，这条宝叠华经虽然本来只是一体，可是如我所想，佛陀将它打成一个结，就成为一个结名；如果打成100节，就成为100节。何况这条华经只有打成6个结，不打成7个结，也不停在第5的结，为什么佛陀您只许可最初的结为之结，第2、第3的结就不叫做结呢？如来藏性一念随缘而成一结，也就是真性受熏，随缘而成无明。如果打了100结，也是说明如来藏性随缘而染成100个无明烦恼之意。佛陀只许可最初打的结为之结，第2、第3所打的结就不能名为结，不名为结，正是提示不可认见认相为真，应当体认华经的本体才对。经文：佛告阿难：此宝华经，汝知此经原只一条，我6晚时名有6节。汝慎观察，经体是同，因节有异。于意云何？初晚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6节生，吾今欲将第6节名成第一否？不也，世尊。6节若存，思第6名，终非第一。纵我立身，尽其明辨，如何令是6节乱名？佛言：如是。6节不同，寻故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汝6根亦复如是。毕竟痛中，生毕竟异。白话解释：佛陀向阿难说，这条宝华经，你明白此经原来只是一条整体的，我结了6个结时，就有6个结的名，你详细观察，华经之体是相同，因为打成结就有了差别。你的意思如何？最初打成结，就定名叫做第1个结，如是乃至打成第6个结，就定名叫做第6个结。我现在想要将第6个结的名变更为第1个结，能成立吗？阿难说，这是不可能的，世尊。6个结如果既然打成结而存在，那么这个第6节的名
绝对不是第一个劫。纵然我历尽一生，尽我的聪明来辩论，也不可能使令这6个劫的次第名称颠倒混乱。佛陀说，正是这样。6个劫的次第名称各不相同，回顾观察原来的起因，都是由一条丝巾所打结造成，想要使令6劫混杂错乱，最终也是不可能。这是你的6根，也正是像这样了，在真性本体中究竟是相同，既然产生6根作用，就有究竟的差异。6根的结与华经打成6结的道理是一样的，6根的本体究竟原来是一体，由这个同体当中产生6根作用，构成6种形态，就产生界限、名相、分隔等等。易华经譬喻如来藏性是80之体，本来是同一精明，无有见闻觉知嗅尝等6种性能的差别。经文：佛告阿难：汝必嫌此6劫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的？阿难言：此劫若存，是非风起，于中自生，此劫非彼，彼劫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劫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明一，6云何成？佛言：6解一亡，亦复如是。白话解释：佛陀向阿难说，你必定厌嫌这6个劫，想要使6劫不成立，欢喜成为原来的一条经，但是这要如何做才有可能呢？阿难回答说，一旦有劫的存在，是非才会动乱而升起，在是非中会产生这个劫不是那个劫，那个劫不是这个劫的互相对立。如来今日如果将所有劫统统解除，劫若不存在，就无彼此对立了。那么尚且不能叫做一条经，6劫怎能会成立呢？佛陀说，6根解脱的道理，一体也亡失的道理，也就像这样。6根的解脱，原意精明本体之名，也是不可得。如果从耳根一门超入，是一解6亡，一解6亡就是一根的解脱，其余5根同时解脱，并不是一真之体也亡，因为真体本来非一非6，所亡的是对6而说一之一，这个一与6皆是妄，是属于对待之法。6根全体是一个识经的功能作用，6根既然解脱，则识经也空，犹如6劫解除而一经也亡。经文：犹如无始，野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沉，如劳木金，则有狂华，余战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劳，颠倒华相。白话解释：由你们无始劫以来心性狂乱，6根之见妄上发动，发出妄念不休息，劳虑狂见而产生所缘的沉静，就像久劳眼睛直视虚空，就会看到虚空中的花影，在澄清精明的真性中，无原因而狂乱发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等物理世界，以及生死涅槃，皆为是狂劳颠倒，都是如同空花妄香一样。犹如无始，心性狂乱，心性就是清净真心，是妙真如性，狂乱是无人真心当中，因一念妄动而有心念，因此成为业力意识，也就是自性真心变态的妄想，而发生了狂乱的知见，由业识而转成6根。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沉，迷妄心所发出的知见，也就是由业识转成见分，能见外境的种种现象，不了解一切都是由心所现，妄执心外之境为实有，当下能见所见俱成2妄，因此妄上加妄，
念念相续不断，所以叫做发妄不息。劳见发成就是由业识的见分又生外境相分，劳虑转生，变态的妄动功能，产了物理成劳的作用，因此引发成劳烦恼，而成为六结。如劳木经，则有狂滑，余战精明，无因乱起。佛陀以譬喻方式，有人将两目极力注视虚空，两眼必定疲劳，发生变态现象，就会有狂乱的花朵出现，就如同在澄清真性中，无缘无故引发狂乱起舞。诸位菩萨，不但能见的六根，所见的六尘，是由无人的真心所乱起，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依报世界以及生死涅槃的果报，一一皆是狂乱劳虑之法，是由自性真心变态的妄动所引发出的颠倒空幻之相。开悟圣僧云：门空追想，劳辱心神，梦觉绝非，竟有何事？开悟圣僧云：佛法真俗圆融，互不为碍，清净性中虽无动摇，而不坏方便应用，与心慈运悲，如是心运之处，即是全清净之性。经文：阿难言：此劳同结，云何解除？如来以手将所结经偏牵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复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不也，世尊。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解成？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结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解除，当于结心。白话解释：阿难尊者说，这种狂妄劳虑所现的幻相与易经六结相同，那么要如何才能解除缠结呢？佛陀就用手将所缠结的华经偏向左边牵动，然后问阿难说：这样能解除缠结吗？阿难尊者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世尊啊。佛陀又用手将缠结的华经偏向右边牵动，又问阿难尊者说：这样能解除缠结吗？阿难尊者回答说：这是不可能解除呢，世尊。佛陀向阿难说：我现在用手向左边右边旋转牵动，都不能解除这个缠结，那么你设法想要用方便法，如何成功解开这个缠结？阿难向佛陀说：世尊啊，要解除这个缠结，应当必须从结的中心下手，便可以解开缠结，因此分解散开。佛陀向阿难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如果想要解除缠结，必须从缠结的中心点下手。诸位菩萨，佛陀将手中已有的华经六个结左右旋转牵动一次，这只是牵动华经而已，不能解开缠结。佛陀深深用意，左右牵动是暗示有无二边，因为凡夫执着有相生灭，因此常轮生死，不能解除诸结。二圣人执着无相空寂，所以永远成空守寂，不能的解圆通无碍。由此可见，这有着无，有无二边，皆为偏邪，一一不能得到圆满通达的解脱。结的中心一解，便会解开分散，结就会解除。结心譬喻为中道，是不落于有无二边。如果能依中道了义之法如实去调整，那么有无二边，人法二空，同时一一皆解脱。诸位菩萨，
劫星是指阿陀那时，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此时是无始无明，是根结的本源。要解除六根六结，必须将阿陀耶识入手下功夫，正是所谓从命根下一刀，千了百当是也。经文：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粗香。如来发明，是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愿出。如是乃至恒刹界外一点之语，一枝头属。现前种种，松针疾曲，古白乌玄，皆了缘由。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消亡，不争贺哉。白话解释：阿难尊者，以上我佛陀所说的佛法，也是从因缘所生，不是单指世间上四大和合的形色粗相。如来所阐明的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能明白根本主因，随着所欲的助缘而出生诸法。就像这样，乃至如同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以外一小滴的雨水，也能明白其数量。如目前种种现象，松树为什么是直长？荆棘为什么是弯的？谷鸟为什么是白？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我如来都能明白其根源。因此阿难啊，随你心里所欢喜，在六根中选择一圆通根下手去修。六根的缠结如果消除，外界的尘劳现象自然消灭。既然一切妄想都消亡，那么绝代的自信真心一旦显发，还有什么不真的虚妄幻相呢？大智度论：若法因缘生，是法性实空；若诸法不空，不从因缘有。经文：阿难，我今问汝，此劫波罗经六劫现前，同时解淫的同除不？不也，世尊。是劫本以次第晚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劫同体，劫不同时，则劫解时，云何同除？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义，具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的无生忍。白话解释：阿难尊者，我现在在问你，这条夜摩天所奉献的华经，六个缠结现在仍然存在，想要在同一时间解除缠结，是不是可以齐同解除缠结呢？阿难尊者说：世尊啊，这是不可能的。这些缠结本来是依次打结而成的，现在也应该需要依次地方能解开。因为六个缠结虽然同一条经体，但是打结是依次地，不同一时间。那么要解除结头时，怎能同一时间将六个结解除呢？佛陀说：你想要将六根解除，也像如此而为。六根先得到解脱时，就可以先得到人空，也就是我空的境界。再进一步，使空性圆明自在，就会完成法解脱，也就是法空。解脱法空之后，人空法空达到具空境界，也就是人法皆空，达到究竟清净空寂。这样，这是名为菩萨从三摩地的禅定得到无生法忍。何谓人空？就是生空，又名我空。观人生是五蕴假合而有，其性本空，也就是证得五蕴空性无我的真理，是名人空。何谓法空？就是诸法缘起性空，是二空或者三空之一。缘起性空是说明宇宙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的诸法其性本空，
无真实的自体可得。菩萨得此智慧，而破除法执，故名法空。何谓无生法忍？简称无生忍，将心安住在无生无灭的道理上，而心不动，与空相应，与清净涅槃相应，正是。忍就是将心安住道理而不动，故名无生法忍。诸位菩萨，迷惑的众生，见法未实有，不知诸法有生有灭。如果能依次第将六根六结解开的话，就能见此不生不灭的因地因，依此发心修正，就能得到菩萨最高无上的境界，也就是根结寂静，三昧现前，妙心证悟，道眼顿开，与十方诸佛正等无异。开悟圣僧云：证悟诸法本来空，当超胜解决凡情，正得自信观天下，森罗万象尽成春。开悟祖师云：清净法身，干干净净，圆圆明明，心无方所，绝学无畏。经文：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悟之，依六王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白话解释：阿难尊者以及与会大众承蒙佛陀的开示，对智慧觉心圆通的道理心得到坚固而无疑惑。阿难尊者此时合掌，顶礼佛陀双足，向佛陀而说：我们今日身心开朗皎然，快活的无有挂碍。虽然以了悟一体六根的迷执与同时王师的义理，但是尚未通达那一根是圆通的本根。经文：世尊，我辈飘零，积结孤陋，何心何虑，欲佛天伦。如师汝儿，呼吁慈母，若复因此忌讳道成，所得密言，孩童本物则与未闻，无有差别，唯垂大悲，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示，作是语义，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即佛明寿。白话解释：世尊啊，我们在生死苦海漂流，已经累积无量劫以来，就像孤苦无依的孩儿，那果敢有什么心愿，什么思虑，想敢与佛参与出生为兄弟天伦亲族呢？就像断失母乳的婴儿，忽然遇到慈爱的母亲，如果因为这样难得的际遇机会，听佛说法而修成佛果，是甚为庆幸。如果从佛所听的机密法语，还是像以前那样，只是了悟而无修正，就会与无听闻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不同。但愿佛陀垂怜发大慈悲心，会我秘密庄严的妙法，使我能成就如来最后圆满的开示。说完这些话以后，五体投地，然后退回本位，将深密的心机收藏，希望佛陀能深深密法，巧妙传授。经文：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18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白话解释：这时候，释迦世尊普告大众中的诸大菩萨以及诸烦恼断尽的大阿罗汉说：你们所有的大菩萨与大阿罗汉，生长在我佛法果，是已经修成到无学果位的人。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最初发心修行，修悟六根、六尘、60等18界的功用，是依那一种作为修正圆通的根本呢？又从什么方便法门而证入三摩的禅定呢？世尊问与会25位正果圣者言：
你们最初发心悟18界，谁为圆通？最初发心就是最初学佛的基本因地心，也就是发心开始到底是从那一法门入手。在18界25门当中，究竟是那一门最为圆满通达的根本。然后依你们修持各自法门，而进入菩萨三昧境地，证入无生法忍。释迦世尊及25圣者而发表证悟经过，以便证实25法门，该诸法头头是道，法法平等，大家依之而修，一一皆能得菩提而圆满，并无限定那一门。只要契理契机，人人皆可选择一门而深入，直入涅槃，同登无生法忍。第5卷到此是最高潮、最热门、最精彩之处。25圣正式开演自己出发心智开悟正果的经过，请大众详细听，注意听，认真听，听得开悟正果。25圣也就是25个法门，各有其本修因缘，也各有其得力处，可为后世行者所依循。经文教成那5比丘，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即于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于佛因身，悟名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应我，名阿若多，妙因密缘，我于因身，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因身位上。白话解释：教成那等5位最先出家的比丘僧，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禀白佛陀说：我们在鹿野苑以及在机缘等道场，看见如来最初成佛得道，后来为我们说法，由佛陀说法的因身缘故，而使我们悟明四圣谛苦集灭道。当时佛陀问我们比丘僧是否理解。我教成那是最初称说已经悟解，如来就印证我，并称我名为最初解悟的阿若多。因为佛陀的微妙法因身密缘境，我是由如来的因身而证的阿罗汉的果位。现在佛陀问我们什么方法最圆通？以我所修证的，就是听声音是最上乘的修法。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于佛因身，悟名四谛。四圣谛又名四真谛、四谛法，即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4种真理能使人证得出世而成就圣者之真谛。何谓苦谛？就是说明人生多苦的道理。人生有3苦、8苦、无量诸苦，苦是现实宇宙人生的真相。三毒无明是迷之因，苦是三毒无明之果。何谓极谛？极就是极其的意思，是说明人生的痛苦是怎样来的真理。人生的痛苦是由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与贪甜痴烦恼所煽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结果才会召集种种的痛苦。何谓灭谛？就是说明涅槃不生不灭的境界，才是多苦的人生最理想最就近的归宿与真理所在，因为涅槃是常住、安乐、寂静的境界。何谓道谛？道谛是说明人要修道才能证得涅槃的真理。道有多种，主要是指修8正道。四圣谛包括世间出世间的2层因果，即是因，苦是果，是迷妄3界内的因果；道是因，灭是果，是证悟出3界的因果。苦即2谛是世间的因果，是3界生死流转门；灭道2谛是出世间的因果，是出3界涅槃还灭门。
故名为四圣谛。该摄是出世间的因果法。妙因密缘，我于因生的阿罗汉。佛陀用生灭的生成，传授我们不生不灭的真谛，使得证成阿罗汉的果位。阿罗汉是声闻乘中果位最高，含有三义：一、杀贼；二、无生；三、应功。何谓杀贼？就是杀尽贪甜痴邪见无明烦恼之贼。何谓无生？就是证的无生法忍，出三界，解脱生死不受后有。何谓应功？阿罗汉已出三界的圣者，堪受天上人间的供养。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因生未上。佛陀问我什么最圆通，以我教成那实地修持、实验实证的情形来说，是以多听为妙道理，从妙理的深去悟道，才是最上乘的修持法门。以上是六尘圆通的第一生成，六尘之首应该是色尘，但是因为教成那邪见为佛陀弟子中首先悟道的人。当时25圆通邪见是以耳根奠后，是佛陀想要启示大众邪见应该从耳根下手，以便解除六根之结，是故生成与耳根是有首尾相应的作用，因此不从色尘开始，而由声尘先叙说。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闻。经文优波尼沙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香，身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应我，名尼沙陀。尘色寂静，妙色密缘。我从色相的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未上。白话解释：优波尼沙陀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而向佛陀禀白说：我也是看见佛陀邪见最初成道的人其中之一。佛陀曾经教导我，应观察身体为邪见不清净的色相，因此对身体五蕴邪见升起极大的厌离心，悟到一切色相本空，都是从不清净而来，色体白骨会化为微尘，最后终归于虚空。我专心修正，追根究底，发现空性与色相的二种执着，当下无自性，而证成无学的道果。因此佛陀印证认可我，名叫做色成空性的尼沙陀。身体色尘既然净净，色性妙用达到邪见生密周圆的果地。所以我是从色相观想修入而证的阿罗汉的果位。佛陀问我什么最为圆通，依照我实修所证，是观色相本空为因地心，是为最上乘法门。观不净香，身大厌离。佛陀教导我优波尼沙陀观察身体内外邪见皆为不清净之香。我依此法门用功观察修行，了知色身不净幻化空性，了不可得，升起极大厌离心，也就是观身不净邪见而得厌离解脱。观身不净有5种：一种子不净，二住处不净，三自体不净，四外相不净，五究竟不净。种子不净，身躯肉体由五蕴形成，内有烦恼，外有父母精血种子之不净。住处不净，于母胎中10月住胎，住处不净。自体不净，身体由4大之不净所成。外相不净，此身久恐长流不净。究竟不净，
死后被弃至种间烂坏，永久不净。9种观色生死坏相，而增长善根，生大厌离心而出世。1胖胀想，2轻瘀想，3坏想，4血涂想，5脓烂想，6虫淡想，7分散想，8白骨想，9烧想。胖胀想，人生死后，臭皮囊先发胖胀。轻瘀想，接下去就是死体升起轻瘀色。坏想，开始一块一块的败坏。血涂想，尸体然后血水化为脓。脓烂想，尸体进入腐烂。虫淡想，生出蛆虫一一吃死人肉。分散想，皮、肉、毛、血、骨渐渐分散。白骨想，最后剩下白骨一具。烧想，时间久后，白骨也就随风化成为尘埃了。身体是空幻不实，暂时借用，时至终归幻灭。为佛弟子慎勿贪求爱执，免得深情不舍而生障道因缘。悟诸色性已从不净，优波尼沙陀因为受佛陀慈悲的教导，就积极潜修这个色尘不净本空的法门。他的功行完成后，不但能消灭贪欲，也能领悟到无人的身体斜线头顶至于足下，在拜一切色相当下是不净本空，皆由五蕴不净处而来。白骨为尘，归于虚空，身躯是一具的臭皮囊，包装身内不净洁的东西，无非五脏六腑、肚肠屎尿，并无什么值得贪恋可爱的，无论男女老幼，死后都是一具白骨骷髅。白骨烧化成灰烬为尘，为尘遇风一吹则消灭，最后还是归于虚空。空色二无，诚无学道，追根究底，性空与色相，而众皆不可得。因为空是对色而言，色相既然非真，空也是乌有。如此的真穷或尽，由此悟入真谛，而得成无学的果位。尘色寂静，妙色密缘，优波尼沙陀就是因为空了空色，对贪欲难舍的尘香，皆一一空尽，那么真空的妙色，也就是自性妙有的功能，生起色执的作用，而达到妙密圆通的果地。我从色相的阿罗汉，以我所证，色因为上，优波尼沙陀是观诸色行相，一一色相皆空无自性，生了极大厌离心，从色相悟空而证成阿罗汉。佛陀问我用什么法门的证圆通，以我所证的经验，就是观察色尘皆空作为因地心，是为最上乘的法门。观诸法无性，与空相应，与无常相应，此人可入道。古德云：朝喜花艳春，暮悲花尾沉，不悲花落早，悲我似花生。古德云：人生恰似一孤舟，朝朝暮暮水上游，船身损坏堪修转，人生败坏不堪修。经文：香严童子则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味相。我时持佛宴会清斋，见诸比丘烧成水香，香气既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魔所遮，来魔所从，由是一消，发明无漏。如来应我的香言号，尘气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言的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言未上。白话解释：香严童子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最初听佛陀教我观察一切有味镜相。
我当时就辞别佛陀，宴坐安息，既然安处在清净的斋室，看到比丘们燃烧成水香木，其香气寂静无形进入我的鼻子内，我就观察这香气既不是香木自出，也不是从虚空所发生，既不是烟也不是火，香气去时无着落，来时不从任何处所，由此了知香气空幻不实，心意的妄执全消除，终于证得无烦恼的无漏果位。佛陀就印证认可我，赐我香言的名号，凡尘晦气很快就消灭，由香气本空的道理，可以证到自性真香的作用，彻悟自性密缘功能。我是依香言得到阿罗汉果。佛陀问我什么最圆通，依我所修正，观察香气本空幻化庄严，是为最上乘的法门。香言童子观察香气的修法而得到，是以自性真香来庄严法身，故名香言。童子就是菩萨，因为菩萨从初发心断欲，乃至成道，有如童子天真无邪，未曾染着性欲，是童真入道。沉水香其味甚香，需要仰赖水、虚空、火、烟、空气、人等的因缘而香气诞生，但是香气有生有灭，无常幻化不可得。香言童子当下悟证香气本空，虚妄不实，因此回光返照，照见本性，本性无生无灭，无漏无惑，自性光明，不从外求，当下即是，是名自性真香，又名香言是也。开悟祖师云：圣者见生灭为不生不灭，凡夫见不生不灭为生灭。非离生灭别有不生不灭，亦非离不生不灭别有生灭，是故生灭与不生不灭不一不异，只为迷雾染尽有别故。经文：药王要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500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是良医，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108000，如是悉知，苦作咸淡甘辛等味，并诸和，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知。诚是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为因，从是开悟，蒙佛如来应我坤记，药王要上二菩萨名，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为觉名，为灯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为因为上。白话解释：药王要上2位菩萨，以及在会中有500位梵天，同为2位菩萨的同行眷属，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我自从无始劫以来，就当任世间的良医，口中常常着娑婆世界的各种药物，不管是草木金石，名称数量有108000多种，一一我皆能知晓。所有药物的苦酸咸淡甜辣等的味性，以及和性，天生具有的性味，经过制炼变化不同的味性，或者药性是寒冷的，是温热，是有毒，是无毒的，都能周了知。我奉事如来了知这些药物的味性，不是空无，也不是实有，药物的滋味不触身心，但是也无离开身心，因为分别药物味性的因缘而开悟，承蒙佛陀印证认可，我们2位兄弟为药王要上2位菩萨名。现在在大法中成为佛陀法王大弟子，因为了解药物的滋味而证得觉性圆明，登上菩萨的果位。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证的了悟为性作为修因，为最上乘的法门。2位大士
药王药上因药物的苦酸咸淡甜辣而触到自性，了知谓性非空非有，因而见性入道。诸位菩萨，因为开悟觉明自性，如来藏性中，性谓真空，性空真谓，即谓即觉，即觉即谓，谓觉不二不一。开悟圣僧云：一谓成入道者，正见了知谓性非空非有，非即非离，分别谓因，从事开悟，因谓觉明，觉明之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此脱尘，自证觉性，名为正道。药王药上二位法王子，何谓法王子？是大菩萨的尊称，因为大菩萨是出生于法王之家，唯有菩萨方能继承诸佛的家业，普令佛法真理，垂流千秋，度化人天。二圣人独善其身，不堪继承如来法身慧命，因为二圣行者是三界如牢狱，心正涅盘，正空不出空，是故菩萨方堪担负如来慧命故。经文：跋陀婆罗并其同伴16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欲僧时，随力入室，忽悟水音，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素习无妄，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处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位上。白话解释：跋陀婆罗菩萨以及他的同伴道侣有16位菩萨，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们起先在过去世威音王佛的时候，听闻佛法而出家修道，在僧众沐浴的时候，随着规律进入浴室，身处水时忽然了悟水因实性，既不洗所处的外尘，也不洗能处的身体，在这两种中间安然无执着，悟的空无所有，宿世的熏习无忘失，乃至到今世跟从佛陀出家，佛法是我证的无学的境地。过去那尊佛赐我名号叫做跋陀婆罗，凡夫的触摸既然空性，真性微妙的摸触也就宣显明现，成为继承佛陀的法王子。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正的，我是从微妙的感触作用上去体会真理，就是最上乘的方法。跋陀婆罗是梵语，意为贤首、贤护、贤守。他是因为自守贤德，守护众生而得名。过去世虽然跟佛陀出家，可是常以轻慢的心轻视别人，后来被常不轻菩萨的神力感动，所以以后对一切众生绝对不再轻视，对任何人都很恭敬，故名贤首。开示是菩萨的别称，是自己能开悟又能开悟众生的大事。忽悟水因，不洗尘，亦不洗体。既然水的阴性不洗外尘，也不洗身体，外尘与身体二洗不着，两者中间安然无执着，也就是觉察外尘不生，根也不有，中间觉处之心安然不动，的无所有，了知外尘内体，能洗所洗，具无所有，空幻不实，当下见性自得。宿习无忘，就是指过去世所造作之业因，在80田中永恒的存留，而不曾忘记。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我贤首菩萨自威音王佛开始到现在跟释迦佛初学佛，使我的无明迷惑尽尽，以得成无学的果位。贤首菩萨曾经在最初威音王佛前出家，内心我慢贡高，时常轻视别人，
至1201劫之久，不能遇到佛，闻法清净僧，1000劫之久，堕在阿鼻地狱，受罪完毕，又遇同名同号的威音王佛，在受大苦恼，受罪其中，还是宿习无忘，仍然能守护善根，一直到现在遇到释迦牟尼佛，而成为菩萨道。妙处宣明，成佛子住，妙处与妄处相反。妄处有能处之根，所处的尘相有能所对立，不能与空性相应，是名妄处。故有生妙处者，根尘双亡，东处西处，无非道场。正是水不洗水，妙气法身，尘不染尘，反资自己。宣明就是发现的意思，也就是发现觉悟微妙的感触道理，而成为真正的佛子，如此可以继承佛陀的法身慧命。贤首菩萨于水处一物，则成体不有，水相一空，更无有喜，喜相一空，为妙处性当下现前，故曰妙处宣明。开悟圣僧云：心本无形，因尘有相，尘灭心灭，真心湛然。开悟祖师云：佛即心悉，心即佛，心佛将来皆忘物，若知无佛复无心，始是真如法身佛。开悟圣僧云：念念无相，念念无味，念念圆明，念念觉呆，正智朗然，顿气灵源。开悟圣僧云：自性无大无小，无漏无味，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开悟圣僧云：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身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魔所欠。经文：摩诃迦叶及子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于往劫，于此界中，而佛出世，明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自尔以来，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具，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及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畏罪，妙法开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未上。白话解释：摩诃迦叶尊者以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在过去长劫以前，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有一位佛陀出世在世间，名号叫做日月灯佛。我有机缘亲近的闻佛法，依法修学。这位佛陀灭度后，我就供养他的遗骨舍利，立在舍利前燃点灯火，以续光明，又用紫金光的纯金涂贴佛陀的形象。自从那时候以来，生生世世，我们的身体恒常周圆遍满紫金色的光华。这位紫金光比丘尼等人，就是我累世的家眷亲属，始终与我同时发心立志修行。我观察世间上的六尘现象，都是在变化坏灭无常中，唯有正见万法空无自性而寂灭，修持到灭尽五蕴的禅定解脱，身心才能度过百千劫之久，也如弹指间之短。我就是用空寂灭尽法成的修法，而成为阿罗汉的果位。世尊，您说我修头陀苦行最为第一，因为了解微妙的法性而开悟明白，所以消灭了一切有漏的烦恼。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正的，是以法成本空为修因，
才是最上乘的法门。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摩诃是梵语，意为大。大迦叶尊者特别具有智慧，故加上摩诃，因为佛弟子中同名同姓很多，以表其别。紫金光比丘尼是大迦叶尊者在家时的夫人，与大迦叶尊者同时发心出家为比丘尼，也是佛陀的出家女众弟子。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明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金刚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的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古德云：佛在世时我沉沦，今的人生佛灭度，忏悔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自尔以来，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具。大迦叶供养舍利，燃灯续明，黄金装佛身为因，生生世世身长圆满，紫金光身是果。经过90亿劫之久，身在天上人间，身体都是紫金光色。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及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大般若经云：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证所证，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的，以一切法无不皆空，如是信之，便证的故。大般若经云：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住十方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无不皆用本性空，本性空即是佛眼。摩诃迦叶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灭尽定又名灭受想定或灭定，此定中以灭受想二心所为主，最后并60心所皆灭，为9次第定的最后一定，乃圣者所修。何谓9次第定？就是欲出三界，必须修9层禅定，以的解脱三界。所谓初禅次第定、二禅次第定、三禅次第定、四禅次第定，以上是色界四禅天的根本定。空处次第定、实处次第定、无所有处次第定、非想非非想处次第定，以上是无色界四处的根本定，灭受想次第定。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三种禅定：一世间禅2，出世间禅3，出世间上上禅。世间禅三界内四禅八定。出世间禅四圣所证。出世间上上禅为佛独有，如本经首楞严大定。我以空法成阿罗汉，大迦叶尊者证的诸法空性，而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大般若经云：诸法自性空，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愚人作，有佛无佛，其性常空，此即涅槃，无生无灭故。世尊说我头陀畏罪，世尊为我大迦叶印证认可我，说我是一位头陀中最为第一。头陀意为斗叟，就是斗叟精神，对衣服、饮食、住宿简化朴素化，
令心不贪着物质界而不纵欲。俗称头陀为苦行者，僧人行脚起时等行皆是头陀内涵。妙法开明，消灭诸漏，说明生灭的法尘寂灭，微妙的法性就会现，前故能开悟法性，明了如来藏心，因之而消灭一切诸漏烦恼。经文：阿那律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出家，常乐睡眠，如来呵我，为畜生类。我闻佛呵，提气自责，7日不眠，失其双目。世尊是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经真动然，如观掌果。如来应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炫见寻缘，斯谓第一。白话解释：阿那律尊者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当初出家，经常贪爱睡眠，佛陀就呵骂我是一位如畜生的棒哈类。我听闻佛陀的呵斥，啼哭悲泣，深自责备，7天7夜不曾睡眠，因此双眼都失明了。世尊大慈悲，只是我修乐见照明金刚三昧的禅定，所以我证得天眼通，不必由双眼看，而能观见十方世界，能见得经真性动然开通，看十方世界就如同在观看手掌中的水果那么清楚。如来印证认定我已经证成阿罗汉的果位。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证的，是旋转能见色尘的眼识，寻归原本真性，是第一的法门。阿那律尊者意位无凭，是佛陀的堂弟，白饭王的王子，跟佛出家7王子之一。在过去世饥荒的年代，曾经用拜饭布施辟支佛，因此感召90亿劫之久，不受贫穷的果报，始终在天上人间为天王人王，故名无贫。佛呵言：多多何未睡，罗施棒哈类，一睡1000年，不闻佛名字。何谓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乐见照明就是欢喜好乐见性的方法，是专心一意的住心做观，观察能见在心而不在眼，旋转本有的心光，去照见能照见的见性。这样一来，照了又照，照到本明的自性，发见不动不坏，所以忽然就开明如金刚那样锐利的正眼。人人具有的双眼有见经，分为能见与所见的作用，眼看到外界的一切镜像，都是所见的作用。纵然双眼失明，心里还是看得到眼前的一片昏暗现象。这种作用仍然是由自性能见的功能上所发出的，由此而体会到反还所见的作用，追寻这个能见眼前现象的自性功能，久而纯熟，所见的作用会完全反还潜伏到能见的功能上，然后连能见的功能也焕然空寂。这是说明能见在心而不在眼，是回脱眼跟色尘的相对，一旦相对就落入昏昧不觉，若脱根尘，回光自照自，刹那见性，心照无碍，自性心眼当下开明，无穷妙用显矣。如我所证，炫见寻缘，如我阿那律所修所证的方法，就是以炫见寻缘为最上乘的修持正果法门。炫见就是旋转见性去见本性，寻缘就是不寻眼跟色尘而寻能见之本源。阿那律尊者虽然双眼失明，可是他能用炫见王尘，寻缘脱根，不必见尘，不必用根，用心眼能洞彻十方世界的真相。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经真动然，如观掌果。
经文：周利盘陀迦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却诵持，无多闻信。最初执佛，闻法出家，一持如来，一句伽陀，于100日的前一后的后一前，佛悯我于，教我安居，调出入席，我时观席，维系穷尽，身住意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的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诸佛座下，应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习寻空，斯谓第一。白话解释：周利盘陀迦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缺少背诵一持的记忆力，无广见多闻的慧性。最初遇见佛陀，因为听闻佛法而出家修道，为了要记一持诵如来一句7字的记诵，被念100天，记得前4字就遗忘后3字，记得后3字就遗忘前4字。佛陀怜悯我愚笨，教我安静隐居修持禅定，调节鼻孔呼吸的气息。我当时观察呼吸的气息，渐渐维系，甚至穷尽身心的身住意灭，各种诸行业刹那牵流变化无常。我当时内心豁然开悟的大解脱魔所障碍，甚至心内的烦恼都断尽，证成阿罗汉的果位。安住在佛的座下，受佛陀印证认定我已成为无学的声闻果位。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若依照我所修正的，能反观鼻息寻入真空实性，是为第一好的修持方法。周利是兄，亦为大道生；盘陀迦是弟，亦为寂道。我却诵持，无多闻信。周利盘陀迦在过去释迦叶佛的时代，曾经是经律论精通的法师，虽然有500名的弟子，但是他却是一位悭贪不肯布施法宝的法师，不肯尽心教导传授他的弟子，因此感召今生愚钝的果报。有因必有果，周利盘陀迦自从出生以来，就无读诵受持的记忆力。最初执佛，闻法出家，一持如来一句伽陀，于100日的前一后的后一前。身语意业不作恶，莫恼世间诸有情，正念观之欲尽空，无益之苦当远离。周利盘陀迦受4句记，但是连一句一持不来，经100日后，记前4字遗忘后3字，或者记后3字又忘前4字。佛命500阿罗汉同力教化记诵，经3年之久，也不能成诵。他的哥哥先出家，看到自己的弟弟一副愚钝之相，就认为出家无法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劝他还俗。盘陀迦很悲伤，以为自己真是无用之人，厌世之念一起，拿一条绳要自尽。佛陀明白后，以神通力挽回他一条生命，同时安慰他：扫帚除垢，扫地扫清净，扫除心地尘垢，诸法生灭本空幻，客去主不换。佛悯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席，我时观席，维系穷尽，身住意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的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诸佛座下，应成无学。反习寻空，斯谓第一。反习就是鼻根不愿外境，而反观生灭的鼻息；寻空就是穷尽诸行皆空，寻归不生灭的真空实性。如此调摄鼻根的气，而反习归空的方法，就是第一好的法门。经文：教犯欲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斯病，如来是我，
不为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观谓知之，非体非物，应念的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移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应，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未宣之，斯谓第一。白话解释：交饭欲提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以前造过口业，在过去劫以前，我因为轻视戏弄一位年老无牙齿的出家沙门，讥笑他吃饭像牛吃草，所以至今生生世世感得嘴内像牛嚼草不停的毛病。如来指示我修一位清净心地的法门，因此我得到消灭虚妄的心识，正入三摩地禅定，观察滋味的知觉真性，既不是生自舌根本体，也不是生自外物的滋味，因此随着这个正智心念而获得超脱世间各种烦恼，内在解脱身心的执着，外在移去六尘世界的缠缚，远离了三界有情的烦恼苦患，就像鸟飞出束缚的笼子，脱离垢染，消除尘埃，了悟法性的慧眼清净，证成阿罗汉的果位，承受如来亲自印证我已登上无学的道果。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正的，能还回同真性的法性，而旋转能知各种外尘滋味的舌识归入真心一实性，这第一的好办法。交饭欲提意为牛思我有口业，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思病。交饭欲提过去世造口业，轻弄沙门，一位老比丘无牙齿，吃饭如狮吃草。老比丘言：我已证阿罗汉果位，你怎可造口业取笑我？应速忏悔。那时虽忏悔，但已造业，是故感召生生世世的有如牛思报应。如来是我一位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如来指示我以一位清净心地法门用功夫，一位不是甜咸酸涩苦有味的味，也不是淡然无味之味。如来是叫我反观根性，不观甜淡之味尘。清净心地就是离尘脱根，反照自性，一味清净就本源心地。法门就是修行方法的门径。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就是不依甜咸酸涩苦的味尘生起分别，所以能灭除分别攀缘的实心，正入正定的三摩地。观谓知之，非体非物，应念的超世间诸漏，就是说明观察滋味的觉性功能，不属舌根的自体，也不属于甜苦生熟等外物。因为舌根如果不品尝分别外物，外物就不会有自知的能力，由于了悟舌根的性能而脱根离尘，所以当下应此清净一念的超世间一切烦恼，悟入真如妙性，内脱身心，外移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交饭欲提，就是以舌根修因为本，外脱味尘，内服知见。物之滋味虽有多种，但是知性无两般，还复一味清净之心，旋转寻成年忘的知性，就是最好的修持办法。不论出家在家，修道是以见性为宗。开悟圣僧云：佛与众生唯只一心，更无差别，此心无始以来，无形无相，不曾生不曾灭，当下便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开悟祖师云：此心即是佛，佛性即是众生性，性无二别，为众生时，此心不灭，
谓诸佛时，此心不天，本自具足。若不决定信此心是佛，纵使累劫修行，终不成道。开悟圣僧云：见佛先见心，得见佛而忘心，不忘心为心所惑，终不得佛。心佛本一体，只言迷悟有别。悟者佛是心，心是佛，佛心本不异。犹如离水无冰，离冰无水。开悟祖师云：三毒贪田痴事，反贪田痴为界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田痴亦无实相，当体即空，但据众生而言，若能反照，了了见贪田痴即是佛性，贪田痴外更无别有佛。若如是正知，诸佛受记。佛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常养于百法，而成于世尊。佛经云：不见烦恼异于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是一性空故。经文：毗陵迦婆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起时城中，心死法门，不觉路中，独剌伤足，举身疼痛，宁有双绝。摄念未久，身心忽空，3-7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的清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一生，斯谓第一。白话解释：毗陵迦婆蹉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从初发心跟佛陀修道，数次听闻佛陀说世间都是苦海，无真正可以得到安乐的事情。有一天在城市内起化饮时，一心思维所修的法门，不知不觉在走路的中途被毒剌伤到脚，全身疼痛。我心内想到有一个知觉的作用，能觉知这个深刻的疼痛。虽然这个觉知会知道疼痛，但是真正知觉的体性清净心，实在没有能痛去疼痛这个知觉的心。我又用智慧思考，就像我一个身体，难道有知痛的妄心与无痛的真心两个知觉吗？当我收摄心念没有多久，身心的执着忽然完全空荡，在3个7日的21天中，各种无明烦恼都空虚净尽，就成为阿罗汉的果位，得到佛陀亲自印证记明，认定我以心地发明正道无学的果位。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正的，能保持纯真的觉性清净心，而遗忘虚幻的生根，是第一好的法门。毗陵迦婆蹉亦谓于习，因为过去世有尊贵的习气，故名于习。本尊者过去500世做过婆罗门，性情多骄慢，每当过河时，常骂河神为小婢。住在河流的河神因此怀恨，向佛陀求援。佛陀虽然叫他向河神道歉，但是尊者却这样说：小婢，千万不可填怒。大家都笑他，既然忏悔而又骂人。佛陀开口说，他的本性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余留习气，并不是存有骄慢心去骂人的。河神过去是曾经做过他的婢女，是故过去的余习难除。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佛经云：身为众苦之本，患祸之源，天下之苦，莫过有生，饥渴寒热，田秽经部，色欲怨惑，皆由于身。净土诗云：日落西山暮鼓催，娑婆八苦实堪悲。是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古德云：
人生70古来稀，先除年少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凉与烦恼。吴长经云：无上诸世尊，独觉声闻尘，尚舍无常身，何况诸凡夫。吴长经云：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宋朝诗人苏东坡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起时晨钟，心死法门，不觉路中，独剌伤足，举身疼痛。起时是佛陀在世的制度，起是祈求、起化世的意思。起时有2层含义，一外起2内起。外起是起施主米粮，以养色身；内起是起如来正法，以资慧命。佛制比丘行起有6种意义： 1. 令除骄慢之心； 2. 使世人种福田； 3. 起时令破我相； 4. 不为金银所累； 5. 不生蓄积之求； 6. 可得一心专修。我念有之，知此生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正当毒气发作，疼痛不堪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知觉的作用，所以才知道这种疼痛的感觉。我因此立定决心，去观察这个会明白疼痛的是谁。虽然有一个能觉的心，会去感觉这个疼痛，不过这是一个有疼痛的妄觉的心，至于我的本觉清净心，实在并无疼痛，能疼痛这个觉心，正是真觉妙心。我又思维，如是一生，名有双觉。摄念未久，身心忽空，3、7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毗陵尊者如此思维，一个人的身中应该只存一个知觉才对，难道一个身体当中有2个知觉性能的存在吗？为什么现在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知痛的知觉，又另外有一个清净觉心的觉性？这样寻根究底，摄心未久，身心忽空，也就是会疼痛的身跟欲会觉知疼痛的身时，都忽然空寂。经过3、7、21日的功夫，一切烦恼习漏都空尽，已经纯为一个本觉清净的真心，永离虚妄，而证成阿罗汉的果位的清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一生，斯谓第一。佛经云：诸法本缘起，缘起毕竟空，十方诸如来，一路涅盘门。开悟圣僧云：光明自信，浩浩荡荡，纤毫不立，扫宗绝迹。一丝不挂，无拘无累，清清如如，当下即是。经文：须菩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况劫来，心得无碍，自意受身，如恒沙劫。出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我谓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炫法归无，斯谓第一。白话解释：须菩提尊者，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自久远劫以来，心得无碍的境界，自己能回忆到过去受生的经过，如恒河沙那么多次的生死。当初在母胎时，就明白当体空寂的道理，这样乃至十方世界的一切万法皆是空性的，
同时也可以使一切众生证悟空性。这次承蒙佛陀启发了悟自性本觉真空的道理，证得空性圆满光明，得到阿罗汉的果位，顿时进入佛陀宝觉光明空海的境界，已经与佛同一之见。承蒙佛陀印证我已成为无学的果位，内心解脱证入实性真空，我须菩提是第一人。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我所修证的，能将世间万象悟入空幻非实，能空知空与所空的人与法等二相接近尽，旋转一切万法归入毕竟空，这就是最好的法门。须菩提意为空身，又名善现，是佛陀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弟子。因为出生时，据说他家里一切珍宝忽然遗失，故名空身。出生不久，他家里的珍宝又重新出现，故名善现。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意受身，如恒河沙。须菩提自白，我自从久远劫以来，一根就已经空寂，已经通畅而无执碍，自己能回忆到过去世受身舍身的一切经过，如恒河沙那么多的生死事情，可说是无隔音之谜，以及入胎之婚，在过去世生生死死无量次的事情，一一都能记忆犹新。出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当初我须菩提在母胎的时候，就已经了知四大皆空，五蕴虚妄，当体空寂的道理。如是乃至出了母胎之后，由人空而悟万法皆空，十方世界一切森罗万象，一切皆空寂。同时不但我悟空性的道理，也令一切众生证悟诸法空性的道理。大般若经云，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住十方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无不皆用本性空，本性空即是佛眼。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的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我谓无上，我须菩提承蒙佛陀您慈悲的开示启发了悟道性觉真空，真空性觉的道理，也就是了知自性本体正觉的真空实相，证得空性圆明，也就是证的真空妙性达到圆满光明，因此得到阿罗汉的果位。顿时证入佛陀的第一义空，宝明妙性真空的性海，不但是我法已空，就是自性本体空也已了悟，知见与佛陀相同，所以承蒙佛陀印证认可我已经成就无学的果位，认为解脱一根思念，达到真空实相之境，除了我，并无其他的人是最为上乘了。大般若经云，诸佛出世，皆说本性空义，化导有情，要闻佛说本性空义，乃入圣道的圣道果，离本性空，无别方便。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炫法归无，斯谓第一。现在佛陀问起我们用什么方法修正最为圆满通达。以我须菩提所修正的，就是一切相，包括人相法相皆空，了然不留于一相思想中，皆与空性相应，乃至能空之空，所空的人与法二相也空性，这是说明能空所空都一并空性，到了空无可空的实际，真如妙性即自显。旋转诸法归向无相，也就是旋转一根，归于毕竟空之意。须菩提尊者不愧为解空第一，他的本行三字不离一字空，他将万缘归寂，以一根无分别性炫其虚妄生灭的诸法，
归于无所得的大定，就是第一好的修持方法。大般若经云：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证所证，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的，以一切法无不皆空，如是信之，便证的故。大若经云：诸法性相，不可表示，不可分别，不可取者，不可造作，一切有情，设能如实了达诸法皆如幻化，应本以证无上菩提。然有情，不通达诸法皆如幻化，故于诸趣生死轮回。大般若经云：菩萨观一切法空，无法性可见，注释性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无性相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文：舍利弗，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况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身，如恒河沙，是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我于中路，逢迦叶波，兄弟相随，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知见，斯谓第一。白话解释：舍利弗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从久远劫以来，心见眼识就已经清净，嗣后历劫受身，其次数有如恒河沙那么多，对世间上一切万法与出世间一切圣法，各个不同的变化，我一看就能通达明白，已经获得无障碍的境界。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迦叶波尊者三兄弟相跟随，他们宣说一切因缘所生的佛法给我听，当下就悟入真心无有边际的道理。因此我跟随佛陀出家修道，能料见的觉性也就明净圆满，得到四种大无畏，证成阿罗汉的果位，成为佛陀长辈弟子。我的法身慧命是由佛陀宣说佛法所产生，是从如来正法所变化产生。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依照所修正的能见的眼识发出无碍智光，使智光圆到极点，同佛之见，为第一好的修持法门。舍利弗亦为丘子，他的母亲眼睛非常庄严明净，犹如秋露的眼睛，故名秋露之子。舍利弗是佛陀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尊者，在母胎时，他的母亲突然得到慧变过人，虽然舍利弗的母就常找梵志，在9岁时就能议论曲众，可见自从舍利弗的母亲怀孕舍利弗之后，舍利弗的母亲就已经胜过常找梵志的慧变。我况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身，如恒河沙，是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杂阿含经云：若人生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地狱。开悟圣僧云：自信迷之者，永结沉沦；自信悟之者，当处解脱。开悟圣僧云：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相逢无有是处。开悟祖师云：汝等心若显屈，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直下无上菩提自性，念念自见，不失本念，言下见性，虽离我数千里，如常在吾左右。
我于中路逢迦叶波，兄弟相随，宣说因缘，悟心无际。马胜比丘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中观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大智度论云：若法因缘生，是法性实空；若此法不空，不从因缘有。从佛出家，见觉明圆的大无畏，成阿罗汉。菩萨四摩所谓，以总持不忘，说法无畏。二、尽知法乐，与明白众生根欲信心，说法无畏。三、善能问答，说法无畏要。四、能断物疑，说法无畏。佛四摩所谓：一、一切智摩所谓；二、漏尽摩所谓；三、说障道摩所谓；四、说尽苦道摩所谓。一切智摩所谓，就是佛有一切智，所以无惧怕的心。漏尽摩所谓，就是佛已经断尽了一切烦恼，所以无惧怕的心。说障道摩所谓，就是佛向大众说明种种障碍佛道的法，没有惧怕的心。说尽苦道摩所谓，就是佛向大众说明种种可以灭除苦的道理，无惧怕的心。从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大般若经云：汝真佛子，从佛心生，从佛口生，从佛法生，受佛法分，从法化身，于诸法中生自作证。大般若经云：圣义谛者，即本性空，此本性空，即是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诸佛出世，无不皆说本性空义何以故？一切法不空，无道无果，本性空，名为佛眼。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知见，斯谓第一。经文：妙湛圆寂，体用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正得空法，根尘脱落，法王现前。经文：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成六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身，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谓第一。白话解释：普贤菩萨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我过去世已曾经奉事亲近过像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如来，做过那么多如来法王的大弟子，十方世界的佛陀教授他们的弟子中，如果是菩萨根器的，就教授他们修习普贤行，这种法门是从我而建立的名称。世尊，我是用心听闻声音的缘故，就能分别一切众生的认知见解。假使在他方，如恒河沙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之外，有一位众生心内能发起修习这种普贤行的话，我就会在当时乘坐六牙的白象，分身百千位，到发心修普贤行的人处所。纵然他因为业障深重，一时不能见到我，我也会对那个人暗中为他摩顶，会拥他安慰他，
使他成就。佛陀现在问我们什么最圆通？我认为最初的本因，但用心闻去发明了悟，而能自在运用分别心，这种心闻圆通的方法，就是第一好的修持法门。普贤菩萨，普贤的普就是说他的大行弥满法界，贤就是称叹他的果位已尽极，已尽甚位。就意为普现，是说明此菩萨能在一切处显现自在无碍的意思。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普贤菩萨的修法是代表大乘菩萨的大行，是根据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而建立的，是以大愿王为主，一色一香，具法界，万行庄严，不出普贤行。诸佛出世皆教化弟子，广行普贤十大愿王，共登无上佛道。普贤菩萨其六牙白象，手拿莲花，表示普贤菩萨具足大行的精神以及大慈悲愿力。六牙表示六度万行。四足表六四如意足。欲、念、净、慧四如意足。白象表示无漏无染。莲花如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精神。普贤菩萨发愿云：愿我教化一切众生，胎生、湿生、化生、卵生，悉帕皆令入无余涅槃。普贤菩萨发愿云：愿以此广大誓愿，种种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皆永离三恶道苦，具足普贤菩萨行愿。普贤十大愿王，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第一礼敬诸佛，如何的心境礼敬诸佛？普贤菩萨云：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为陈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身，一一生理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理尽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众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礼敬诸佛七种功德，宜除我慢共高心。二、以佛为师。三、理虽顿悟，是须渐修。四、心地能得清凉柔软。五、人天敬重。六、平等心现前，成就道德。七、能证无生法忍，就近成佛。开悟祖师云：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不净佛灭度。唐朝净土宗第二祖善导大师云：身业专礼阿弥陀佛，口业专称阿弥陀佛，意业专念阿弥陀佛。若能念念相续，必命为齐，十级十生，百级百生。普贤菩萨第二大愿，称赞如来。观无量寿经云：念佛一生，能超越80亿劫生死大罪。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亦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月灯三昧经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皆学念佛速证菩提。佛经云：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净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开悟圣僧云：佛面犹如镜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圆光普照于十方，喜舍慈悲皆具足，四八端严微妙香。僧指三大劫修来，面如满月，目如莲，天上人间咸恭敬。普贤菩萨第三大愿，广修供养。佛经云：有福无慧生颠倒，有慧无福生烦恼。广修供养对象，八福田者，即是佛、圣人、和尚、阿舍离、僧、父母、病人等。圣人与僧属净田，和尚授业本师，阿舍离教授威仪，父母属恩田，病人属于悲田。如果能恭敬供养八种人，就可以得到无量福报，故称福田。广修供养范围极为广大，不外乎法供养、物质供养、无畏供养三种。法供养有7种，一如说修行供养；2、利益众生供养；3、摄受众生供养；4、代众生苦供养；5、勤修善根无养；6、不舍菩萨业供养；7、不离菩提心供养。如说修行供养，依佛所说言教去修行，便是最好的供养。佛法主张信解行正，解行并重。利益众生供养，勤求佛道，利益众生是最好的供养。佛陀立教的精神，首重利他，行利他工作而得自利。佛陀一向鼓励菩萨行，二圣人修持为了自度自利。佛敕教牙拜种，佛菩萨发心发愿，皆建立利益众生。假使一切行持不是为了救度众生，就不是基本佛法，当然无法成就菩萨，成就佛道。摄受众生供养，利益与摄受大体相同，是随顺众生因缘成熟而教导。待众生受苦供养，菩萨精进从因地到果的，也就是一直到成佛。一切行持都以众生为首要得度，能舍己利益众生，待众生受苦，才能显示佛菩萨真正的精神与庄严意义。维摩诘经云：众生是菩萨的净土。的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是不成佛。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赴汤蹈火，时空不变，皆为众生苦，在所不辞。勤修善根供养，一切善法、善行由善根培养而生，若无善根，一切善行无从生起。佛法以无贪、无甜、无痴、精进为4善根，有4善根，才能增长善德，成就无上菩提。无贪、无甜、无痴、精进是属自度的善根，是独善其身的善根，是二圣人的境界。不但无贪甜痴三毒，又能慈悲喜舍，不施他人，是属利他的善根，是兼善天下的善根，是菩萨行的风范。不但无甜恨，又能随喜赞叹别人，是利他的善根。不但无愚痴，又能将佛法一一宣扬度化他人，是利他的善根。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道的任务重在弘法利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才是最实际供养三宝。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意味觉悟人生宇宙真理之心，菩萨念念不忘成就佛道，是名不离菩提心供养。观音经云：
菩提心者，大觉心事、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普遍心事、大愿心事、大智慧心事。大日经云：佛法以菩提心为正因，以大慈悲为根本，以妙方便为究竟。涅盘经云：虽得第一义，无有方便，不得解脱。开悟圣僧云：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播种。菩提心是成佛的原动力，舍弃菩提心，不得成佛道。华严经云：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十方三世诸如来，皆从菩提心而出生故。华严经云：舍弃菩提心，不能利益一切众生，不能成就诸佛功德。普贤菩萨第四大愿，忏悔业障。忏悔定义：忏是忏除往昔所造的一切旧业，悔是从今日后不再造新的恶业。华严经云：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甜吃，发生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于法界即为尘沙，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三障烦恼障碍清净法身，三障忏悔清净法身复活。三障宜烦恼障2，业障3，报障。烦恼障如贪甜痴之业障，业障如忤逆十恶之业障，报障如地狱、恶鬼、畜生、受报之障。普贤菩萨第五大愿，随喜功德。他人欢欢喜喜做善事，做功德，乃至精进用功，甚至比我更有才华、美貌、富贵等等。当我明白这些善事功德，我也生出欢喜心，将他人所做的善事功德当作自己所做一样。如果能尽心尽力帮助他人成功，因此在欢喜中，一面赞叹，一面鼓励对方，这就是随喜心，也是随喜功德的本意。随喜有4种功德：一能鼓励对方上进，完成菩提圣业；二能广结善缘；三受人尊重，人天依归；四能消除嫉妒心。远离嫉妒，清净心现前，心量广大，处处为他人着想，这就是菩萨。大乘一章云：但为利生，心清不浊，名为喜。随喜功德是对治自己的极纯心，生活在极纯心的日子是痛苦的，是充满恨心的，心情始终是平衡的，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爆发，是人甚为值得怜悯。菩萨本生经云：释迦佛弥陀佛无量劫前世同学，两人都是有名法师。释迦佛法号名为守达长老，弥陀年轻，法号为先法师。守达长老度5000名弟子，为先度6万众生，年轻辩才无碍。守达长老之弟子崇拜为先，跟为先学法。守达长老竟然生起嫉妒心，并对弟子说：为先年轻慧浅，不可依从。这话被为先法师听到，他及时避开到他国行化，并教学道者跟守达长老学法，供养守达。守达长老因为嫉妒诽谤为先法师，死后堕地狱60劫，地狱报尽，轮回人道，再受多世无蛇之报。这种极纯诽谤罪报受尽，以前功德再重新延续，因缘果满，各自成就佛道，
首达常正是我释迦牟尼佛是也，为先法师正是阿弥陀佛是也。普贤菩萨行愿品云：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普贤菩萨第六大愿，请转法轮。请转法轮是请佛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因为佛陀的言教，方能使众生悟入正知正见，众生有正知见，才能真实见到，得到真实解脱。普贤菩萨了为无量众生在六道中生死轮回，大悲愿流露，故请佛陀常转法轮。大梵天王请佛转法轮。佛陀最初成道时，入定观察众生根基与因缘，明白自己所证甚深微妙大法，众生智慧无法堪受，反招造业，是故欲入涅槃。最早请佛大转法轮是大梵天王。大梵王与梵天众合时说偈：世尊降伏诸魔怨，其心清净如满月，愿为众生从定起，以智慧光照世间。大梵天王说完偈，又赞叹佛曰：唯愿大慈，不舍本愿，如狮子吼，如大雷震，为众生故，转于法轮。普贤菩萨第七大愿，请佛住世。请佛住世，恳请大圣佛陀留在人间，弘宗演教，令沉沦迷妄众生一一觉悟，证成无上菩提，既望正法久住世间。毕竟佛陀是三界慈父，人天导师，九法界的慈航。佛陀是悲智最圆满，是最究竟大觉者，能使众生由生死此岸渡过涅槃圣人的彼岸。是故礼请佛陀住世。华严经普贤菩萨云：请佛住世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如来，将欲示现涅槃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没入涅槃。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天魔外道希望佛陀慈悲早入涅槃，怕魔子魔孙魔眷属被度出三界。华严经书抄云：众生心净，见佛常住；众生心垢，见佛舍命。佛无生灭，随机见书。普贤菩萨第八大愿，常随佛学。普贤菩萨要我们常随佛学，是要众生跟随佛陀学习，因为佛陀才是一位究竟圆满的圣者，要跟佛陀学习，应该从佛学去探讨研究，才能认识佛教的教义，才不会错解佛意，修错法门，甚至走火入魔。学佛、实践门、行门、修行性，学佛的慈悲智慧，六度万行。佛学、理论学、解门、研究性，三藏12部教典之法宝。普贤菩萨第九大愿，恒顺众生。菩萨度众生，其慈悲心是长久不变的，是随顺众生的根基而教育，以如来正法化导众生转凡入圣。因为时代潮流不断变化，民俗民情也不断变化，
所以菩萨度化众生是随顺时代，适应民情。菩萨度化众生方法就权巧万变，但是佛法本质不变。菩萨度众生持续不断，精神崇高，悲智无尽。大智度论云：菩萨虽未成佛，在无量阿僧祇劫及无量智慧福德故，胜于声闻辟支佛，何况成佛？佛经云：一发大心，超过历劫修行。佛经云：于3000大千世界充满了声闻缘觉，不如一位发过菩提心之菩萨。大智度论云：声闻空如毛孔空，菩萨空如太虚空。众生分为两类，宜怜悯众生的众生，二需要被怜悯的众生。怜悯众生的众生，这类众生已发过菩提心，但是尚未证成果位，心怀大慈悲心，随时随刻关怀众生沉沦生死之事，欢喜众生深入经藏，喜见众生修道学佛，踏上解脱菩提之境，如此发心，名为怜悯众生的众生。华严经云：但愿众生的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菩萨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初发心。需要被怜悯的众生，这类众生迷妄固执，贪着世境，贪求物欲，怕受苦，无慈悲心，只有自私自利，无心学道，不明真理，造业受苦，沉沦苦海，永无止境，名为需要被怜悯的众生。会怜悯众生的众生，活得像菩萨一般，这类的众生可堪称为大士，也可称为大丈夫，因为有慈悲心，为了救度众生，能忍受一切艰难，吃尽一切苦楚，在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当中，完成菩萨道，最后圆满无上佛道。菩萨为什么要恒顺众生？理由何在？答：众生、菩萨、佛皆其同具足菩提本性，只是迷悟的差别。迷为众生，悟者为佛。菩提本性既然是同一体，众生、菩萨、佛是不可分离，只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之差别而已。站在理性而说，无论是恒顺众生、供养众生、尊重众生、承事众生，也等于恒顺如来、供养如来、尊重如来、承事如来正等无异。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替众生做工作，或者是替如来做工作，也等于为自己做工作，毕竟最后成佛者也是我们自己。这就是菩萨道的精神，在利他度他当中，自己日益自度自利，因此完成菩萨道，就近成佛。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有两种因缘：一、观看圣教衰而发菩提心；二、观看众生沉沦生死受苦而发菩提心。观无量寿经，何谓佛？大慈悲心是也。华严经普贤菩萨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华严经普贤菩萨云：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中不能成无上正觉。普贤菩萨第10大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是10大愿王中最后一愿，第10愿是统摄前9大行愿，将9大行愿所有功德，作为普遍广大回向，愿四生六道众生皆得安乐，无诸病苦，就近成就无上佛道位宗。
回向有4层含义：一、目标；二、解脱；三、向心力；四、不染者。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盘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及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受持读诵普贤10大愿王，若人命中一切眷属舍离，权威消失，唯此普贤菩萨不相舍离，引导此人于刹那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受持读诵普贤10大愿王，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共围绕，其人自见生莲华中，蒙佛受记。有关往生净土要义，我在阿弥陀经与无量寿经有深入演讲，将净土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事与理分析得很周密，可请来听闻。已经将普贤菩萨10大愿王概念性演说一遍，给大家有个深刻印象。我3年前有演讲普贤10大愿王一遍，诸位菩萨可以去请录音带、录影带来看、来听。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若于他方恒刹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成6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身，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六祖慧能大师云：生60，出6门，见6尘，如是18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18邪；自性若正，起18正。若恶用，即众生用；若善用，即佛用。开悟圣僧云：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者，名众中尊。经文：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即居止罗，观鼻端白，我出地观，经3、7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尘虚净，犹如粒。烟香渐消，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10方界的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消息，习久发明，明圆灭漏，思维第一。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消息，习久发明，明圆灭漏，思维第一。白话解释：
孙陀罗难陀尊者就从座位起立，顶礼佛足，向佛陀禀白说：我出家的时候，跟佛陀学道，虽然严守戒律，但是对修禅定，心内经常散乱浮动，未能获得无漏的果位。世尊您教导我与居止罗尊者二人，集中精神观看鼻子尖端的白点。我最初专心一意观看，经过3721日，看到鼻子内呼吸的气息一出一入，好像烟雾。因此，鼻石内就发出光明，圆照洞彻整个世界，遍地成为虚通明净，就像透明的梨。后来烟雾也渐渐消散，鼻子的气息就变成纯白的光香。至此，心开意解，烦恼习漏全部断尽，所有出入的气息都化为光明，普照十方世界的正阿罗汉。世尊您就受记我将来会的菩提正觉。现在佛陀问我们什么最圆通？我就是消融鼻息气息变白祭酒，就会发出光明，光明圆照而灭除烦恼习漏，这中了悟鼻石，就是第一好的修持法门。孙陀罗亦谓厌，是难陀的夫人之名，难陀亦谓喜，是佛陀的胞弟，佛弟子中威仪第一，佛是七王子出家之一，在佛陀弟子中叫做难陀的有很多位，所以连他的妻子的名并称，具有30相好。阿难问佛：难陀以何因缘，身体黄金色，相好光明，具足30相？佛陀答：难陀素世常以黄金庄严佛身，燃灯供佛，故感思报。我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难陀尊者出家修道，心常散乱浮动，虽然严守戒律，但是因为在俗之妻美貌艳丽，心常眷恋，思念不已，未能专心入定，因无定力，未能发慧，断获正真，是故在三摩的禅定，心常乱动，不能获得烦恼净化，不能得到无漏的果位。难陀出家后，仍然思念皇宫的美貌爱妻，心散乱不能入道。佛陀有他心通，明白后欲权巧度难陀的障道因缘。天女是非常漂亮的，非人间任何西施可比得上的天姿绝色，美貌绝顶，婀娜多姿，温柔动心，善解人意，天女手实善而升天的。难陀答：哇塞，天女太美了，我看了神魂颠倒，陶醉在美色中，我岂焉能与天女较量呢？佛说：难陀那，你说的没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女确实比你妻漂亮美貌胜过100千倍，你要明白。你在人间好好用功修道，若没开悟正果，命中会投身忉利天。这些天姿绝色的天女，是你人间命中后会投身此界，这些天女是完全属于你所受用。难陀欢喜答：若如此，我会一心一意精进修道，命中要来忉利天，享尽欲乐。佛答：难陀那，这是因为你现在在人间修道，未开悟，一心想要升忉利天，享受天女的美色，等待天女美色福报享尽，直接就堕入油锅内。那时油锅的油正好沸滚起来，这油锅的燃烧是在等你下来的，明白否？难陀说：佛陀那，赶紧带我回人间，我无心云游，我心生恐惧，不敢再怀念无妻，我从此要专心修道，为证成果位努力，感恩大圣佛陀的慈悲启示。难陀被佛陀教化后，专精修持，
不久证得阿罗汉的果位，永超三界，顿断六道，世间多一位圣者，难陀尊者是也。世尊教我即居止罗，观鼻端白，我出地观，经3-7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成虚静，犹如力。观鼻端白是修止境的法门，治散乱不定的心。这种方法是两眼注视鼻尖，唯有白香，使人注心在一处，以便收摄散乱不定的心，专守一点，以便统一精神的方法。我最初注意观察，至念在鼻端上，继续不断经过3-7-21天，以止观方式降服了心火，就看见了鼻子内呼吸的气息，一出一入，好像烟雾，所以就明白气息是由风火而起，鼓动种种烦恼。只因愚昧的缘故，不能觉察到而已。如能真心下功夫注意观察的话，就会渐入渐深，静观会现前，烦恼自会转为薄弱。身心内明，身心是指鼻识，内明就是定力既成，便能发挥，是内在的智慧光明。也就是说，达到这种的程度，身心鼻识就由内在自然发出光明。圆动世界就是烦恼既消，智慧光明就会渐渐圆满，会洞彻满于所有的宇宙天地，依报世间。成虚静，犹如理，整个世界